龙国北莽境漠北市漠北一中操场上，无数身穿蓝色校服的少年聚集于此。人群中央，一位俊逸的少年郎负手而立，那如同鹰隼般锐利的眸子正是前方的主席台。梁非凡，基础5科语文科均位列年级第一。目光所视，主席台上那耸立着的古老石碑。片刻后，梁非凡深吸一口气，平复下激动的心情，缓缓开口道：这一天终于到了。这是个全民转职的世界，凶兽异变，天灾降临，人类惨遭屠戮，无数先辈奋勇杀敌，才能维持人类的传承与繁衍，才有了现在相对安定的生活。经过这么多年，职业被分为战斗、辅助与生活3大类，几乎所有人都想成为战斗类职业，无论是身强体壮的战士，还是远程施法的法爷，甚至于通过御兽作战的召唤师，他们能够作为战斗主力，福利待遇这些自然也是最好的。其次就是辅助类职业，尤其是在战场上，辅助类职业必不可少。毕竟谁都想在奋勇杀敌的时候，身后站着奶系职业，要是对方还是个奶萌萝莉或者性感御姐，那杀戮的动力都会增加不少。梁非凡站在操场上，目光灼灼地看着转职时，这是他唯一改变生活的机会。主战类职业的话，他优先选择战士这类的职业，原因无他，法爷这种高成本培养的职业，他开销不起。战士的话，只要力气足够，米饭管饱，就能够修炼起来。毕竟能够活到现在，完全依靠学校提供的贫困生救济粮。至于辅助类职业，他根本不考虑，这些职业没啥攻击力，前期升级都非常困难。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强势的辅助职业者，会在觉醒的当天被一些大家族收留，成为他们豢养的家族打手。梁非凡正思考着的时候，操场上的麦克风响起。主席台上，滨海一中校长王永斌清了清嗓子，看着下面这届即将转职的高3学生：各位同学，转职是人生的重要分水岭，你们心里紧张，其实我比你们更加紧张。你们人生18年来，所有的基础5科训练打下的身体基础，都是为了这一天，都是为了你们能够成为强大的职业者。自从异变纪元开始，这个世界只属于强者，因为只有成为强者，才能够享受这个世界的繁华与精彩，才能在人类历史记录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王校长的讲话让高3学生心头热血澎湃，众人脑海中更是浮现出一位位人族顶尖强者，率领万千将士抵御凶兽入侵，封侯拜相。我一定要成为主战职业，挥舞重剑，大开大合才适合我。当什么战士啊，直接面对凶兽多危险，换作是我的话，还是希望能成为高贵的法爷，团队位置靠后，低头吟唱，绞杀全场。召唤师职业才最适合我，御兽亲征，召唤兽潮，直接平推。我这个性格只敢在后面苟着，对我来说，牧师这种治疗职业才最适合我，我还是持续苟着吧。别想那么多了，战士还是法爷，哪怕是牧师，那都是极少数，别忘记了，转职还有生活类职业，都别太乐观了。校长的话让台下不少学生都是一震一动，看着众人的情绪已经被调动起来，校长也没有拖延，沉声道：那么就让我们年级总分第一梁非凡最先开始觉醒。听到梁非凡的名字，台下掌声雷动。各项素质考核第一，说明身体素质是最好的，潜力自然也是最大。选择他作为第一个，也是想博得一个开门红。若是梁非凡能觉醒出1/1000的隐藏职业，前途无量啊。梁非凡踏步走上面前的法阵，深吸一口气。虽然看过很多次高年级觉醒，但真轮到自己，梁非凡的心中还是有些忐忑。校长站在旁边的也是轻轻的安慰：放宽心，一般来说，我们学校的第一绝对是战斗类职业。梁非凡认真的点了点头，伸手放到了中心的法球上。呲，光芒迅速绽放，觉醒仪式开始。台下所有的观众都在静静的等待着。然而，光芒只是绽放刹那，迅速暗淡。眼前的显示屏上赫然写着一行字：梁非凡，农夫。农夫是生活类职业，天赋技能耕作，能够增加粮食产量的收成。在如今凶兽横行的时代，这技能不能说完全鸡肋，但基本上也没多大用。种田这种靠天吃饭，估计还没等到秋收，一波兽潮就将农田全部毁坏，完全没用。王校长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看着显示器上的内容，也是愣了愣神。他下意识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然后又将镜片擦亮，确认屏幕上的确是农夫之后，他的脸色瞬间变了。年级第一竟然是农夫，这还玩什么？全场短暂的寂静之后，立即爆发出一阵哄笑。哈哈哈，土包子果然就是土包子，农夫天赋岂不是只会耕田？一直都被压着一头的张震看着昔日的天才梁非凡觉醒的是农夫，当即捂住肚子大笑。有他这么一说，旁边也都有不少学生附和着。没办法，有些人天生下来就是卑贱的庶民，从小到大就开始干农活，
身体素质肯定要比我们强啊，所以拿个年级第一没啥吧。主要是能吃苦啊，你是不知道，每天晚上他都刻苦读书，怪不得文化课成绩也这么好。听着周围不少学生的哄笑，王校长也是面色一黑。原本以为梁非凡能撑门面，但现在看来，门面非但没有撑起来，反而给漠北一中丢人。想到这里，王校长看了一眼富家子弟张震，张震，你上来吧。也就在这时候，梁非凡的脑海中忽然响起一道清脆的电子音，叮，检测到宿主觉醒生活类职业农夫，满足系统开启要求，正在绑定中。恭喜宿主绑定仙级农场空间，已获得新手大礼包，请问是否开启？听到这样的声音，让原本已经绝望的梁非凡心头猛然一喜。第二章大荒吞天诀，仙级农场空间，完美配合自己农夫职业。作为转世重生者，梁非凡对系统这种东西并不陌生。前世他就是一名龙国特战兵王，执行任务之余喜欢看看小说，最常玩的游戏就是企鹅农场。没想到系统竟然将农场空间给带来了。心念一动，梁非凡整个人的神识迅速进入农场空间。空间内只有4块1亩面积的农田，目光放到农田上，一道提示词条亮起：一级农田评级。提示：每块农田只能种植一种作物，作物收成受土壤肥力与农田级别影响，只能种植一款农作物。梁非凡简单的扫过农场空间之后，将目光最终停留在新手大礼包上。一般来说，系统派发的新手大礼包都有逆天改命的能力。开启新手大礼包，没有迟疑，梁非凡迅速打开新手大礼包。新手大礼包获得功法大荒吞天诀洗精法髓丹 X4。梁非凡扫过奖励提示，大荒吞天诀这功法的名字起得挺霸气，但没有仔细研究内容，也不知道有什么作用，索性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到洗精法髓丹上。洗精法髓丹在这片大陆上，职业者每达到10级就要突破一次，而洗精法髓丹能够极大的增强突破成功的概率，但这种丹药一般都只有大家族或者富家子弟能买得起，毕竟光是一枚丹药就价值近100万，相当于普通人10几年的收入，而自己直接拿了4颗，放到市面上出售的话，至少可以赚400-500万。有了这笔钱，能够换取足够多的修炼资源，就算转职是农夫又怎么样？前世龙国的诸皇帝还不是开局一个碗，照样打天下。就算是农夫，梁非凡心头也有提刀北上的心。但是系统为什么要给自己4颗呢？想到这里，梁非凡下意识地看向了空间里面的田地。他将一枚洗精法髓丹放了下。叮，请问是否种植洗精法髓丹？系统提示瞬间让梁非凡心头狂颤，竟然可以种植！种植下去的话，至少能够收获1枚，甚至于有可能能触发收成提升，收获数枚，这绝对是一个宝库啊！想到这里，梁非凡没有任何迟疑，迅速种植。以种植洗精法髓丹收获倒计时24小时，1天的时间。自己现在还用不上这些丹药，梁非凡索性全部扔到农田里面，反正自己不亏。处理完这一切，梁非凡的耳畔响起了一道沉闷的怒喝：还愣在这里干什么？别耽误被人！王校长语气泛着冰冷，俨然已经没有先前的和蔼。武道世界，实力为尊，没有实力的人注定会被瞧不起。没事的，王校长，估计梁非凡还没想好怎么接受自己的人生，毕竟他现在也只能发呆了，废物终究是废物。张震嗤笑一声，起身走向了觉醒台。梁非凡没有跟他过多浪费口舌，有这闲工夫，还不如直接去搞清楚系统送给自己的功法。在梁非凡走下台之后，身后光芒闪烁，一道愤怒的咆哮声响彻天地。御兽师竟然是御兽师，而且召唤的妖兽还是猛虎，不愧是大家族培养出来的子弟。要是普通老百姓觉醒御兽职业，基本上算是嗝屁了。但是张家财力雄厚，稍微给他抓一只强大的凶虎，张震的实力必定会极大的提升。估计接下来的高考试炼，张震搞不好要成为我们漠北状元了，这不是肯定的吗？距离高考试炼还有1个月，他自身的身体素质原本就不差，配合药浴再加上洗精法髓丹，突破10级达到武者境界，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实名羡慕了，御兽师好像可以跟兽宠共生，若是找得到强大的兽宠，就算是10级的武者，也能干掉15、16级的武者呀。这种职业砸钱就是了，前期御兽师培养的成本并不高，张家完全砸得出来，后期只要能够考上全国4大武校，还愁没有资源？以后张哥就是我们的顶级大腿了。看着张震觉醒了御兽师，台下不少人脸上都是流露出羡慕的神色。财力雄厚，配合这么一个砸钱的职业，前途无量啊！王校长也是满脸的激动，折损了一个梁非凡，没想到换来一个有望冲击漠北状元的张震。
定然让连续几年没有出过状元的漠北一中再度绽放光彩。想到这里，王校长没有任何的犹豫，取出一个盒子。恭喜张震同学，作为校长，我代表学校奖励你1枚洗精法水丹。听到这句话，台下的不少学生眼睛都有些发直。洗精法水丹，价值近100万的洗精法水丹，有了这么一枚丹药，张震那是妥妥能够突破武者。卧槽，我的小心脏，这特么是我家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啊！洗精法水丹，就算是实力强大的张家，虽然不至于买不起，但也得耗费几个月的收益啊。出手就是洗精法水丹，估计王校长是准备张震当做冲击状元的苗子培养啊。这不是废话吗？不培养张震，难道说培养一个只会耕田的梁非凡？脑子瓦特了。穷人就是穷人，妄图想要依靠武道登顶，做什么春秋大梦？武道能觉醒什么天赋？从出生就决定了，普通人想要逆天改命，咋可能啊？不少同学又都纷纷朝梁非凡投来鄙夷的目光，也有不少跟着梁非凡一同领取国家救济粮的贫困生，朝着梁非凡投来了惋惜的目光。他们知道梁非凡为了这次觉醒花费了多少努力，但努力有用吗？努力再多，不如张震出身的好。从小就直接沐浴药业，梁非凡需要刻苦训练许久，张震吃着丹药就直接实现了。这就是差距，巨大的差距。梁非凡没有在乎这些人的目光，慢慢的朝着自己的宿舍走去，而他全部的注意力放到了系统派发的功法上。大荒吞天诀第3章猎杀猫妖。回到宿舍，梁非凡坐在床上，屏息凝神，进入农场空间，翻阅手中的大荒吞天诀。宇宙出生，混沌无极，天地不分，是为荒古。然世间大能盘古，手持巨斧，开天辟地，天地可分，但世间之灵气，修者居多。那天地灵气，淬丹田气海，此法虽易，可终为歧途。夫天地之强者，因那大荒之气，淬浑身筋骨，脚踏山河，意指碎天之魄，无关乎天地之变，助此功法。看着大荒吞天诀的功法前言，梁非凡心头骇然。根据他对整个世界的了解，大部分转职者都是不断的猎杀妖兽，吸收天地灵气，提升自我。但是这本书却不在乎修炼天地灵气，而在乎淬炼筋骨，完全就是炼体法门。这种法门真的有效吗？梁非凡心中不由得泛起嘀咕。但现在似乎也没有别的可选，转职成为农夫，少去了天地之间的元素亲和，自然也无法如同世间常见的修炼法门一般修炼。而且系统是因为自己转职成为了农夫才进行绑定，给了自己这门功法，那不如就按照这个试试。梁非凡打定主意，迅速将功法口诀记在心中。前世身为特战兵王，他的记忆力等等都经过特殊训练，如今记录这些并不是难事。处理完之后，他又将目光看向农场空间里面的4亩田地。系统有没有肥料什么能够帮助作物迅速生长？梁非凡看着自己的天赋技能，农夫只可以让种植时间缩短 10%， 这基本上没啥用啊。既然是田地，应该有化肥等等的催化剂，能够加快农田的收成。提示：凶兽尸体可作为天然养料，等级越高的凶兽，肥料作用越明显。看着系统的提示，梁非凡眼前猛然一亮，猎杀凶兽！梁非凡没有任何迟疑，迅速抓起随身携带的钢刀，快步走了出去。凶兽横行之后，各大城市相对独立，城市城墙高筑，一旦出城之后，城外密林基本上就是凶兽的领地。但由于人类武者猎杀的缘故，城池边缘的妖兽等级较低，越往深处，凶兽等级越高，实力也越发的强悍。梁非凡提着钢刀，踏步走出城门。城门外有不少地摊，上面摆放着各种武器丹药。他们大部分都是一些武者佣兵团，猎杀了妖兽之后，付不起城内的摊位费，所以选择在城门外摆摊。对于这种事情，城主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有他们在，能够很好的形成城池与凶兽的第一道防线。走在城外的摊位附近，有不少人招呼着组队。对于这些人，梁非凡直接选择无视。他们都是常年刀口舔血的家伙，杀人掠货也是非常常见。更何况自己刚刚转职，才只有1级，也没有人会愿意跟自己组队。脚步一动，喧闹的声音逐渐远去，梁非凡踏步进入眼前的密林。吱吱吱，密林之中知了声此起彼伏。走进这里，梁非凡整个人放松了不少，那种特战队员的熟悉感觉也是逐渐的回来。果然，密林才更加适合自己啊！喵！也就在梁非凡刚刚站定，一道尖锐的猫叫声传来。随着这道声音的响起，梁非凡整个人的身体瞬间紧绷，钢刀横在身前，小心的戒备着。这个世界的猫并非像前世那般温顺，猫妖速度迅猛，尤其是爪子之中蕴含毒素，稍有不慎，擦破点皮
毒素侵入身体。要是没及时得到药物资料，像梁非凡这种低级武者，很有可能中毒身亡。喵！又是一声猫叫，一道漆黑的身影迅速扑杀向前。梁非凡脚步挪动，迅速闪开身位，腰腹发力，钢刀顺势直接怒劈而下。喵！又是一阵悲惨的叫声响起，原本扑杀向梁非凡的猫妖被挥刀砍倒在地。梁非凡不敢大意，三步并作两步向前，补上一刀，了结性命。确认已经死透之后，梁非凡伸手准备查看猫妖脑部是否有晶核之类的东西。晶核是妖兽存储天地灵气形成的菱形状物体，初级妖兽的晶核没多大灵气，却刚好可以作为炼丹的辅料，用以调和元素。这些东西对于梁非凡而言，那就是钱啊！只不过在梁非凡右手刚刚接触到猫妖身体上的时候，隐匿在身体里面的大荒吞天诀倏然自转，一道极为强大的吸扯力量透过手掌传出，眼前躺在地上的猫妖仿佛像是被抽干了精血，慢慢干瘪。短短一两次呼吸的时间，眼前的猫妖已然呈现出风干状。这是大荒吞天诀的作用。梁非凡不敢大意，仔细检查身体，发现身体里面的气血充沛，就连等级也是达到了2级，竟然升级了。难道说这个大荒吞天诀是依靠着吸收凶兽的精血来进行修炼？梁非凡心头骇然，重生到这个世界，他学习了不少知识，对本命精血也是有所了解。强大的凶兽或者职业者都会诞生出本命精血，这是身体的精华所在。但哪怕是强大的职业者，在猎杀了高等级凶兽之后，都不敢直接吞噬精血来提升自身修为。毕竟人类的身体素质多方面都弱于同等修为的凶兽，吞噬精血很有可能会导致身体抵挡不住精血的残暴之气，而彻底爆体而亡。但好像大荒吞天诀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自己本身就是炼体功法，到时候就算是猎杀同等级的凶兽，自己的身体也未必会孱弱多少。想到这类，梁非凡眼神中绽放出一道金光，自己的身体素质能够媲美同等级的凶兽，那还需要什么职业？一拳破万法，同等级的修士有多少人能抵挡得住凶兽一巴掌？完全没有。梁非凡这是要将自己的身体淬炼成人形凶兽，还是一步步来，先看看这个猫妖对农田有多大的作用吧。梁非凡说着，将猫妖干瘪的尸体直接收入空间内，扔到农田里。丁，已吸收猫妖尸体，1号田种植时间缩短1小时。随着猫妖尸体化作一道流光进入农田，一道消息提示也是随之浮现。第4章，中毒了。一个猫妖的尸体能够缩短1小时，这个猫妖的实力最多也就是3、4级左右，算不上是强悍。目前想要达到收成，还需要等待20多个小时。看来还得寻找更多的妖兽试试，若是能够找到高等级的，或许有更好的效果。梁非凡看着自己实验效果，目光瞄准了密林里面的妖兽。这些已经不是妖兽，而是天然的养料啊。半小时后，梁非凡猎杀了6只猫妖，还有一头8级野猪，他的等级也来到了4级。大荒吞天诀在吞噬6只猫妖以后，对自己没多大的提升。农田那边喂养第2只猫妖的时候，只缩减半小时的时间，几乎没多大作用。不过野猪的提升倒是挺大的，第1块田足足缩短了3个小时。这么看来，大荒吞天诀吞噬精血带来的增益，应该是跟自己目前的实力相关。猫妖实力远低于自己，基本上就没多大作用。猎杀完之后，梁非凡比较着情况，大致也摸清楚了套路。如今天色已经暗淡，晚上的密林更加危险。现在折返回城池的话，路上会浪费不少时间，而且有可能赶不上宵禁。第2天还得原路返回。城池周围的妖兽基本上都被这些佣兵武者清理的差不多，想要高等级的妖兽，只有往深处走。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就在这里休息，找个相对隐蔽的洞穴，掩盖住自己的气味，只休息1个晚上，应该没多大问题。梁非凡迅速打定主意，身为特战兵王，他不缺野外生存的经验。如今这个世界虽然凶兽横行，但是低等级的凶兽还是保留着动物的习性，比如说某些妖兽在夜间的时候还是比较畏惧火光。梁非凡打定主意，趁着现在夕阳光线环城，迅速物色好了一个洞穴。在洞穴的门口处升起一团篝火，梁非凡掏出自己的干粮吃了几口。早知道就不将4个农田全部种洗金法水丹了，种点粮食也是好的。梁非凡自嘲地笑了笑，但就算让他重新选择，他还是会选择洗金法水丹。开玩笑，一枚丹药那可是接近100万，到时候可以买多少干粮？这笔账还是算得清楚的。吃完干粮之后，梁非凡困意上涌，抱着钢刀迅速睡了过去。呲呲，迷迷糊糊之间，梁非凡似乎听到了什么响动，浑身猛然一个机灵，迅速清醒。身为特战队员，他睡眠几乎都很浅，尤其是在这种野外，更不可能深度睡眠，否则你绝对看不到
第二天早上的太阳。握住手中的钢刀，梁非凡打量着周围的环境。只见入口处，一条翠绿色的毒蛇正吐着信子，三角眼盯着面前的梁非凡。但似乎是畏惧火焰的温度，毒蛇并不敢向前，就这么盘旋在外。换作是前世，毒蛇这种东西，梁非凡根本不会畏惧。蛇肉的鲜美，那可是野外求生时候的美食啊！然而这时候，梁非凡的目光锁定在毒蛇7寸的位置，翠绿色的蛇皮之上已经出现一道淡淡的黑色圆环。这是蛇类即将达到10级的标志。将近10级的毒蛇吗？猎杀了8级的野猪，梁非凡已经不想止步于此。刚好遇到了一条9级的毒蛇，怎么能够就此放过？梁非凡没有迟疑，提着钢刀迅速冲了出来。刀芒凌冽，毒蛇迅速低头躬身，整个身体盘旋着，三角眼凝视着梁非凡。刺！在梁非凡冲出洞口的瞬间，蛇头迅速扬起，扑杀向梁非凡的小腿。如今已经临近夏日，梁非凡穿着短裤，肌肤完全裸露在外，要是被咬上这么一口，后果不堪设想。面对着这情况，梁非凡不敢大意，手中的钢刀横劈，直接砍向蛇头。毒蛇反应不可谓不快，迅速收缩身子，避开刀锋，而后依旧吐着信子，看着面前的梁非凡。这条蛇的速度比前世自己经历过，速度要快上不少。难道说是因为灵气充沛的缘故，导致蛇类也发生了进化？梁非凡迅速的比较现在的情况，大致判断之后，脚步轻踏地面，整个人的身形迅速往前。呲呲！眼前的毒蛇吐着蛇腥，再度扑杀向梁非凡。望着对方攻击的曲线，梁非凡脸上露出一抹狠辣，改砍为挑，斜刺里直接攻击蛇类的7寸。然而也就是这时候，梁非凡的心中忽然咯噔一下，莫名的寒意涌上心头。此刻这时候，他的头顶之上更是传来了让人头皮发麻的声音。嘶嘶，又是蛇吐信的声音。顾不得抬头看，一道黑影猛然从树上落下，直接落在梁非凡的头顶。刹那之间，脖颈之间一股剧烈的疼痛袭来，梁非凡手脚并不慢，左手抓住落在头顶上的蛇，猛然摔下。刺啦！疼痛袭来，脖颈更是被扯下一块皮肉，疼得梁非凡龇牙咧嘴。但顾不得这么多，摔在地上的蛇被梁非凡直接挥刀砍下，结束性命。至于另外一条蛇，则是飞快移动，眨眼间消失不见。顾不得追击，梁非凡只觉得眼前的景象有些模糊，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中毒了！没想到竟然会被蛇偷袭，现在只能试试了。梁非凡顾不得许多，催动大荒吞天诀，强大吸扯之力传来。片刻的时间，落在地上的毒蛇已经变成一具干尸。将毒蛇收入农场空间，扔入田地内。梁非凡开始运功疗伤。蛇毒并非不可解，就算是剧毒5步蛇，也有解毒的时间。如今想要找到血清几乎不可能，那么唯一的希望也就是毒蛇的本命精血。催动功法，梁非凡原先泛起一道雾气的眸子，也是逐渐变得清晰了些许，仿佛像是雾气散开，眼前的镜像重影慢慢的恢复，逐渐融合为一。有效！毒蛇的本命精血有效。大荒吞天诀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如同凶兽一般强悍，自然也不可能被毒蛇毒死。可是随着眼前武气散去，梁非凡面前出现的画面却让他心头再度一突。只见不远处有几道人影朝着这边缓缓走来。第5章杀人掠货。人影绰绰，慢慢的来到梁非凡的近前。这些人赤裸着上身，粗布衣服，手里面拿着武器，看着他们的装束，多半应该是深入密林刀口舔血的佣兵组织。梁非凡不敢迟疑，加快了大荒吞天诀运转速度。看着梁非凡不动，为首的刀疤汉子嘴角也是发出一声嗤笑。哟呵，这小子还挺沉稳的，省了老子不少功夫。可不是吗？这么晚敢在密林里面过夜，一定有不少底牌，杀了他能换不少好东西。哈哈，大哥，根本就轮不到我们动手。刚刚那毒蛇一口咬在他肩头，估计现在他也快死了，我们这最多算是舔包。几个壮汉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就这么打量着眼前的梁非凡。蛇毒入体，就算不会立即暴毙，也会实力模糊，浑身乏力，到时候还不是任凭自己宰杀。梁非凡没有搭理他们，他们不着急动手，正好给自己解毒的时间。足足10几分钟后，梁非凡紧闭双眸，似乎像是失去了知觉。看着这一幕，刀疤脸招呼一声：“兄弟们，开始干活了。”嘿嘿，也不知道这小子身上有啥宝物。兽猴一般的武者笑眯眯地搓了搓手，快步来到梁非凡的身前。他这边刚准备动手，梁非凡眼睛猛然睁开，早已握住的钢刀更是绽放出一道寒芒。唰，手起刀落，兽猴毫无防备，探出的右手胳膊被直接一刀砍下。只见兽猴整个胳膊飞了出去，划出一道血线。啊！杀猪般的声音响起，
兽猴捂住自己的肩头，不住的惨叫。而这时候，梁非凡空闲的左手按住地面，整个人身体飞速旋转，一招扫堂腿直接踢出，砰！兽猴如同沙袋一般摔在地上，发出闷响。梁非凡站立身子，手中钢刀扬起，扑哧一声，精准切入兽猴的心脏，迅速了结对方性命。前世身为特战兵王，他杀人根本就不需要心理建设，甚至于可以说是本能反应。如果身份兑换，换作是自己手无缚鸡之力，他们也断然不会放过自己。想要杀人掠货，就要做好被反杀的手段。兽猴眨眼之间被杀，刀疤喉结微动，咽了咽口水。猴哥！旁边一个汉子看着躺在地上双目圆睁的兽猴，不禁喊了出来：刀疤哥，这小子中毒，肯定不能持续作战，我们2个人一起上，耗死他。而且他能够有这样的爆发力，肯定有解毒药，绝对不是普通人家子弟。只要能干死他，不仅能够给猴哥报仇，我们还能大赚一笔。听到能够大赚一笔，刀疤心中也是一横。他们这些人原本就是刀口舔血之辈，你说多么有义气，那是不可能的。聚在一起都是为了利益。奶奶的，阿飞，我们联手干死他！刀疤也不再迟疑，挥舞着手中狼牙棒，二话不说冲了上来。刀疤应该是战士类的职业，体型肥硕，仿佛像是举重运动员，如同小山一般冲来。至于先前说话的阿飞，则依靠着精瘦的身体以及迅捷的速度，迅速绕到梁非凡的右侧，双人夹击。面对着这样的情况，梁非凡脚下点地，整个人迅速倒退。按照这情况，刀疤嘴角哼哧一声，眼前的狼牙棒迅速砸向地面。吃我一招！狼牙棒落地，强大的内劲迸发而出，整个地面仿佛像是地震了一般，跟着微微颤抖。梁非凡单脚点地，此刻地面晃动，瞬间踉跄一下，站不太稳。失去了重心之后的梁非凡摔在地上，顺势准备鲤鱼打挺起身。可也就是这时候，叫做阿飞的武者敏捷的身形呼啸而至，迅速来到梁非凡的面前，手中的匕首绽放出一道寒芒。死！阿飞吐出一句，梁非凡不敢大意，脚下接连踩着地面，整个人的身体贴着地面滑行，身体高度更是瞬间矮了一截，这让飞过来准备割喉的阿飞匕首落空，而他整个人的身形也是处于悬空。毕竟是冲锋横斩，换做一般人没有战斗经验，在刀疤脸怒震地面之后，根本无法防备这么一招。但梁非凡的战斗技巧大部分都是肌肉记忆，根本不用脑子反应。攻守转换，梁非凡不敢大意，手中的钢刀扬起，直接往上捅了过去。刺啦！开膛破肚，鲜血以及内脏迅速涌出。梁非凡抹掉身上的血迹，剧烈的摩擦让他身上的粗布衣服几乎已经全部撕烂。所幸他直接扯开，露出里面鼓胀的肌肉。接连损失了2人，刀疤也不敢大意，扛着狼牙棒迅速后退。双方原本就拉开了不小距离，如今刀疤往后狂奔，梁非凡一时半会难以追上，更不要说对方那诡异的招式。放弃了刀疤脸之后，他转头看向地上已经被自己剖开身体的阿飞，对方大口的喘气，怒目圆睁，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梁非凡毫不迟疑，迅速给了他一个痛快，解决掉这2人。梁非凡坐在地上，大口的喘着粗气。他的身体素质对抗这2个根本算不上什么，但是刚刚中了蛇毒，身体还未完全恢复。先前的战斗大部分依靠着还是前世积累下的肌肉记忆，生死关头强行爆发出来的潜力。如今危机解除，一阵阵虚弱疲惫感涌现，喘了几口气，梁非凡恢复了些许力气，右手钢刀杵地，当作拐杖支撑着身体，慢慢挪步来到阿飞的面前。武者的话，不知道能不能作为养料。梁非凡没有迟疑，催动大荒吞天诀运转，吸扯之力再度迸发。眼前的阿飞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干瘪，吞噬完成之后，他的尸体更是被丢入农田，作为养料化肥。此刻梁非凡的实力也是直接来到 LV6， 直接提升1级，这比吞噬妖兽要快得多。不仅如此，在尸体化作肥料之后，农田的提示也发生了变化，1级农田劣等，从评级变成了劣等。再往上，土壤的肥力就是正常。要知道，作物收获的数量可是直接跟农田的肥力等级挂钩，这变成了劣等，是不是有可能接出2枚洗金法髓丹？第6章紫风魔虎，2枚洗金法髓丹，市场价直接高达200万。有了这笔钱之后，自己就能够兑换相应的资源。同时，望着提升的农田等级，梁非凡的眼眸中绽放着兴奋。大荒吞天诀与农场相辅相成，将资源利用到极致。大荒吞天诀吞噬气血，提升自己的实力。妖兽的尸体能作为养料，那么接下来自己要做的事情就只有疯狂杀戮。武道之徒，
唯有在一次次的战斗中才能寻求境界突破。梁非凡心里面很清楚，自己接下来要走的路是什么，以杀戮为主吗？既然这样，那么1个月后的高考秘境测试将会是我实力提升最快的契机。在这个世界读了3年的高中，梁非凡对高考秘境测试也是有所了解。正如前世一样，高考是普通人转变命运的重要考试，在蓝星的龙国也不例外。在5道基础知识考核之外，还增加了战斗考核环节，而这个战斗考核就是高考秘境。所谓秘境，一片独立的空间，豢养了不少魔兽。秘境中所有魔兽的等级被限制在20级以下，毕竟这只是一场选拔人才的考核，真要是出现了一些人命，对龙国也是不小的损失。而这些20级以下的魔兽，对目前的梁非凡而言，却是最好的练手材料。吞噬气血，同时将魔兽的尸体作为农田最好的养料。不仅如此，若是能够在秘境考核中拔得头筹，更是有可能被4大学院选中。一旦进入学院，武者将不会被修炼资源困住，无论武器丹药还是功法武技，学院之中应有尽有，更有可能得到高级武者的指点。对方3言2语的经验，都有可能让你在修炼之途少走不少弯路。可以说，进入学院是所有武者修炼的梦想，更是梁非凡这种贫困生唯一能继续修炼武道的途径。这1个月时间内，无论如何，我都要突破10级。梁非凡暗暗下定决心。他打量了一眼周围，尸体已经被处理，这些人也只是普通的匪徒，身上没什么值钱的玩意。搜刮了一圈，也仅仅只有一柄泛着亮银色光芒的匕首，看得过去。这枚匕首是先前阿飞偷袭自己的武器，匕首上开着血槽，双头刃。梁非凡把玩一下，迅速将其插入口袋内。相比于砍刀这种冷兵器，前世是特种兵的梁非凡对匕首的熟练度显然要高出不少。更何况野外求生，匕首的作用要大得多。将眼前的篝火拢了拢，梁非凡再度钻入先前的洞穴内睡了过去。几小时后，天空泛着鱼肚白，几声清脆的鸟鸣声响起，梁非凡悠悠转醒。一晚上的休息让他的体力恢复不少，拿出随身的干粮吃了起来。填饱肚子，梁非凡继续往密林深处前行。外围的猫妖对自己的加成属实是太少，想要尽快提升实力，只能往深处走。刚进去没多久，一声愤怒的咆哮赫然响起。好！伴随着这道咆哮声，密林间鸟雀乱飞，哗啦啦的声音不绝于耳。梁非凡也没有闲着，迅速朝着声源处逼近。砰！又是一道闷响传来，一股热浪席卷而出。梁非凡屏住呼吸，凝视着前方闪烁着的光亮。火球术，前面有法系职业者，而且能够施展出火球术这种技能，多半应该已经是10级以上的职业者了。职业者每突破10级，就能够通过技能天赋书学习，掌握不同职业的技能。看着自己可怜的 LV6， 梁非凡转身找到一座隐秘的山头，看了过去。前方密林中一共有6个人摆出战斗阵型，前面4个人手举着盾牌，手中拿着兵器，成人字形排开，看样子应该是战士类职业，主要承担伤害。在4个人的身后站着2个人，其中一个高举法杖，身上穿着蓝色的披风，不断的吟唱。从装扮上来看，应该是法师。在法师的旁边则是站着一位青年，青年双手环抱在胸口，似乎只是站在旁边观看。只不过这道身影，梁非凡的心中涌现出几分熟悉，看样子应该也是漠北一中的学生。烈焰焚天，打量了几眼，远处的法师也是完成了吟唱，一团炽热的火焰喷涌而出，重重的砸向前方。火焰产生的威压让梁非凡呼吸都变得急促了不少，整个人的胸口处仿佛像是压着一块厚重的石头，浑身上下的骨骼一阵酥软。20级的技能，眼前的法爷绝对已经突破了20级，职业者等级之间的差距竟然如此之大。梁非凡倒吸一口凉气，眼前露出凝重。前世特种兵出身，再加上先前在漠北一中读书，大家都没有觉醒职业，导致他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职业者之间的差距最多也就是普通人和特种兵的差异而已。有，但并非不可超越，甚至于狮子搏兔依旧有1换1的机会。可是现在仅仅只是一个20级的法爷释放出烈焰焚天技能，其战斗的余波就已经让梁非凡感觉到莫大的压力，更不要说若是正面迎上这样的技能，自己该如何面对。意识到巨大的差距，梁非凡的心头涌现出一股极为强烈的战意，迟早有一天自己也会超越。然而就在此时，一道硕大的黑影从火焰中猛然冲出。看着眼前的黑影，梁非凡目光微缩。紫风魔虎，要是自己没记错的话，眼前的这头紫风魔虎实力应该达到了20级，而且妖兽身体素质原本就远超于人类，相比于同等级的人类职业者，实力还要强劲几分。
他们怎么会来猎杀这个？看着紫风魔虎出现，6人阵型也是发生变化。最前面的战士高举盾牌，护在身后的法师和青年慢慢往后倒退，拉开一小段的距离。也就是阵型变换之机，梁非凡看清楚青年的样貌，他就是自己在漠北一中的同学，前年老二，这次觉醒了御兽师的张震。难不成他们这次来是为了给张震找兽宠，找20级的紫风魔虎？一旦收服，定将稳坐漠北状元之位。第7章回马枪。很显然，张震是冲着状元来的。高考秘境里面的魔兽被人为限定在20级以下，但是却没有对参赛者进行限定。尤其是御兽师、召唤类的职业，只要你有足够的实力，能够收服一只40级的魔兽，也能带入秘境参加考核。至于公平，呵呵，哪里有什么绝对的公平？能够收服40级魔兽，足以说明家境非同一般。不仅是有强力的武者坐镇，更是需要辅助许多药材丹药，才能将40级魔兽收服。否则，一头40级的魔兽绝对不可能屈服于只有10级左右的御兽师。讲白了，高考秘境选拔的是有潜力的职业者，而自身家境所能够提供的资源，原本就是潜力的一部分。梁非凡目光继续锁定在前方的战斗场面，这种高等级之间的战斗，能够让他更加直观地了解整个职业者的世界，进而了解到整个武道世界。不远处，张震这边6人阵型稳住身形，紫风魔虎扬起右爪，重重地拍了下来。砰！明显能够看到虎爪落在盾牌上，下面的战士身形猛然一沉。能够聘请到20级以上的法爷坐镇，那么前方这些护卫战士的等级多半也是15级往上。紫风魔虎顾名思义，按照魔兽百科上的描述，风属性魔兽，以速度见长，自身的力道并不是很强，恐怕这也是张震挑选紫风魔虎作为受宠的原因。魔兽实力不强，才有可能屈服于人类的威压之下，选择成为受宠。梁非凡仔细地盯着远处战场，生怕错过任何的细节。不得不说，这些战士训练有素，接下紫风魔虎一爪之后，队形迅速调整，很快又呈现出防御态势。借助着刚才的战斗，队形与紫风魔虎之间的距离又凭空拉近了几分。也就在这时候，队伍中的法师再度扬起右手，他的右手之上却没有握住任何法器，似乎是抓住什么东西，而后猛然朝着紫风魔虎的额头上甩了过去。呲！东西砸在紫风魔虎的头上，一阵烟雾随之散开。张震所在的队伍迅速后退，在后退的同时，法师还不住地往后扔了几个风属性的技能。数次呼吸的时间，眼前的迷雾渐渐散开。原先嚣张不已的紫风魔虎，此刻躺在地上，四肢扑腾了几下，渐渐没了动作。用毒！梁非凡一直都在注视着战场，抛出那包物体，显然没有任何的隐场，但又造成了极大的杀伤力。唯独的可能就只剩下毒素、暗器之类的东西。放倒了紫风魔虎之后，几个战士迅速向前，手中的长剑补了几刀，将其彻底了结。他们不是想收服紫风魔虎，而是来刷经验。不对，紫风魔虎并不是张震击杀，经验也算不到他的头上。那他们来这里是干什么？梁非凡的眼神透着些许疑惑。只见击杀了紫风魔虎之后，队伍里面的法师并没有离开，而是迅速朝着前方洞穴走去。不多时的功夫，一只幼虎被提了出来。紫风魔虎幼崽，这种等级的魔兽幼崽成长属性极高，而且由于是幼年期，更容易被驯服。若是辅助一些丹药进行喂养，以及御兽师特有的功法，成长速度极快。更关键是，一旦从小养大，幼崽将会对御兽师极为忠诚。看到这里，梁非凡心头不由得生出几分羡慕。这就是大家族的实力吗？张震怀里面抱着幼虎，跟着队伍迅速离开，估计是准备找个没人的地方契约幼虎。等到他们走远了，梁非凡这才将身形探出，目光打量着远处紫风魔虎的尸体。这东西对张震这种大家族而言，或许算不上什么，但对于现在的自己而言，那可是宝贝啊！没有任何的迟疑，身形一动，3步并作2步，快速来到紫风魔虎的面前。梁非凡没有迟疑，迅速催动大荒吞天诀功法，手掌拍到了魔虎的身上。刹那之间，一股极为充沛的气血之力迅速灌入自己的身体。仅仅只是片刻，梁非凡只觉得拍在魔虎的右臂发麻，青筋暴起。收！梁非凡迅速停下功法，望着自己的胳膊。此刻小麦色的肌肤之下，一道道经脉呈现出深紫色，分外恐怖。紫风魔虎的等级还是太高，贸然吞噬对方的气血，搞不好会直接撑爆。梁非凡深吸一口气，心念一动，将紫风魔虎的尸体暂时先收入农场空间。可是谁知自己刚刚将尸体收起，他的心头猛然咯噔，一股极为强大的危机感瞬间涌上心头。紧接着，梁非凡几乎是下意识的抬头，一道炽热的火球迅速飞了过来。
火球术，这是那个法师的技能。梁非凡顾不得这么多，脚下轻点地面，整个人一跃而起。好在火球术伤害范围并不是很大，腾空而起的梁非凡只是一脚擦到了些许，在地上翻滚了几下，将火焰彻底熄灭。躲闪的功夫，先前离开的张震小队去而复返。好大的胆子，张家看上的东西都敢偷。张震小队来到近前，那身穿蓝色披风的法师，长着一张鹰鹫般面孔的中年男人，张口怒斥。与此同时，超出梁非凡10多级的等级威压更是迅速汇聚，落在了梁非凡的身上。法师主要修的就是精神力，此刻的威压仿若小山一般，压得梁非凡喘不过气。在这时候，先前举着盾牌的4位战士在周围搜索了一圈，回来复命。徐老，周围没有紫风魔虎的身影。没有紫风魔虎，被称为徐老的法师脸色阴沉如水，垂在蓝色披风里面的右手虚空一握，梁非凡瞬间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像是被蟒蛇缠住一般，骨骼肌肉之间的摩擦力更是让他紧咬牙关。说，紫风魔虎的尸体被你藏在什么地方？徐老望向梁非凡的眼神充斥着戏谑，仿佛像是在看一只蝼蚁。只不过那虚空一握的右手似乎又紧了几分。第8章2阶魔核。我不知道。梁非凡脸色涨得通红，强行从牙关里面挤出几个字，还敢嘴硬。徐老目光一沉，声音透着冰冷，刚才战斗的时候你就盯着这里了吧？小子，想做螳螂捕蝉的黄雀，你还不够资格，抓紧时间交出来，老子给你个痛快。徐老说着，整个人再度用力，梁非凡依旧咬紧牙关的忍着。就在这时候，姗姗来迟的张震却从后面慢慢走了过来。哟，这不是漠北一中的天才梁非凡吗？你怎么来这里了？难道说准备毕业以后在这林子里面开荒？张震的话让徐老施家的精神威压稍微消退几分。公子，您认识这小子？徐老转头看向旁边的张震，语气俨然没有先前的杀意，换上了一副讨好的面容。20级的法师也只不过是张家的雇佣兵而已，不算认识，他只不过是我们学校里的穷逼。张震嗤笑一声，看向面前的徐老，我觉得紫风魔虎的尸体应该被别人掳走了。至于魔虎脑袋里面的2级风系魔核也就算了吧，毕竟也不是100%有的。听到张震这么说，徐老也是有些懊悔道，先前只顾着找紫风魔虎的幼兽了，没注意魔核的事情。而且幼兽对气味极为的敏感，沾染了紫风魔虎的血液也不利于捕获。徐老懊恼了几句，转头看向地上躺着的梁非凡，公子捕获紫风魔虎的事情绝不能泄露。说起泄露2个字的时候，徐老目光杀机涌动，顺势准备吟唱。然而这时候张震戏谑地瞥了一眼梁非凡，且慢，徐老，这个梁非凡跟我有些过节，但就这么了结，算是便宜他了。张震看了一眼徐老，不紧不慢道，我要让他在全校人面前丢脸，将这么多年压抑着的屈辱全部找回来，而后慢慢的将他折磨致死。我要让所有人知道，贱民就是贱民，不要妄图想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登天。徐老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而后继续吟唱，一道极小的火苗迅速落在梁非凡的身上。与此同时，威压释放，压迫的梁非凡无法动弹。火苗接触到粗布衣服，迅速燃烧。但是火焰被徐老控制的恰到好处，能够让皮肤有灼烧感，却并不会灼伤。几次呼吸的时间，梁非凡已经全身赤裸地躺在草地上。哈哈！看着梁非凡的样子，张震迅速掏出手机，接连拍下几张照片。在漠北一中的论坛上，要是流传着天才梁非凡的果照，一定有非常大的热度。拍完照片之后，张震这才颇为满意的离开。等到所有人离开之后，梁非凡目光泛着寒意，支撑着酸疼的身体从地上爬了起来。实力，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做，无非就是因为实力强大。在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实力，甚至于连猪狗都不如。20级的法师吗？梁非凡猛然握紧了拳头，心头迸发出一股对实力的渴望。没有过多的犹豫，他双腿猛然发力，迅速钻入先前紫风魔虎的老巢。如今的洞穴空空荡荡，紫风魔虎身死，幼兽已经被带走，如今的巢穴刚好作为梁非凡暂时住所。心念一动，梁非凡进入到农场空间，查看了下眼前的洗金法水丹农田，还差2小时左右就能成熟。至于旁边放着的紫风魔虎，梁非凡将目光锁定在那硕大的虎头，取出匕首，迅速将虎头划开，一股极为浓郁的风元素气息扑面而来。一枚翠绿色散发着光泽的菱形物体隐匿在血肉中。2阶魔核。魔兽与人的修为不同，人修炼大部分将天地灵气存储于丹田，而魔兽大部分将吸收的灵气存储在自身的魔核中。能够达到2阶，足以说明眼前这头紫风魔虎的实力已经突破了20级。
原来这就是魔盒吗？梁非凡打量着手中的菱形魔盒，脸色微动。在学校里面，他接触过魔盒的相关知识。魔盒是魔兽聚集灵气的东西，类似于修仙小说里面的金丹。魔盒最常见的作用就是作为丹药的辅材，能够用来综合一些灵草灵果狂暴的元素气息。一般而言，一枚2阶的魔盒市场上的售价差不多在50万左右。毕竟2阶魔兽在整个蓝星而言算不上多么高级。至于更高等级7、8阶魔兽的魔盒，基本上可以在拍卖行上卖出数亿的天价。将魔盒收好，梁非凡将目光看向面前的药田，将紫峰魔虎喂养农田。毕竟现在20级的紫峰魔虎自己根本无法吸收，还不如投入农田，性价比更高一些。梁非凡没有迟疑，迅速将紫峰魔虎扔入农田。刹那之间，农场空间内4片农田同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光芒散去，眼前的提示着实是让梁非凡心跳加速了几分。1级农田劣等 X3， 1级农田普通。原先的劣等农田直接升级为普通，平级的农田也是升级成为劣等。农田肥力的提升，最直接的影响将会是农田的产物数量。不仅如此，梁非凡的眼前更是弹出一道提示：丁，农田土壤肥力提升，触发暴击，获得武技疾风步。伴随着这道武技的提示亮起，一股信息也是如同潮水般涌入梁非凡的脑海。疾风步，风速性身法类武技，身形如风，飘忽不定。紧接着是整个武技的修炼方法。略微沉吟片刻，梁非凡吸收了武技所有知识，嘴角微微上扬。没想到喂养竟然还能触发暴击，身法类武技属实是意外之喜啊！只可惜自己手里面拿着的是刀法，这要是使用太刀类武器，岂不是又是一个现实版的疾风剑豪？梁非凡打趣了一句，将念头从农场空间里面剥离。他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提升实力，同时修炼疾风步。农场空间给了自己功法，但并不会让自己瞬间秒会。意识回到身体之后，梁非凡脚下猛地踩出一步，左脚点地的同时，身体旋转，依靠着腰部力量再度落下右脚。只不过梁非凡作为初学者，步伐还是太过于生疏，并没有脑海中想象的那么丝滑。无奈的摇了摇头，正准备离开的时候，梁非凡的目光却看向了洞穴深处。不知道怎么的，就在刚才，他仿佛像是感知到了什么。第9章大丰收。心头泛着疑惑，梁非凡快步往前，来到洞穴深处的草垛。这原本应该是紫峰魔虎休息的地方，地上铺着干草，颇为舒服。梁非凡拿起手里的砍刀，将干草挑开。干草下面只是普通的石块。可是前世的梁非凡是龙国特种兵出身，目光锐利的他几乎刹那就发现角落的石块似乎是后来放上去的。这里面有什么？梁非凡举起手里面的砍刀，刀尖插入石头的缝隙，旋即往旁边轻挑。石块松动，一股极为浓郁的风属性气息迅速涌来。这是感受着扑面而来的风属性气息，梁非凡伸出右手，掏出几枚翠绿色的果子，风元素的灵果。梁非凡不清楚眼前这几枚果子的来历，饶是他或许以前学过，但他也是人，脑袋又不是百科全书，不能全部记住。不过紫风魔虎如此宝贝这个玩意，多半应该对他很重要。这里既然已经无主，那么我就笑纳了。梁非凡自顾自地说着，将风元素的灵果迅速放入农场空间。确认没有任何东西之后，他这才靠着草垫呼呼睡了过去。一夜无话。洞穴似乎是有紫风魔虎的气息，寻常低等级的妖兽并不敢靠近。这一晚上没有魔兽打扰，梁非凡休息的还不错。醒来之后，他第一时间就是查看农田里面的洗精法水丹。果然，洗精法水丹已经成熟，此刻散发着浓郁的药香。梁非凡眼神扫过，农田之中足足有7颗，只有一块农田保本只产出1颗，其余全部都是2颗的产出。7颗洗精法水丹，每颗100万，足足700万。如此看来，自己初期修炼的资源应该颇为充足。接下来就是提升实力。梁非凡采摘洗精法水丹之后，筋感部分迅速枯萎，紧接着他又将手里面的2枚风属性的灵果直接种了上去。然而这时候，眼前的提示却让他眼皮一跳，种植时间需要3天，价值100万的洗精法水丹只需要1天的时间，而这个不知名的风属性灵果竟然需要3天。莫非这个灵果的品质比洗精法水丹还要好上不少？乖乖，属实是捡到宝了呀！梁非凡咂巴了下嘴巴，自己能找到这枚丹药，并不完全是运气使然，而是因为自己在洞穴中施展出风属性身法疾风步，学习某种属性的身法，自然就会对周围相应的元素感应力更强些。这或许就是为啥先前张震身旁那个法师徐老
没发现洞穴里面藏着的风属性灵果，毕竟他主修的是火元素。但与此同时，梁非凡心头生出了一抹疑惑。在这个世界，每个人都会进行转职，无论是成为生活类职业，还是成为主战类职业。而在法师这个庞大的体系内，有火法师，也有风法，还有兵法等等子类。一般来说，转职成为火法师，那么他天生对火元素的感知力要强于一般人，一生基本上只会修行火属性的功法武技，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个法师会2种以上的能力。那按照这个逻辑，自己转职的是生活类的职业，农夫，应该不具备任何元素优势，亦或者说自己所有元素感知全部都是普通，甚至于微弱。若真按照自己所想的，那么自己貌似可以修炼所有属性的武技，只不过自己不占据天赋上的优势，修炼起来要比其他人难不少，甚至于需要耗费更多的资源。梁非凡猛然醒悟，自己农田系统不刚好可以给自己源源不断的提供修炼的资源？那么这样，岂不是自己有一天能成为全职武者？想到这里，梁非凡不由得咽了咽口水。但是很快，他直接抬起右手，在自己的脸上狠狠地抽了一巴掌。啪！脸颊传来的火辣疼痛感将他再度拉回现实。就算是有机会成为全职武者，那也需要大量资源砸进去，而且失去了转职天赋的加成，自己所耗费的资源将会是别人的数倍。更不消说达到更高等级之后，对应天赋的转职者，他们自身的消耗都是天文数字，自己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多出几倍，甚至于几十倍。盘算了一下，梁非凡还是将目标锁定在眼下，想办法突破10级。3日后，密林中，轰！一声沉闷的巨响传来，梁非凡将砍刀插在地上，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望着面前轰然倒下的野猪。随着野猪的倒下，梁非凡等级也是得到提升， LV9 的经验条已经拉满。要不是最近这段时间疾风步的熟练度上去了，面对这头野猪还真的是好险。野猪类魔兽依靠着自己的獠牙以及不俗的速度，惯用的技巧就是野蛮冲撞。梁非凡脚步闪躲，依靠着初步掌握的疾风步，好几次险之又险地避开冲撞，否则肯定要挂彩。不过我的疾风步好像遇到了瓶颈，无论再怎么练习，终究觉得好像欠缺了些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梁非凡将野猪尸体投入农田化为肥料之后，开始总结自己现在的情况。这要是有个导师就好了。梁非凡脸色不禁泛着苦笑，自己修炼很多事情只能去不断尝试。转职以后，越是修炼，梁非凡就越是深刻地意识到有个导师的重要性，还是要抓紧提升实力，争取在接下来的高考测试中取得好成绩。要是能够进入4大学院，里面的修炼资源配合导师的指导，这才是快速提升的方法。梁非凡迅速定下自己的小目标。4大学院。4大学院作为龙国的知名学府，招生考核标准也是极高，想要进入4大学院，必须是省内前几的好苗子。毕竟龙国很大，而4大学院每年招生人数也就仅几百人，而参加高考的考生接近1000万，抓紧时间找个地方突破吧。梁非凡没有过多的犹豫，脚踏疾风步朝着自己的驻地飞奔。第10章突破。洞穴之内，梁非凡盘膝而坐，他心头默念大荒吞天诀功法，将第1层的心法口诀全部熟记于心之后，他这才猛然睁开双眸，伸出右手取出一枚洗精法髓丹。他没有人指点，更没有人护法，一旦开始突破，若是有不开眼的魔兽打扰，他也只能认栽。而手中的洗精法髓丹却能使得突破100%成功，并且还能排除身体中的杂质。梁非凡不敢赌，谁知道突破失败一次会有什么后遗症？以前是没有这份实力，靠着低保生活的梁非凡，价值上百万的洗精法髓丹，他根本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自己的背包里面足足有7颗，吃掉1颗又何妨？梁非凡没有疑惑，如同吃糖豆一般迅速服下。服下的同时，催动大荒吞天诀第1层功法。刹那之间，他只觉得小腹之处升腾起一团火焰，强烈的灼烧感让他不由得眉头微蹙。但是很快，他屏息凝神，将注意力全部放到运转功法上。修炼之徒最忌讳的就是分心，稍有不慎就容易走火入魔。在功法的指引下，身体里面的内劲仿佛像是受到什么牵引，迅速汇聚在4肢百骸。刹那之间，刚猛的力道迅速冲击着身体每一寸骨骼，每次冲击的酸疼感仿佛像是有千万只蚂蚁在身上爬行。骨骼深处里面传来的酥麻让梁非凡浑身微微一颤，脸颊顷刻间泛着红润，体内气血翻涌，仿佛像是要冲破皮肤的禁锢。哼！梁非凡不由得发出一声轻哼，牙关紧咬。噗嗤！此刻的他的身体表面
仿佛像是有什么东西扎破了一般，朝着外面溢出漆黑的鲜血。没错，就是漆黑的鲜血。短短几次呼吸的时间，梁非凡五官更是不断的流出血泪。不多时，他整个人俨然已经成为了血人。原先的酥麻酸痒越发的剧烈，转化成为抽筋的疼痛。梁非凡再度发出一声闷哼，整个人彻底晕了过去。晕厥前，他依旧还在默念心法口诀。不知过去了多久，梁非凡艰难地睁开眼睛，感知逐渐的恢复。映入眼帘的依旧是熟悉的洞穴。看着这情况，他稍稍放松下来几分。看来在晕过去的这段时间，没有什么魔兽的侵扰。梁非凡挣扎地抬起右手，伤口撕扯的疼痛感袭来，他忍不住抽了抽嘴角，勉强着挪动了下身体。梁非凡靠着冰冷的石壁，大口地喘息着。休息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梁非凡这才觉得稍微好了些。查看自己现在的实力 ，LV10的等级提示分外醒目，成功突破。能够活动以后，梁非凡走出洞穴，来到旁边的小溪。清澈的小溪仿佛像是一面镜子，将自己现在的情况清楚地显现。浑身上下全部布满了血痂。梁非凡伸手舀水，已经干涸的血液渐渐化开，迅速成为一滩黑水。这里面多半应该是自己先前吞噬魔兽的气血尚未完全消化的杂质。大荒吞天诀是一门炼体法门，修炼的方法与漠北一中老师传授的方式完全不同。在10至20级这段实力范围内，大荒吞天诀将其化为淬体境，以修炼者自身作为气胚，自身的气血之力为锤，不断的锻造。每升级一次就要锻造9下，最终达到99归一，方才算是将这具身体初步锻造完成。而如今梁非凡只是引动气血，初步淬炼根部就疼晕过去，也不知道这接下来的99归一锻造将会有多么恐怖。先一步步来吧。梁非凡已经突破，反而不着急了，大不了就是再忍受9次痛苦。他迅速用溪水洗掉自己身上杂质，露出里面古铜色的肌肤。只不过似乎是因为亏损太多的气血，导致梁非凡浑身上下涌现出一抹病态的苍白，阵阵虚弱感也是时不时涌现。看着这情况，梁非凡皱了皱眉，看来自己得想办法进城一趟，采买一些补气血的药材，同时将手里面的6颗洗精法髓丹寄售，换取一些修炼的资源。梁非凡心中打定主意，洗精法髓丹的确是好东西，但只针对突破10级的人有用，后面的突破基本上就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之所以能够炒到100万的天价，并不是因为它本身药材难得，而是因为能够100%突破10级。只有突破了10级，在高考中才有竞争力。就算不能被4大学院招收，凭借着10级的实力，在高中的竞争大潮中也能跻身进入前30%的第一梯队。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足够多的资源，在觉醒之后这几个月时间突破10级。大部分的武者都是在高考之后突破10级，但那时候几乎已经没啥作用。正因为如此，有实力的家庭哪怕是倾家荡产，赌上家里大半的积蓄，也要让孩子抢在高考前突破，这才是洗精法髓丹的潜在价值。其次就是在炼药师了。炼药师这个职业是生活类职业中的黄金职业，转职的概率非常低。一旦成功，那么你将会是整个大陆的幸运儿。哪怕你出身卑微贫苦，只要你转职成为炼药师，都会被大家族直接招揽培养，成为他们专职的炼药师。毕竟武者世界不断的杀戮，总归是需要用到大大小小的丹药，比如给后辈突破的洗精法髓丹。而炼药师作为整个大陆最为金贵的职业，他们也有着自己的规定，疯狂凝练洗精法髓丹这种低等级的丹药，只会被同行所不齿，甚至于无法通过炼药师工会的职称考核。无法通过职称考核，炼药师的收入将会极大的锐减。出于自己前途的考虑，炼药师也不会大量炼制洗精法髓丹，基本上就是给自己服役的家族后生炼制。除此之外，实在是缺钱，偶尔偷偷炼制几颗。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才导致洗精法髓丹极为的稀缺。毕竟高考的本质还是希望选拔真正有天赋的人，而不是靠着强大的财力堆砌出来的实力。正因如此，所以洗精法髓丹产量少，需求大。不过这些对于梁非凡而言却没啥关系，自己又不是炼药师，自然不受到什么炼药师工会的约束。更何况手里面的丹药那是亲手种出来的。第11章风灵果，亲手种出来，没偷没抢，那自然是有多少卖多少啊。梁非凡没有任何心理负担，自己又不是那些衣食无忧的炼药师，他们有强大的家族源源不断的提供所有的修炼素材，但是自己没有，所有的一切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双手，丰衣足食。梁非凡掏出黑色斗笠披在身上，将自己的身形完全的遮掩住，手中提着用布条缠起来的砍刀，
让他整个人的身形平添了几分冷厉。进城以后，梁非凡没有任何的迟疑，直接快步走向拍卖场。普通的药材店虽然也收洗精法水丹，但他们体量小，终究卖不出高价。对于颇为缺钱的梁非凡而言，并不划算。顺着主干道一直走，没多久的时间，梁非凡在一栋颇为宏伟壮丽的建筑前面站定。建筑最顶端正中间的位置摆放着一枚古朴的铜钱雕塑，里面整体的装饰体现出低调的奢华。这就是漠北市唯一的拍卖场，隶属于漠北商会旗下。外面的装饰来看，只是一个2层的小楼，但是内部别有洞天。进入拍卖场大门，里面呈现出阶梯状向下延伸的座位，直通主席台。大厅之中矗立着8根金丝楠木立柱，上面雕刻着纹路，隐隐约约能感受到阵阵元素的波动。至于整个拍卖场的2楼，则是专供给本地的一些富商财阀。换句话说，能够在拍卖场2楼有个包厢，很多时候已经能说明自己的身份地位。梁非凡进入拍卖场后，打量着里面的环境。他还是第一次进入拍卖场，自然就多看了几眼。也就是在他打量拍卖场的这段功夫，一位身穿白色锦绣旗袍的女子款款地朝着这边走来。这种白色锦绣旗袍是拍卖场专属制服，旗袍在大腿根部的位置开叉，能够完美地将女性的大长腿秀出来。尤其是那瀑布方式的黑长直，配合着肉色丝袜与高跟鞋，款款端庄的走路姿势，分外透着一股魅惑。您好，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对方在梁非凡面前站定，温婉的嗓音更是平添几分魅力。我要出售丹药，洗精法水丹。梁非凡说着，取出一个瓷瓶递了过去。从对方的工牌上，梁非凡知道女生的花名叫做微微。听到洗精法水丹这几个字的时候，微微嘴角上扬，露出职业化的笑容。请问您有没有进行身份登记？不知道您在炼药师公会的注册号是？都没有。梁非凡摇了摇头。对于这样的回答，微微也没有过多的介意，毕竟大部分的炼药师出售洗精法水丹都算是私活，并不想让对方知道自己的身份。要是没有炼药师公会的注册号，那么就得经过拍卖行的鉴定了。您这边跟我来，我们先登记下。微微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半小时后，梁非凡才完成登记，将丹药寄存在拍卖行，等待上拍。在办理完手续之后，梁非凡忽然想到了什么，抬头看向面前的微微。我这里还有一些东西要拍卖，不知道你们收不收？说着，他右手轻轻一颤，取出一枚2阶的风属性魔核。微微神色淡然地看了一眼，脸上依旧是职业化的微笑。对不起，3阶以下的魔核还不够上拍的资格。您要是想出售的话，可以找一些药材店铺，他们应该会收这些辅料。梁非凡微微颔首。拍卖行这种地方设置门槛很正常，但梁非凡也并非想要拍卖2阶魔兽晶核，只是想看看对方的眼力与见识。能一眼就看出来是2阶晶核，面前的这个微微多半是有些功夫在手里的。那这个呢？梁非凡右手再是一抖，拿出一枚紫红色的果实。刚拿出来，一股风属性元素的气息弥漫开。微微看着面前的果实，整个人也是跟着一激灵。他脸上职业化的笑容逐渐收敛，盯着手中的东西，从旗袍一侧取出一双手套。我可以仔细看看吗？请便。梁非凡将果实递过去。说实话，这枚果实是从紫风魔虎的洞穴里面淘到的，他也没认出是什么玩意，想要借助这拍卖行鉴定师顺道鉴定了。端详了一阵子，微微这才将果实递给梁非凡，同时侧过脑袋，重重地吐出一口气。很显然，刚刚端详的时候，他屏住呼吸，生怕自己的气体干扰到灵果。这是一种职业操守，若是没走眼的话，这应该是风灵果，只不过这个品阶稍微有些差了，应该是在中等和下等之间。这种灵果具有极强的风属性元素，若是不出意外的话。微微说到这里的时候，忽然想到了什么，而后随口道：你先前拿出来的那枚2阶魔核，应该是这枚灵果的守护兽。听着微微这么回答，梁非凡的眼神中浮现出几分警惕。觉察出梁非凡的变化，微微也是连忙摆手道：不用紧张，我只是随口这么一说。这样的风属性灵果，没想到在漠北这样的北境也能遇到。微微看着梁非凡手里面的风灵果，脸上浮现出几分惊喜。这种惊喜就像是炼药师遇到了好的药材，就像是孩子遇到了自己比较心仪的玩具。对了，梁先生，这风灵果您准备拍卖吗？微微看完之后，话题转到正事上来。若是准备拍卖的话，我们拍卖行或许能拍出北境最高的价格。那就走手续吧。梁非凡将手中的风灵果递了出去，而后随意问道：这种风灵果一般都做什么用？一般来说，会将其切片，作为炼药的辅材，也可以直接做药引。若是身体强悍的话，直接服用也是可以。不过，想要直接服用的话，至少得20级以上的身体素质，才能够抵挡住风灵果的能量冲击。微微一边说着，
一边将梁非凡手中的风铃果收好，递给旁边的工作人员。你也应该是炼药师吧？要是感兴趣的话，我倒是可以给你一套中和风铃果狂暴风元素的方子。微微的话不由得让梁非凡眼皮一跳。第12章被迫退学，给自己一张方子，无功不受禄啊！而且就算是给自己方子，自己也不会炼丹啊，拿来作用也不大。想到这里，梁非凡咳嗽了几下，沉声道：“最近我还有不少事情要处理，你若是有空的话，可以帮忙炼制下吗？工钱等其他开销可以直接从我账户上划拨。”梁非凡索性将这个事情委托给微微，对方如此了解，而且还能够自己开出方子，想必应该也不是普通的服务员。要是拍卖行的底层服务员都是炼药师，那么这个拍卖行的实力得多么恐怖！用一句话来形容：管中窥豹，恐怖如斯。微微愣了片刻，看向眼前的梁非凡：“你的意思是这枚风铃果不拍卖了？”“不，我这里还有一枚。”梁非凡右手往上一翻，一枚风铃果再度出现。先前给微微用于拍卖的风铃果是自己通过农田种出来的，而现在手里面的这枚是最初从紫风魔虎的洞穴里面找到的。看着梁非凡又拿出一枚风铃果，微微美眸不由得瞪大了几分。他再度职业化的取出白手套，然后将风铃果仔细放到手里端详。这枚风铃果的品质比刚才要好得多，而且在风属性中掺杂着几分冰属性，这应该是本地产的吧？要是夹杂着冰属性的话，那属性中和会稍微方便一些。微微看着手里面的风铃果，俏脸上洋溢着笑意。那就拜托你了。梁非凡笑呵呵的将事情委托给微微。微微倒也没有推迟，他取出手机晃了晃：“我们加个好友呗，等到丹药炼制完成了，我好通知你。”也好。梁非凡摸出手机，双方加了联系方式。全部手续都办妥了之后，梁非凡离开了拍卖行。在他刚走出去不久，微微的身后走来一个身材丰满的御姐。微微，假扮拍卖行服务员好玩吗？听到这句话，微微浑身猛然一个机灵，然后俏皮的吐了吐舌头：“雷姐，我这不是来体验生活吗？你想啊，要是我连拍卖行的基层都没来过，以后还怎么？”说到这里，微微的话戛然而止。雷姐也是轻笑一声：“你呀，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了。刚才看你聊得挺开心的，怎么跟姐姐说说遇到什么事了？”雷姐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她也拿微微没有办法。“姐姐，这个梁非凡有点意思，有空间类法器就算了，说话还老气横秋，不过看他的样子好像并不是炼药师，我在他的身上没有感受到任何火元素气息。”微微摇鼻轻轻嗅了嗅，而后小声的嘀咕道：“不是炼药师？”微微都能够聊得这么开心，难道说这个叫做梁非凡的男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能够让眼光甚高的微微都有被吸引了？雷姐没多说，心中暗自记下了梁非凡这个名字，私下里让人好好调查下。梁非凡离开了拍卖行，随意找了一家面馆吃面。这段时间他一直都在树林里，吃的都是自带干粮，还有一些烤肉。面食这种东西许久不吃，还是有些想念的。迅速吃完，梁非凡的手机响起：“老大，你这段时间去哪里了？辅导员方老师一直都在找你。”接通电话之后，好兄弟小胖的声音传来：“我这几天都在郊外密林，学校不是放假吗？怎么了？”梁非凡有些疑惑。高考前1个月基本上都是各显身手，理论方面的知识点早就讲完了，而且高考分数全高的还是秘境里面的得分，秘境得分低，就算是知识拿满分都没用。听着梁非凡这么说，小胖的语气透着些许忐忑：“老大，这次方老师找你，你最好得有心理准备。”小胖将最近发生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张震在拍摄了自己的照片之后，迅速上传到学校的论坛。经过这么几天发酵，昔日的天才梁非凡俨然已经成为全校的笑柄。无论在什么的时候，天才陨落这种事情都是新闻热度最高的。在梁非凡天才的时候，他们这些人有多羡慕，现在这些人就会有多落井下石。这种人性的丑陋，梁非凡早就见识过。没事，所有的屈辱我都会亲手讨回来的。梁非凡淡淡一笑，挂断了电话。辅导员方老师找自己吗？那么正好，自己就去看看吧。付完面钱，梁非凡抓起手里面的砍刀，朝着学校的方向迈步。半小时后，梁非凡踏进熟悉的校园。也就是在他的身形刚刚出现在校园内的时候，周围不少同学朝着梁非凡露出戏谑的神色，更是有不少人小声的嘀嘀咕咕：“这不是梁非凡吗？没想到他敢回来啊！换作是我的话，早就找个地方直接钻进去了。讲真的，以前他成绩好，我还偷偷暗恋过他一段时间，现在我只觉得反胃。成绩好有什么用？天赋差的批爆，这样的人注定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天赋大于努力，哪怕你各科成绩都是吊车尾，只要你觉醒了炼药师这种稀缺职业，直接乌鸦变凤凰。
想那么多没用，至少我可不会被人将果照放到论坛上。小点声，别让他听到了。周围人慢慢的走远。梁非凡嗤笑一声，觉醒之前，这些人都在自己面前露出过讨好和羡慕的神色，现在自己落寞了，他们就疯狂地踩。与其说是踩自己，还不如说是厌恶昔日百般讨好的自己。梁非凡一路前行，很快来到了教务处楼下。方老师办公室，梁非凡站在门口，轻轻敲了敲门。方老师抬头看了一眼，发现门口是梁非凡，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梁非凡，你这几天跑到哪里去了？算了，你也跟学校没啥关系了，这次找你过来是签字的。方老师看了一眼梁非凡，将一份退学申请书放到梁非凡的面前。退学申请书上赫然写着：我自愿选择退学。看着这份退学申请书，梁非凡的目光瞬间变得阴冷。第13章，名额争夺。自愿退学？什么时候自己自愿退学了？看着眼前的合同，梁非凡不由得握紧了拳头。方老师，这是你的意思？是学校的意思。梁非凡同学，你在论坛发的那些照片极为严重的影响到学校的名誉，所以我们给你开除的处分。方老师抬头看着眼前的梁非凡，语气冰冷，不带有任何感情的说道：我在论坛发的照片？梁非凡眯着眼睛沉声道：方老师现在连是非都不分了吗？这些照片分明是张震发上去的，而我是受害者，你们不去找张震处理，反手过来直接开除我，这是什么道理？梁非凡看着眼前的方老师，不紧不慢道：什么道理？你怎么不自己考虑下？要不是你自己脱光了，张震可能会拍摄这些照片吗？梁非凡，以前我觉得你学习成绩挺好的，平时也是挺乖的一个孩子，没想到你竟然会因为承受不住心理压力，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给你开除处分已经是最大限度的宽限了，否则学校将会起诉你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方老师将手中的自愿退学证明重重的用手敲了敲，换做我是你的话，抓紧时间签字走人，说不定还能离开的体面些。离开的体面？梁非凡盯着面前的方老师，张震恶意抹黑我，践踏我的尊严，他散发我的照片，让我在同学间造成极大的影响，学校不处理他，反而来处理我，学校还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吗？还是说只要实力强悍就可以随意为所欲为？对于梁非凡的话，方老师忽然笑了笑。我们这里是漠北一中，我们也是有升学率指标，也是有考核的要求，我们这里不是开善堂的。说真的，我对你们这些贫苦出身吃着国家低保上来的学生已经受够了。你们就是世界上最卑贱的贱民，高等级的职业者，是天赋的。你懂什么是天赋吗？那是你一出生就能决定的事情，不是你后天用功读书可以改变的。真不知道你们这些寒门子弟还一天到晚在这里做什么野鸡变凤凰的美梦？就算是丑小鸭，那也是天鹅的种，你们不会真的认为外面的野鸭子有成为天鹅的机会吧？说到这里，方老师看着眼前的梁非凡，这些话我不想说出来的，但等你们进入到社会才会真正的意识到什么叫做差距，别在这里沾沾自喜了。梁非凡眯着眼睛打量着眼前的方老师，不紧不慢道：方老师，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还有15天就是高考秘境考核的日子吧？是又怎么样？无论你今天签不签字，都不会改变学校将你开除的现状。既然已经撕破脸了，方老师也就彻底不装了。被学校开除，你连学籍都没有，高考秘境这种事情自然也就跟你没多大关系了。自己的学籍取消，高考秘境跟自己没多大关系。梁非凡看着眼前的方老师，片刻后他猛然抓紧手里面的砍刀，目光陡然迸发出一道阴冷的杀意。方老师，你们之所以这么对我，无非是认为我转职成为农夫已经是一个废物。但你刚才也说了，一切以实力说话，不妨我们打个赌，以高考为期限，若是我依旧能够稳坐年级第一，你们不仅要向我道歉，更要将高考资格还我。不知道方老师你敢不敢赌？梁非凡目光迸发出来的杀意着实让方老师浑身一个激灵。方老师虽然身为高中老师，但自身并不是武者，他讲的也只是一些理论课而已。此刻被梁非凡这么盯着，一股莫名的恐惧逐渐的涌上心头。怎么会这样？梁非凡只不过是一个农夫而已，他的身上怎么会有武者的威压？而且以高考为期限，10几天的时间，没有资源没钱的他能够稳坐年级第一？开什么狗屁玩笑！真要是被梁非凡实现了，那么漠北一中也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武者修行那是依靠资源堆砌的，又不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就追上的。再说了，自己有什么不敢赌？退一万步说，假设梁非凡真的稳坐年级第一，那么也是漠北一中送上去的，这也是属于漠北一中的荣誉。略微思忖片刻，方老师沉声道：若是在高考前你的实力依旧是年级第一，我会禀告校长归还给你考试资格。很好。梁非凡微微一笑，收起手里的钢刀，踏步而出。
跟方老师说再多也没有任何意义。换作是以前，若是被取消了高考资格，梁非凡或许会苦苦哀求，这是所有寒门子弟唯一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更何况高考秘境考核的就是龙国所有考生的天赋，并不存在什么复读之类的，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但是现在自己有农场系统，更是有拍卖行即将入账的钱，短期内并不会缺乏修炼资源。不过这次离开也让梁非凡彻底对漠北一中死心。先前所有老师对自己的慈眉善目，都只是因为自己有天赋，或许能够满足他们的考核指标。一切的一切，整个学校上下都没有考虑过学生，他们考虑的只有考核指标。或许是因为自己以前确实是太耀眼了，一直都处于阳光下，根本没有接触过这些阴暗。这一次之后，梁非凡将彻底不会对学校抱有任何希望。在梁非凡刚走出办公室没多久，一道声音从身后响起，让他的脚步微微停顿。梁非凡，没用的，你只不过是一个卑贱的寒门子弟，只要我想捏死你，如同捏死一个臭虫一般。张震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梁非凡转头看向他，眼神中泛着寒意。知道为什么需要一定要开除你吗？张震看着眼前的梁非凡，脸上透着戏谑的笑容。那就让你死得明白一些，因为我的弟弟要提前参加高考。提前参加？梁非凡眯着眼睛，有些不解地看着张震。不是说成年以后才有资格觉醒？成年？哈哈哈，也就只有你们这些寒门子弟才会想着成年。说的直白点，只要你达到了觉醒的能力，又有一定实力，那么就能直接转职，根本不用等到成年。不过转职之后，必须要在1年之内参加高考测试。张震的解释让梁非凡心中凛然。第14章，一切以实力说话。果然，这才是自己被开除的原因。说实话，我堂弟天赋极强，而且已经觉醒9个月了，如今的实力更是接近20级，最近更是采购了大量的丹药。不出意外的话，在高考测试的时候，他的实力将会达到恐怖的20级。未满18岁的20级转职者，必定是漠北的状元。张震说到这里，脸上露出一抹鄙夷的笑容。而想要参加高考，必须要高中报送，但是上面的人只关心总人数对不对，至于是谁无所谓。所以知道你为什么被拿掉了吧？为了能够让我堂弟从漠北一中参加高考，学校给了500万，若是能够拿到高考状元，除去省里面的奖励之外，学校再奖励1000万。而你算是什么玩意？张震脸上浮现出一抹鄙夷的笑。1000万，像你这样的寒门子弟，这估计是一辈子都见不到的数目吧。忽然，梁非凡放在裤子口袋里面的手机忽然震了下，摸出来打开一看，是微微发来的消息：风铃果鉴定完毕，拍卖行准备以3000万的价格起拍，每次加价不低于100万。因为这个属于高价商品，为了达到最好的拍卖效果，得提前宣传，安排到后天进行拍卖了。看着微微的消息，梁非凡嘴角不屑地撇了撇。若是张震知道自己的风铃果直接卖了上千万，估计脸色会比吃了死苍蝇还要难受。只不过有了这笔修炼经费，自己在这几天突破更有把握了。梁非凡瞥了一眼张震，轻轻地吐出几个字：失去的高考资格，我会凭本事拿回来。话音落下，梁非凡慢慢转身离开。刚离开没多久，微微又发来一条消息：对了，忘记告诉你了，丹药明天就凝练完成，你可以来取，成本手工费这些就算了，本来也没多少，全当是交个朋友了。微微发来俏皮的话语，梁非凡看了看，随手回复了个表情：收到。做完这些，梁非凡踏步走出漠北一中的校门。离开的时候，他看着身后烫金色的校牌，不禁莞尔。3年前，他能够考入漠北一中，是他认为最为自豪的事情。那时候的自己曾经认为，这或许是能够改变命运的稻草。但是现在，这个漠北一中让他感觉到一阵陌生。出了校门之后，梁非凡先去药店出售了2阶魔盒，同时又采购了一些补充气血的药品，以及一些常见的外伤药。这些外伤药被他直接放到农场空间存储，取出4枚补气丹，直接扔到农田里面。以种植补气丹，收获时间1小时，1个小时就能收获补气丹。现在4块农田喂养了不少妖兽，已经全部变成了中等。中等农田的产量至少都是1换4，甚至于有可能出现暴击等情况。1个小时就能收获补气丹，这种丹药虽然便宜，但是量大啊。若是在秘境之中准备充足的丹药，也算是多了这一张底牌。梁非凡看着这极短的收成时间，脸上不由得洋溢着笑意。进入高考秘境内，考生只允许携带配发挎包大小的物资，这里面大部分都是用来存放干粮，只有少部分的空间是用来存放丹药。毕竟也不是所有人都买得起丹药，一般空间戒指这种储物类的法器是不允许携带的。但是梁非凡半生的这个农场系统却不在限制范围内，
外面的考官根本察觉不出来。这就意味着梁非凡能够携带的物资将会没有上限。没有上限，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底牌。梁非凡意识到这么一点之后，他目光再度瞄准了刚刚走出来的药店，将药店里面的丹药采购一空后，望着榨不出任何钱的银行卡，梁非凡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开。至于惨叫高考资格的事情，梁非凡根本不用担心。方老师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一切以实力说话。有人能够霸占自己的位置，那么只要自己实力强悍，就可以霸占别人的位置。当然，欺负弱小的事情，梁非凡是不屑去做。既然都是霸占，那么想办法将张震直接打残，让他无法参加高考测试。这便是梁非凡给自己考虑的参加方式。倒不是梁非凡必须参加高考，而是参加高考进入高等学府将会让自己少走很多的弯路。武道修炼最为在乎的就是时间。再者说，一旦进入高等武校，白嫖他们大量的修炼资源，这不比花自己的钱香吗？再者说，高考状元若是有机会，自己肯定要争上一争。同时也要看看张震的堂弟到底是什么实力。思忖这么多，目前最为重要的就是提升实力。目前自己的实力只有可怜的10级，10级放眼在整个漠北一中，依旧是能够名列前茅。但有什么用？根据现在知道的消息，张震第一只受宠应该是紫风魔虎的幼崽。这种幼崽的实力已经不弱于一般的10级武者，若是加入风属性丹药培养的话，实力只会更强。更不消说还有一个天赋极高的堂弟。梁非凡打定主意之后，非常果断的直接迈步离开城市，走向密林。接下来他要不断的杀戮，趁着10几天的时间再度将实力提升一个档次。3日后，梁非凡赤裸着上身，挥刀将一头猛虎斩杀，伸出右手运转大荒吞天诀的功法，不断的吞噬猛虎魔兽的精血。然而这时候的梁非凡眉梢却是微微一皱。15级的魔虎精血吞噬进入身体之后，已经没有先前那种狂暴的感觉。梁非凡望着自己现在的实力 LV12， 经过2次淬体之后，梁非凡只觉得自己的力量相比之前呈现出指数型增长，但是猎杀妖兽吞噬气血的效果同样也是断崖式下降。15级的魔兽都不能让自己的实力再进一步，难道说要去寻找更加强大的魔兽？那这样的话只有往更深处走了。至于这更深处，梁非凡不由得微微蹙眉。还在念书的时候，老师不止一次的强调过，绝对不能离开城池附近的密林。难道说密林之外有什么古怪？第15章，狼群围攻。密林边缘，走出密林之后，眼前的景象着实是让梁非凡心头一怔。荒芜的沙漠，密林外围竟然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带，一阵风拂过，甚至于能清楚地看到在细沙上留下的痕迹。沙漠之上偶尔凸起的几块硕大的岩石，成为沙漠唯一的遮蔽物。密林的外围竟然是沙漠，难不成自己待着的林子只不过是一片防沙林？梁非凡打量着眼前的林子，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只不过是沙漠而已，为什么学校里的老师会对这块区域敬而远之？回想起当初上学的时候，有不少同学曾经问起密林之外是什么，当初上课的老师脸色微变，只是淡淡的留下一句，这不是你们应该知道的。简单的留下这么一句之后就不再解释。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梁非凡的认知里，密林之外的地方极度危险。看了一眼密林，梁非凡慢慢的踏上沙漠，踩在柔软的细沙上，梁非凡回想着脑海中前世沙漠求生的知识。什么地方可能出现流沙，什么地方可以寻找到水源。前世身为特战兵王，野外求生经验自然不需多说。往外笔直前行了一段路程，梁非凡找了一块硕大岩石造成的背风面，准备在此处休息。往回看了看，远处依稀还能见到自己先前离开的密林。因为担心沙漠存在的危险，梁非凡步行的速度并不快。休息之前，他下意识地抬头看向天空，天气阴沉，阴云将能够用来辨认方向的北斗七星遮掩得严严实实。今天的运气似乎有些差啊。不过距离密林也不是很远，倒是不着急辨认方向。梁非凡打探好周围的情况，靠着石头慢慢地闭上眼睛。沙漠里面最危险的就是迷失方向，其次失去水源。水源这个东西，梁非凡并不是很担心，沙漠里面多半有不少魔兽，那是随处可见的水源。迷失方向才是最为恐怖的事情。毕竟10几天后，梁非凡还得回去处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绝对不能在沙漠里面耽搁太久的时间。梁非凡靠着石头，一阵阵疲惫上涌，渐渐睡去。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梁非凡被灼热的太阳晒醒，他迅速站起身子，脸上涌现出一抹愕然，自己竟然睡得这么熟。经过长时间的特战训练，梁非凡已经形成了神经反射，
任何时候只要自己不想，绝对不可能进入熟睡状态。可是，在沙漠里面，梁非凡不知道怎么的，感觉到非常疲惫。难道说这也是沙漠的特性吗？梁非凡皱了皱眉，转头看向身后密林的方向。可是眼前出现的场景却让他瞳孔微缩，密林消失了，原先还能够看得到的密林，如今已经变成了黄沙。梁非凡眼神中透着疑惑，迈开步子望着密林的方向前行。可是行走很长一段时间，熟悉的密林依旧没有出现。怎么会这样？梁非凡咽了咽口水，心头不由得生出一抹慌乱。他没有继续前行，情况不明的状态下退回到原处才是最为正确的选择。可是梁非凡往回走一段时间，发现昨天晚上休息的巨石也没有任何踪影，完全消失了。梁非凡心里面很清楚，沙漠里面因为缺少参照物等等原因，很有可能导致出现迷路的情况。可是自己这才多少米的距离，最多也就是2公里左右。2公里的距离，就算是脚下稍微有些倾斜，也绝对不可能偏离太远。但这怎么可能？想到这里，梁非凡取出随身携带的手机，上面没有任何信号，甚至于连随身携带的指南针都彻底失效。沙漠里面竟然还有磁场干扰，信号完全失效，我现在算是失联状态。梁非凡眼神逐渐变得凝重不少，将手机放好，转身继续朝着密林方向前行。既然沙漠的情况不清楚，回到熟悉的密林是最直接的方法。梁非凡继续朝着前方挪步，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的时间，天色逐渐开始变得暗淡，失去了灼热太阳的炙烤，周围的温度迅速降了下来。梁非凡下意识地抬起头，看向上方的天空。上方的天空依旧是阴云密布，看不到任何的星辰，仿佛并不是太阳落山，而是因为头顶上的乌云将太阳完全遮蔽住。看不到星辰，就代表着永远看不到方向。梁非凡继续往前行走，现在周围全部都是沙漠，根本找不到能作为避风处的岩石。找不到岩石，只能够继续往前。至于找背风的斜面，梁非凡没有这个打算，毕竟整个沙漠的情况一无所知，找个斜面作为休息地，那跟找死没多大差别。一路往前，梁非凡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异常的疲惫，整个人的双腿更是如同灌铅一般，抬不起来。沙漠里面进入到黑夜之后，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一阵疲惫感，就算是服用了补气丹，也没有多大的作用。梁非凡在感受到疲惫的瞬间，就直接服用了一枚补气丹，但是依旧没有效果，甚至于连疲惫都没有丝毫的减弱，仿佛黑夜里的沙漠，疲惫就是天然给所有职业者套上的简易 buff。梁非凡撇了撇嘴的继续迈步，越是想要抵抗这种疲惫的感觉，梁非凡就觉得疲惫感越来越重。呼！梁非凡瘫坐在地，双眼布满猩红的血丝。他只是步行了一天，却仿佛像是熬了几个通宵一般，精疲力竭。看着这样的情况，梁非凡喘了几口气。刚坐下来，梁非凡整个人精神不自觉地放松下来，眼皮越来越重。吼吼吼！也就在梁非凡不受控制想要闭上眼睛的时候，一阵刺耳的狼嚎声响起。此刻的狼嚎声仿佛像是钢针猛地刺入梁非凡的身体里，他猛然睁开双眸，在距离自己不远处渐渐地出现了几个黑点，几个黑点口里面不断地发出狼嚎，飞快地朝着梁非凡这边疾驰而来。没想到竟然在这个时候遇到了狼群围攻。第16章情势危急，周围的黑影不断地朝着梁非凡所在的位置逼近。梁非凡伸出右手，猛然朝着自己的嘴巴子扇了一巴掌。啪！清脆的巴掌声响起，疼痛感袭来，梁非凡疲惫的神色略微清醒了几分。望着眼前的这些魔兽，梁非凡握紧手中的砍刀，死死地盯着他们。吼吼吼！伴随着怒吼声响起，眼前的魔狼迅速往前冲刺。七匹狼，最前面的头狼猛然一跃而起，前爪直接扑向梁非凡的肩膀。面对如此凌厉的攻击，梁非凡的身体迅速往下一沉，疾风步迅速施展而出，身形仿佛像是往左平移了一小段的距离，让出了一个身位。眼前的魔狼根本没意识到梁非凡的速度竟然如此之快，身体依旧保持着往前扑杀的动作。这时候的梁非凡没有任何的迟疑，手中的砍刀绽放出一道寒芒。铜头铁骨豆腐腰，梁非凡手中的砍刀迅速轻挑，力量顷刻间爆发，砍向魔狼的腰部。当！万万没想到的是，梁非凡手中的钢刀仅仅只是在对方的腹部留下一道浅浅的印记，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看着这一幕，梁非凡的心头一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身体过于疲惫，还是因为手中的钢刀实在是太低级，连魔狼最弱的腹部都造成不了伤害。好，先前的攻击落下，没给魔狼造成任何伤害，反而将整个狼群彻底激怒。最先的头狼落地，口中发出一声怒吼，紧接着3匹狼夹杂着一阵腥风，继续朝着梁非凡扑杀。马德！
梁非凡轻啐一口，整个人脚步一动，迅速与狼群拉开距离。一旦进入狼群的中央，梁非凡必死无疑。狂奔出去一小段距离，梁非凡脑海中却在飞速运算。可是这具身体属实太疲惫，似乎就连脑袋转的都慢了些。怎么办？梁非凡望着眼前的魔狼群，呼吸几次，勉强将升起来的绝望情绪压制了些许。越是这个时候，越是不能慌乱。然而也就是短短几次呼吸的时间，身后的狼群已经追了上来。拼了！梁非凡猛地咬破舌尖，疼痛让他再度一抽，精神状态恢复了些许。手中的钢刀再度扬起，脚踏疾风步，朝着前方的魔狼狠狠地斩杀而下。一刀落下，梁非凡控制的极为精妙，依旧是落在对方的腹部。施展出全力抽刀之后，鲜血喷涌，一头魔狼重重地摔在地上，前爪扑腾了几下，眼眸中的生机逐渐的消散。击杀一只，梁非凡已经耗尽了不少力量，根本无力再次进攻。看着这一幕，梁非凡心头一横，右手直接摁在了尚且温热的魔狼身体上。大荒吞天诀，功法运转，右手掌心传来一股极为强大的吸扯力，魔狼的气血迅速翻涌，汇入梁非凡的身体内。磅礴的气血不断地冲击着梁非凡每一寸的经脉，身体传来剧烈的疼痛，仿佛像是一盆冷水直接从梁非凡的头顶浇灌而下。头昏脑胀的身体再度变得清醒了不少。先前斩杀了一头魔狼，震慑到周围的狼群，再度将梁非凡围起来的魔狼此时并没有着急出手，前爪抵着地面，口中不断发出吼吼的低吼。刺！梁非凡再度握紧手中的钢刀，脚步微动，迅速朝着最近的魔狼冲了过去。暴起发力，趁着对方还没有形成围攻的局面，梁非凡必须率先撕开一道口子。刺啦！似乎是有了刚才魔狼鲜血的助力，梁非凡这次出刀快准狠，冰冷的刀刃划过对方的腹部，又是一头魔狼殒命。极快的速度，直接斩杀两头。梁非凡顾不得多想，再度运转功法，吞噬眼前的魔狼精血，接连胡乱吞噬两头魔狼精血。梁非凡的实力也已经达到了极限，12级的极限。若是再吞噬一头，必然会突破至13级。一旦突破，身体内的大荒吞天诀会迅速运转，调转身体内的气血，不断的淬炼根骨经脉。战斗之中突破，无疑是最危险的。可现在梁非凡没有那么多时间考虑，他左手翻动，拿出几枚补血丹，迅速含在口中，眼眸再度看向下一头魔狼。此刻的他手中的钢刀早已被鲜血染红。疾风步施展，梁非凡瞅准时机，迅速冲了出去。死！口中暴喝一声，眼前的魔狼反应速度不可谓不快，迅速扬起狼爪，朝着梁非凡这边扑了下来。狼爪夹杂着一阵腥风，而在这时候，狼群也是迅速反应过来，调整好策略，两匹狼绕到梁非凡的身后，伺机而动。三狼围攻！看着这局面，梁非凡的心头也是猛然一横，手中的钢刀接连挥舞，怒斩而下。当！狼爪拍到钢刀之上，发出清脆的金属交鸣。然而此刻的梁非凡根本不给魔狼喘息的机会，再度抽刀横砍。疾风步速度加持之下，这一刀直接划向魔狼的腹部。刺！刹那之间，魔狼发出一声悲鸣，嗷呜！滚烫的鲜血直接喷向梁非凡，遮蔽了他的视线。击杀这头魔狼之后，梁非凡感觉身后有一道黑影呼啸而至，他顾不得这么多，身体旋转，想要横刀护在身前。可是刚才的抽刀怒斩已经耗费他大量的精力，如今的梁非凡身体俨然已经是强弩之末。刺啦！梁非凡只觉得左臂传来了一股钻心的疼痛，一块血肉被魔狼的利爪撕下，鲜血立即顺着衣袖渗出。梁非凡将一枚补血丹吞服，补血丹进入身体，梁非凡大口的喘着粗气，凝视着眼前的魔狼。死！再度发出一声狂吼，梁非凡强行提起力量，挥刀砍下。当！这一次强行挥刀角度有些偏颇，没有击中魔狼最为脆弱的腹部，而是直接砸在脑袋上。铜头铁骨豆腐腰！魔狼整个人被砸入沙漠中。然而这时候，梁非凡手中的钢刀也是彻底结束了自己的使命，刀身断裂，分成两块。刀柄之上传来的反震力道，让梁非凡虎口开裂，剧烈的疼痛袭来，险些让他脱手而出。吼吼！就在此时，砸入沙漠里面的魔狼不断挣扎，即将挣脱出梁非凡的控制，局势再度危急。第17章，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给我死！顾不得这么多，梁非凡踩着先前被砸入沙坑中魔狼的头部，抓起已断裂成2截的刀柄部分，狠狠地插了下去。梁非凡将身体里面全部的力道灌入其中，猛然捅了几刀之后，刀刃卡在了魔狼的头部，脚下的魔狼也渐渐没了动静。呼呼，大口的喘息了几下，梁非凡望着眼前剩下的4匹狼。
似乎是因为沙漠的关系，梁非凡只觉得自己嗓子都快冒烟，四肢仿佛像是有1000斤重。如今手里面的砍刀也没了，失去了武器，面对着肉身原本就远超人类的魔狼，梁非凡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吼吼！就在梁非凡刚刚喘息了几口，眼前的魔狼再度发起冲锋，前爪摁住地面，整个人的身体如同长弓般弯曲，而后猛然扑了上来。该死！梁非凡握紧拳头，屏息凝神，一记左勾拳打出，拳头击中魔狼的头部，导致对方的身体偏了些许。趁着这机会，梁非凡迅速弓步挺进，这些全部都是梁非凡前世训练产生的肌肉记忆。好！拳头传来一阵剧痛，先前扑杀上来的魔狼也是发出一声悲鸣，整个身体如同沙袋一般重重地摔在地上。落在地上的魔狼四肢站住地面，晃动了下脑袋，走路都变得有些踉跄。看着这情况，梁非凡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拳头，自己先前的一拳将魔狼打成脑震荡了。转念一想，在转职之前自己就是武科第一，身体素质远超一般人，要不然张震也不会一直都被自己压在下面。如今转职以后，在大荒吞天绝功法的辅助下，自己进入淬体境，每次实力的提升，浑身上下仿佛像是被重锤重塑一般，说不出来的难受。这些苦都不是白吃的。梁非凡想到这里，心头微微一颤，但现在整个身体着实是动弹不得，仿佛像是被榨干了一般，再也提不出任何力气。然而这时候，剩下的几匹狼迅速围了上来，身后刮起一道腥风，又有魔狼扑杀上来。梁非凡此刻的双腿仿佛像是灌铅一般，动弹不得，根本就无法转身。这时候的梁非凡心里面咯噔一声，狼搭肩。在野外探险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狼搭肩，饿狼搭肩莫回头。若不是梁非凡腿功了得，光是这么一扑，自己已经倒在地上。该死！梁非凡握紧拳头，不断的喘息，想要借助扭动身体的功夫挥出一拳，但自己的速度能够快得过饿狼吗？恐怕在自己刚刚转头，喉管就被对方一口咬破，必死无疑。想到这里，梁非凡暂时不敢动弹，只能够保持目前的姿势不变。可这时候，狼群显然没想这么放过梁非凡。在一匹狼将前爪搭在梁非凡肩头的刹那，另外一匹狼前爪扑腾着地面，顺势弹跳。梁非凡一时间无法动弹。然而也就是在这时候，一股极为强烈的威压从远处迸发而出。梁非凡只觉得自己的眼前仿佛有着数道白光呼啸而至，眯着眼睛勉强能看得清楚，这些白光似乎呈现出月牙状。刺！朝着梁非凡这边扑杀而来的魔狼，身体仿佛像是被什么东西切割过，迅速出现一道猩红色的血线。短短一次呼吸的时间，魔狼身体依旧保持着前冲，但是后半截身体却是重重落在地上。不仅如此，就连身后搭在自己肩头的狼爪也是跟着一松，失去了压迫力。梁非凡顾不得许多，目光看向白光处，目力所及范围内的一道身披黑色斗篷的身影慢慢的从远处走来，对方的速度极为的缓慢，仿佛像是散步一般。可是每踏出一步，梁非凡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两人之间的距离迅速缩短。就这么的，黑色斗篷缓缓来到梁非凡的面前。不知道为什么，无论梁非凡如何仔细观察，他永远都看不清楚斗篷之下的面孔，就仿佛在那面孔上覆盖着一层薄雾。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沉闷的声音轰然在梁非凡的脑袋里炸响。紧接着，梁非凡下意识的想说些什么，可也仅仅只是吐出一个音节之后，强烈的疲惫迅速涌现，他再也撑不住，仿佛像是掉电了一般，重重的摔在沙漠上。黑色斗篷看着摔在地上的梁非凡，眉头微蹙，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奇怪，在他的身上为什么感觉不到任何元素波动？不过他的气血极为的澎湃。黑色斗篷迟疑了片刻，而后从自己的口袋里面缓缓摸出一张符箓。人族繁衍不易，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符箓拍在梁非凡的身上，一股极为强大的吸扯之力传来。梁非凡的身后赫然出现一道绽放着蓝色光芒的法阵。黑色斗篷轻轻一拍，梁非凡身体顺势被法阵淹没。也不知过去了多久，梁非凡慢慢醒来，睁开眼的瞬间，入目之处是一片茂密的密林，淡淡的太阳光顺着郁郁葱葱的密林映射而下，仿若星辰一般散落在地上。梁非凡神色狐疑，右臂支撑着地面，这才勉强坐了起来。左臂之上，鲜血已经跟衣服沾染凝固在一块，无法使力。我这是……梁非凡艰难地掏出手机，上面已经有了信号，显示未读消息100加。也就是在梁非凡准备打开最新消息的时候，手机忽然闪烁了下，彻底陷入黑屏，没电了。梁非凡无奈地撇了撇嘴，右手一翻，取出一些储备好的药物放到嘴里吞服，又稍微休息了一段时间，
梁非凡这才恢复了几分力气。有了太阳，他大致辨认了下方位，朝着前方移动。不多时的功夫，眼前那熟悉的城池映入眼帘。自己又回来了，漠北市。梁非凡身上血迹斑斑，换作是前世，估计会被直接扣下来盘问。但在转职者的世界，武者殒命都司空见惯，更不用说只是受伤而已。回到了熟悉的城市，梁非凡准备先去医院处理下伤口。可是他还没走出几步，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道清脆的声音：“梁先生。”声音并不大，语气里面似乎透着些许的犹豫。梁非凡缓缓转头，只见先前在拍卖场见到的微微站着不远处，迟疑地看着自己。第18章处理伤口。在梁非凡转过头之后，微微这才愣了愣神，确认是梁非凡之后，他快步走了过来。梁非凡，你跑哪里去了？给你发消息也不回。微微眼神略微往下，看着他胳膊左侧鲜血淋漓的伤口，下意识倒退了几步。手机没电了。梁非凡拿出自己已经黑屏变成搬砖的手机，在微微的眼前晃悠了几下，而后继续往前走。我现在要去医院简单处理下，你要是有其他事，就此别过吧。我没事，我陪你去医院吧。微微看着鲜血淋漓的伤口，朱唇微起。成。梁非凡没有多说，踏步朝着医院的方向走去。两个人就这么默默地走着。微微时不时看向梁非凡的伤口，语气中有些担忧：“你这伤口到底是怎么弄的？”“没什么，就是去了一趟沙漠，然后被那边的狼挠了。”梁非凡随口回答道。可是提到沙漠这2个字的时候，微微神色微变，而后旋即摇了摇头：“吹牛，吹牛。”刚刚微微神色的变化，梁非凡也是看在眼中。他心里面很清楚，眼前的小妮子恐怕是对密林之外的沙漠有所了解。既然这样，那稍微引导一下，指不定能够从他的口中得到一些情报。毕竟自己这次差点挂掉，就是因为情报搜集的不够。怎么，你对沙漠很了解？梁非凡看似随意的问道。也不是很了解吧，只知道沙漠非常危险，一般人进入沙漠必死无疑，那地方光靠走是不可能走得出去的。微微叹了口气，而后慢慢的讲道。光靠走是不可能走得出去的。梁非凡深以为然，在沙漠里面无法辨认方向，只能够依靠眼睛，而且稍微走了几步，参照物就会彻底消失。这已经不是迷路那么简单，而是透着诡异，仿佛整个沙漠是活的，正在不断的移动变化。只不过要是没记错的话，眼前的微微应该是来自拍卖行，他们拍卖行走南闯北，肯定也会经历过沙漠，说不定应该知道一些通过沙漠的方法。想到这里，梁非凡也不迟疑，继续试探性的问道：“沙漠这么复杂，你们拍卖行的话又是怎么过去呢？”“我们有传送阵。”微微撇了撇嘴，俏脸上有些无奈，似乎传送阵这种东西并不是什么稀奇的玩意，要是大型货物的话，就直接走城池的传送阵，若是小型货物的话，就直接走拍卖行内部的传送阵。不光是我们，哪怕是武者想要前往附近的城市，都只能走传送阵。微微的话透给梁非凡不少有用的信息，哪怕是武者前往附近的城市，都只能走传送阵，从来没有人走沙漠穿行到附近的城市。只不过这些内容高中的老师并没有讲，梁非凡又将所有的时间全部都是花在锻炼身体上，几乎很少外出，所以他对这些并不了解。只不过要是没有人前往沙漠，那自己在沙漠里面见到的那个黑斗篷到底是谁？他怎么会出现在沙漠里？梁非凡脸上划过了一抹疑惑，看着梁非凡眼神中的疑惑，微微似乎想到了什么，打趣道：“你不会想节省传送的钱，自己徒步走到另外的城市吧？”梁非凡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不可能，密林之外是沙漠，在沙漠的极远处，是，总之不可能徒步穿越到另外的城市，而且不仅不可能穿越，就算是你徒步一直走，也不能走到邻近的城市。”微微颇为笃定地说道。他这番话却让梁非凡再度眯着眼睛。徒步一直走也不能，这样肯定的词语从微微的口中说出，看来他肯定是知道什么内幕。而且从前面的半句话来看，密林之外是沙漠，在沙漠的外面似乎还有什么地方。梁非凡捕获到了不少先前不了解的知识，顺口继续问：“那沙漠之外？”可是他的话还没说完，微微就直接打断了梁非凡的话：“医院到了，先进去处理伤口吧，我在外面等你。上次你找我炼制的丹药已经完成，下个路口就是拍卖行了，正好递给你。”微微说着就停下了脚步。“嗯，好。”梁非凡也没有迟疑，迅速走进医院。进入到医院之后，他迅速挂号，然后前往外伤科。接待自己的是一位女医生。在这个世界，能成为医生这个职业的，大部分都是转职成为牧师奶妈系列的职业。不过眼前的这位女医生身材不太符合奶妈的模样，套上白大褂之后，
脚上踩着黑丝瀑布的头发高高盘起，俨然就是一副御姐模样。什么问题？不仅是长相御姐，就连声音也非常御。低沉的嗓音在梁非凡的耳畔响起。哦，被狼抓了一下。御姐医生抬头看了一眼，目光停留在那血淋淋的伤口上。衣服已经跟伤口粘合在一起，待会我会用治疗术帮你处理，不过还是会有些疼，看你自己是否需要麻药注射。若是需要的话，去药房那边交钱拿药，要是不需要，我们现在就开始治疗。御姐医生看了下伤口，脸上不带有任何感情。他似乎见过不少这种情况，经验丰富到已经见怪不怪了。梁非凡微微蹙眉，沉声道：“直接开始吧。”成。御姐医生从旁边取出一块消毒清洗过的白毛巾，递给梁非凡，将这个含在嘴里，咬紧。梁非凡照做。御姐医生伸出自己的左手，柔和翠绿色的光芒亮了起来。梁非凡只觉得一阵冰凉的感觉袭来，仿佛像是吃了薄荷糖。紧接着，御姐医生的右手上多出一柄手术刀。我会将你左臂上的腐肉刮除，而后再涂抹上药膏，接下来就等待自主愈合了。刮除的时候会很疼，我尽量快点。御姐医生提醒了一句，没有任何的废话，手术刀迅速落下。梁非凡嘴角微微一抽，牙齿咬住毛巾。这时候，正在处理伤口的御姐医生却是发出了一声轻疑：“怎么会这样？”第19章沙漠侵袭。怎么会这样？御姐医生皱了下眉头，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你这是在什么地方受伤的？仔细检查了下梁非凡的伤口，御姐医生神色凝重道：“密林之外的沙漠。”梁非凡如实说道。可就在提及沙漠这2个字的时候，眼前御姐医生脸色瞬间一变，仿佛像是见到了极为恐怖的东西。他迅速放下手术刀，往后倒退了几步，盯着梁非凡的眼睛，似乎想要从这一双眸子里看出后者是不是在撒谎。你自己去的沙漠？御姐医生再度询问了一遍。看着对方如此谨慎的神色，梁非凡满脸疑惑。我当初在密林里修炼，然后想寻找更高等级的魔兽，所以就穿过了密林。梁非凡在说话的时候，御姐医生一直都盯着他，没有放过任何一句话，似乎想要从对方的眼中看出破绽。但是没有，梁非凡的眼神极为的真诚。也就在双方对视的时候，一道清脆的声音从门外响起：“冰冰姐。”听到这句话，御姐医生猛然转头看向站在门口的微微。梁非凡循声望去，只见微微迈着雪白修长的美腿径直走了进来。“微微，你怎么来了？”御姐医生转头看向门口的微微，有些疑惑道：“冰冰姐，我是和她一起来的。”微微看了一眼梁非凡，莲藕般的玉臂飞快探出，缠着面前的御姐医生，而后轻昵道：“我这不是看着进来这么久都没动静，所以就过来看看。眼前的画面，活脱脱的萝莉配御姐啊！”梁非凡脸上也是透着疑惑，打量了一眼，随口道：“你们认识？”“冰冰姐可是整个医院技术最好的医生。”微微拽着御姐医生，梁非凡这才看到桌子上放着的名牌。王冰，原来面前的御姐叫做王冰啊！微微，她是你们的人？王冰只是应付了下微微，但是他全部的注意力都落在梁非凡的身上。这不是，他最多只能算是我们的客户。微微看着王冰凝重的眼神，也没有继续开玩笑，而是颇为认真道：“怎么了，冰冰姐？她被侵袭了，需要凝光草，你们拍卖行应该有吧？”王冰看着眼前的梁非凡，将白手套取了下来。“我不知道你怎么去的沙漠，但你这伤口已经被侵袭感染，还好伤口并不是很深，而且，总之，你先去购买凝光草，碾碎以后吞服，然后再来找我处理。”王冰没有多说，转头看向病房外，喊了一句：“下一个。”梁非凡皱了下眉头，从病床上下来，朝着王冰微微颔首：“谢谢。”王冰没有答话。梁非凡跟微微2个人从医院里面走出来。微微看着眼前的梁非凡，一双眸子瞪得大大的，水灵灵的双眸配合着她萝莉甜美的模样，颇具杀伤力。“你一直看着我干什么？”梁非凡被盯得有些难受，转头看向微微：“嘿嘿，没有啦。”微微将目光移开，仿佛像是好奇宝宝一般问道：“你真的去了沙漠？你怎么从那边活着回来的？”“哦，不，我的意思是，你怎么走出来的？”微微的话让梁非凡皱了皱眉，不过想到还要从对方手里购买凝光草，而且指不定还能拿到一些更多的情报。“我只是在树林和沙漠的边缘移动，刚走出去没多久，就遇到了狼群的围攻。我没有实力，还受伤了，所以就直接扭头往回跑，就这么回来了。”梁非凡将过程尽可能的省略，自己左肩上的伤口已经能够证明很多事。“那你运气还真的是好啊。”微微拍了拍自己的酥胸，心有余悸的说道：“你要是进入沙漠深处，那可是真的就回不来了。怎么，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梁非凡故作好奇的问道。听到这里，微微稍微犹豫了片刻，似乎在考虑着什么。短暂的沉默后，
他还是叹了口气道：“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听家里的长辈提起过。你知道为什么每个城市的外围都是密林吗？”微微看向眼前的梁非凡，但看着对方一脸疑惑的样子，他顺着话茬继续说了下去。其实这些密林都是高等级武者布置下来的法阵，目的是为了固定城池的位置。而法阵之外的沙漠，听家族里面的老人说，那是另外一片空间。在那片空间里面，每时每刻位置都在发生变化，很有可能你前脚进去，后脚就找不到出口。这也是为什么就算是实力再强的人也会谈之色变，因为就算是他们也会在沙漠里面迷失，从而彻底被困死其中。微微说出来的话，梁非凡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联想到自己所遇到的情况，的确如同微微所说的那般。第一个晚上，自己再回头就看不到密林位置，甚至于走出去一小段距离，再回头就找不到岩石的位置。原来整个沙漠是移动的，而且进入到沙漠之中后，自己身体会异常的感觉到疲惫，估计也是那片空间特有的属性。梁非凡忽然想到了什么，看向旁边的微微，有些疑惑道：“那有没有可能在沙漠里面有人生存呢？”“绝对不可能。”微微颇为笃定道：“没有人能够在沙漠里面生存，那片沙漠可不仅仅只是移动那么简单。只要进入那片空间，人会感觉到极度疲惫，尤其是夜晚的时候，这种疲惫感会更甚。这都是因为侵袭的后果，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的武者能够抵挡住沙漠里的侵袭，哪怕是再强大的武者进入沙漠，最多也就只能存活7天。这绝对不是我在危言耸听，而是在人族编年史上记载下来的。7天，人类最强大的武者进入到沙漠，只能存活7天的时间。可是自己在昏迷之前见到的那个漆黑斗篷又是谁？看对方的样子，绝对不像是在沙漠中只待7天的样子。对方似乎对里面极为熟悉，转瞬就能够将自己送出来。要是按照微微的说法，那自己遇到的黑斗篷又是什么级别的强者？第20章，是时候了断了。梁非凡想到这里，神色不由得有些凝重，似乎有些地方缺失了，导致线索无法串起来。倏然，梁非凡忽然想到了什么，再度开口道：“你刚刚说侵袭，是什么侵袭？”提到侵袭2个字的时候，微微脸色也是变得有些不自然。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什么？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微微收起原先俏皮的话，神色肃穆地说出这句话。深渊？梁非凡心中不由得咯噔一下，几乎是下意识的，他开口追问道：“你的意思是深渊侵袭？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知道所有接触过深渊的人身上都会附着深渊的气息，就像你左胳膊一样，一旦沾染上这种气息，寻常的治疗方法将会彻底失效，只有通过特殊的药物将深渊之气压制，才能慢慢恢复。”微微看着梁非凡的胳膊，小心翼翼地说道。想到这里，梁非凡的脑海中赫然浮现出一幅画面：医生王斌在给自己治疗的时候，听到自己前往过沙漠，那下意识的倒退，以及说起侵袭2个字，脸上古怪的神色，多半都是跟眼前的深渊有关。在哪里能够查得到深渊的信息？梁非凡脸上多出些许凝重，或许查到了深渊，就能够查到救下自己的黑斗篷。而微微的身后是拍卖场，拍卖场走南闯北，自然也是消息最全的地方。没有任何的书籍会记录深渊，就连人类编年纪元史上都没有任何关于深渊的消息，或者说深渊之地原本就不可被记录。微微摇了摇头，看向眼前的梁非凡。不过我劝你还是少打听的比较好，那个地方知道的越多，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微微说到这里的时候，整个人冷不丁的打了一个寒战。好吧，那我先购买凝光草。梁非凡也不在这个事情上纠结下去，就算有记录又怎么样？人类的记录往往都会删减，或者只记录自己所知道片面的消息，历史只能够作为参考，真相还是需要自己去探究。只不过自己的确得抓紧时间，左手有伤，的确不是一件方便的事情。凝光草倒不是很难找，拍卖行里面倒是有很多。有些时候我们的货物运送过程中也会不小心被深渊侵袭，所以凝光草基本上都是常备物资。微微嘀咕了一句，脸上又换上了甜美的笑容。只不过这句话里面的意思却别有深意，货物运输的过程中也会被深渊侵袭，这就说明沙漠未必只是深渊的一个出口。想想也是，在第1天晚上的时候，自己并没有任何被侵袭的迹象，只是感觉到疲惫而已。但是在第2天就遇到了狼群的围攻，恐怕围攻自己的狼群应该是从什么地方沾染上深渊的气息。没走多久，梁非凡就跟着微微走进了拍卖行。进入到拍卖行以后，微微先带着梁非凡进入旁边的贵客休息室，他关上门出去了一阵子，回来的时候手中端着一个木盒，这是你上次委托我凝练的丹药，还有这个就是凝光草。说着的时候，
微微伸手拿出一小捆凝光草，看上去差不多有4、5根的模样。凝光草可以直接碾碎服用，也可以直接敷在伤口处。你的伤势，我建议还是一起上吧，这样好歹能够恢复得快一些。微微打量一眼梁非凡，建议道：好，我知道。梁非凡接过对方手里面的草药，又忽然想到了什么。对了，拍卖行里面有没有武器？我手中的兵刃断了，想要购买一把趁手的兵器。这个我们倒是有，不过算了，你看中什么，直接开价卖给你吧。微微原本想说有倒是有武器，只不过得上架拍卖，但是看着梁非凡现在的模样，好像抓他过来竞拍也不太现实，索性就直接卖给他吧。听着微微的话，梁非凡不由得对其高看几分。能够立即做主拍卖行的事情，眼前的这个小妮子肯定不是普通的店员这么简单。只不过谁的心里面都有秘密，既然微微不想说，梁非凡也不可能追着问。那成，我按照溢价50%买吧，这样你们也没亏什么。梁非凡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菜鸟，拍卖行除非是稀奇的物品，否则差不多也就是溢价50%左右，不可能太高。也成，那你跟着我来吧。微微没有多说，转身带着梁非凡朝着库房的方向走去。半小时后，梁非凡手里面多出一柄乌黑的宽刃，整个刀身差不多将近1米，手臂处雕刻着精美纹路，赤身通红，两侧开刃散发着亮银色的光芒。梁非凡右手挥舞了几下，重量刚刚好，厚重又不失灵活。换作是以前，梁非凡绝对不会选择这柄宽刃，因为属实是太重，必须得用双手才能勉强挥舞。可是现在经过大荒吞天诀功法的淬炼，他的骨骼强壮了不少，力气也是呈现几何倍数增长，单手挥舞这柄宽刃已经毫无压力。几乎是在看到这柄刀的时候，梁非凡的目光就被吸引，买下之后更是将其取名为宁渊。听到这2个字，站在一旁的微微也是不由得嘴角微微抽动。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梁非凡找了个旅店住下，胳膊敷上碾碎的凝光草，同时将其另外一株吞服而下，运转大荒吞天诀法门。刹那之间，左臂之上传来阵阵清凉感，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逐渐的消散。1小时后，梁非凡只觉得恶臭扑鼻，臭味足足弥漫了半小时，才逐渐的散去。然而这时候，丹田之处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朝着4肢百骸迅速涌去。要突破了吗？梁非凡咬紧牙关，猛地催动功法，同时又翻出几枚不血丹，吞服而下。一夜无话，伴随着清晨的阳光洒向大地，梁非凡猛然睁眼，浑身的气势瞬间迸发而出。LV13，自己终于突破了。经过1个晚上的修炼，梁非凡的精气神都恢复的差不多。他握住手里面的凝渊，踏步朝着漠北一中的方向慢慢走去。有些事是时候做个了断。第21章，谁敢与我一战？漠北一中门口，梁非凡将凌渊拖在地上，脚步慢慢前行。呲呲呲，冰冷的钢刀摩擦在地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不少学生都是朝着这边微微侧目。梁非凡的左胳膊上缠着绷带，右手托着凌渊宽刃，让他身上平添了几分武者才有的肃杀之气。不少高1高2的女生美眸微动，眼神不住的在梁非凡身上流转。好帅啊，这种才是真男人，尤其是手上的绷带，属实是太硬气了。硬汉才是男人的标配啊！学校里面的那些娘炮真特么的想抽死，做娘炮还特么不如去变性。这不是梁非凡学长吗？我听说他好像觉醒的职业是农夫，是不是心理出问题了？哎，有什么办法？主战类的职业只是少部分，大部分都是生活类的职业。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梁非凡以前可是年级第1，最有可能觉醒强力主战类职业，但是谁知道天赋这种事情早就是上天注定好的。那你们说他这次来是为了什么？不会是真的想找学校的麻烦吧？找学校的麻烦？你真的以为学校5科的那些老师都是吃素的？他们可都是真正的职业武者。同学们只是在校门口稍微聚集了一阵子，大家都是纷纷散开。毕竟高中可是有上课时间限制的，这要是迟到了，还不知道要被罚跑多少圈。梁非凡慢慢的走到学校门口，随手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横幅挂了起来。漠北一中高考生，可敢与我一战？挂好横幅之后，梁非凡将手中的宽刃重重砸在地面上，右手扶着刀柄，双眸紧闭。看着这道横幅，门口的保安互相对视一眼，纷纷跑上前来。同学，请你离开，这里是校门口，不是你撒野的地方，抓紧时间滚蛋。几个保安跑到梁非凡的面前，恶狠狠地训斥道。梁非凡微微睁开双眸，指了指脚下的地面，这里是校门口之外，龙国尚武，任何武者不准械斗，但却允许正规百类挑战。我这样的做法合理合规，你们也只不过是学校里面打工的，我不为难你们，但要是你们再往前一步，就别怪我。梁非凡的话还没有讲完，眼前的保安嘴角发出一声轻哼，握拳径直冲了上来。
拳风呼啸而至，梁非凡眼神猛地睁开，脚下施展出疾风步，身形仿佛像是鬼魅一般，从保安的一侧直接飘了过去。没错，就是飘了过去。飘过去瞬间，梁非凡飞快探出右掌，狠狠地拍在对方的后心窝处。砰！先前冲出来的保安打了个踉跄，身形站不太稳，直接扑哧一声摔在地上。当众表演来一个亲吻大地的狗吃屎！看着保安摔在地上，不少聚在校门口的同学都是忍不住捧腹大笑。保安率先发动攻击，连梁非凡的衣服都没有碰到，整个人就摔出了狗吃屎。这样的情况瞬间让周围的保安觉得颜面无光。一起上，制服这小子！几个保安迅速冲了上来，梁非凡没有大意，手中的宽刃猛地握紧，口中发出一声轻喝：切！简单一句话，梁非凡拔刀而起，刀刃绽放着寒光，迅速划向面前的这些保安。我们在这里看着，你们快去拿武器！感受到林渊散发出来的杀气，保安队长招呼一声，立即有2个人冲到后面。梁非凡嗤笑一声，脚下疾风步迈出，身形接连变化。他迅速冲到附近一个保安的身后，林渊改切为拍，啪！伴随着一道沉闷的声音传来，面前的保安只觉得身后传来一阵说不出来的疼痛，整个人扑倒在地，如同油焖大虾一般蜷缩着。解决掉最近的保安之后，梁非凡又是往前踏出一步，这一步再度将彼此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几分。我说过了，你们拦不住我！梁非凡将林渊扬起，飞快地投掷向另外一个保安，而他面前的这个则是迅速扬起右手，重重地拍了下来。2人同时倒地，梁非凡的脚步已经来到了校门口。这时候，先前跑回去领装备的保安看着眼前的情况，也是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摧枯拉朽，解决掉这些人根本不用耗费多大的力气。身为曾经漠北一中的天之骄子，他对这些保安的实力也是有初步的了解。真正实力强悍的武者都活跃在城市之外，猎杀妖兽或者进入军队。校门口的这些保安大部分都只是一些空有蛮力的职业者而已，大部分实力跟现在的自己相差不大。毕竟武者实力的提升后续需要大量的资源，一般的保安也就是在12、3级实力左右，再往上他们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培养。梁非凡终究没有踏入校门，只要自己不进入校门，那么摆设擂台就是合理合法的。可自己一旦进去，那就是冲入学校闹事，后面再是什么情况，就是校长巴巴一张嘴能定的。毕竟自己人微言轻。看着梁非凡在校门口站定，校内拿着武器的保安也是松了口气。也就是在双方对峙的时候，学校教学楼方向一道身影急匆匆地朝着这边跑了过来。这道身影梁非凡非常熟悉，不是自己的班主任方老师又是谁？看着这一幕，梁非凡微微一笑，正主终究还是来了。梁非凡，你这是什么意思？聚众闹事吗？方老师刚走到门口，看着地上横七竖八躺着的保安，立即出言训斥道：方老师，不分青红皂白就训斥人，这就是你作为班主任的做派吗？更何况你已经将我开除了，我不是漠北一中的学生，你也不是我的班主任。不过方老师，我们之前的赌约你不会忘了吧？梁非凡看着眼前的方老师，将手中的凌渊插入地面，不紧不慢道：赌约？梁非凡要是还有年级第1的实力，就让他就想参加高考。方老师自然不会忘记，只不过现在的梁非凡好像有些不太一样。面前的保安就算是实力再差，也都是主战职业，有天赋加成，不可能连一个农夫都打不过。想到这里，方老师不禁开始有些犹豫。然而这时候，梁非凡觉察出方老师的神色变化，轻哼一声，从自己的口袋里面摸出手机。方老师，其实我这个人嘛，有个习惯，谈正事的时候喜欢录音，就怕某些人到时候翻脸不认账。梁非凡亮出手机，在手里面晃了晃。看着这一幕，方老师心头不由得咯噔一下。第22章，你不是我对手。梁非凡手里有录音，联想到眼前的情况，方老师迅速做出判断，出言稳定梁非凡的情绪。梁非凡，我知道你心里面有怨气，但这里是学校，在门口搞这么大阵仗不好。你要是有什么事情，可以来我办公室，我们坐下来慢慢说。方老师让自己的语气柔和了几分，仿佛像是一位和蔼的老师。可是去办公室慢慢聊，自己只要进入学校，俨然就会成为砧板上的鱼肉，任凭校方随意宰割。梁非凡看着眼前的方老师，咧嘴笑了笑。没必要，方老师，我就站在这里摆设擂台，直到高考前，所有人都可以找我挑战。梁非凡话音落下，就这么直接在校门口盘膝而坐。高考之前，现在距离高考也就3天的时间，而且在高考的时候，省里面会安排主考官负责监考，同时开启秘境。到时候上面的人来了，看着梁非凡坐在这里，事情就有些难办了。方老师皱了皱眉，转身回去。漠北一中的事情也是迅速扩散，不多时的功夫，
整个漠北市区基本上人人皆知，甚至于有不少看热闹的人都纷纷朝着漠北一中的校门口聚集。学生上门单挑整个学校，这种事还是颇为罕见。拍卖行内，微微听到这样的消息，俏脸上不由得微微一怔。这个梁非凡，他脑子里到底在想着些什么呀？但是很快，他简单收拾了下，快步朝着漠北一中的方向赶去。短短1-2个小时，漠北一中附近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方老师看着这情况，额头上也是冒出了豆大的汗珠。龙国允许摆类，更何况自己先前还留下了证据，到哪里都说不上脸。看着焦急的方老师，校长王永斌神色一沉：张家的人什么时候到？已经在路上了，估计最多还有10来分钟吧。方老师看着最近聊天记录的时间，立即回应：好，这件事因你而起，要是处理不好，你也没必要继续干下去了。王永斌看着眼前的方老师，下了死命令。方老师额头上冒着冷汗，大气不敢出。1小时后，张震带着人从远处慢慢走了过来。梁非凡的名额给的是张家，张家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一旦闹起来，学校只能按照章程将名额还给梁非凡。梁非凡眼神睁开，打量着远处的张家众人。张震的身后站着身穿法师道袍的徐老，一行人在梁非凡面前站定。张震抬头看了一眼上面的横幅，嗤笑一声：梁非凡，你是不是脑子秀逗了？还谁敢与你一战？我看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先前在密林的时候，你衣服被扒光的照片视频，现在还在学校论坛上挂着。怎么，还想我在校门口当着这么多人面羞辱你一次？说到这里的时候，张家身后的众人都是放声大笑。哈哈，我说这小子为什么这么眼熟呢？原来是上次在密林里面教训的那个小子，估计是受到打击太大，脑子坏掉了，竟然敢在校门口叫嚣。怎么的，兄弟们上去比划比划？张家身后跟着的武者都是纷纷摩拳擦掌。梁非凡盘膝坐在地上，冷声道：都不认识字是吗？你们是高考生吗？张震，看来你还是没有本事，找这么多人过来车轮战，无非就是想要消耗我的体力，到时候再赢我。但我想告诉你。说到这里，梁非凡深深地朝着张震身后站着的法师看了一眼，不屑地嗤笑道：要是没有张家的高手给你撑着，你只不过是一个废物。没有高手撑着，你只不过是废物。张震目光瞬间变得阴沉，身后站着的武者脸色也都有些难看。他们是张家豢养的鹰犬，如今主人受辱，他们也得对得起这份工资。换作是某条小巷子，他们早就套头往死里揍。但这里是学校门口，而且周围聚集了这么多人，若是他们当众出手，必然会到监狱里面吃几年牢饭。张哥，不劳您动手了，我来教训这小子。话音落下，张震的身后走出来一人。梁非凡看了一眼，认了出来。说话的这个人也是漠北高3的学生吴刚。吴刚成绩不错，这次更是觉醒了主战职业战士。家境贫寒的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那就是抱紧张震的大腿，成为他最忠实的狗腿子。这种做法无可厚非，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吴刚却跳出来找上自己。张震瞥了一眼吴刚，嘴角不自觉地扬起一抹笑意。他不是傻子，梁非凡能够这么大摇大摆地站在这里，手里面肯定捏着底牌，将他的底牌消耗光了，然后再正面击溃对方。有这么多人看着，俨然是最好给张家做宣传的机会。张震美滋滋地想着，笑呵呵地看着吴刚：吴刚，你刚刚突破了10级，刚好可以用来练练手，就当做是高考前的准备。不过注意，千万不要把人打死了。你要是赢了，奖励10颗补气丹，供你修炼使用。听到竟然奖励自己10颗补气丹，吴刚脸上浮现出一抹激动。10颗，足够自己修炼好一阵子了，定不如命。吴刚神色激动地拱手抱拳，手里面提着一根棍子，踏步朝着前方走去。梁非凡眼皮微微一抬，看着眼前的吴刚，沉声道：你不是我的对手，滚！找死！吴刚原本还想着在张震的面前秀一手，没想到人还没走到，就被梁非凡直接训斥，颜面顿时被拉了下来。这要是就这么离开了，估计张震也会看低自己。话音落下，吴刚挥舞手中的长棍，迅速冲了上来。当！梁非凡凌渊随意挥舞，刚猛的劲风划过，金属交鸣的声音传来。凌渊的重量岂能是普通材料的武器所能抵挡？吴刚手中的长棍直接断裂成2截，落在地上。看着这一幕，吴刚面色微微一愣。而此时的梁非凡再度收手，凌渊重重的砸在地上。我说了，你不是我的对手。第23章，一拳破敌。你不是我的对手。梁非凡右手随意的搭在凌渊之上，神色自若。但是他说出来的这句话，却仿佛像是一记重锤，狠狠地敲在吴刚的心头。望着手里面断掉的兵刃，吴刚整个人仿佛像是失魂一般。张震打量着面前的梁非凡，目光落在对方手中那黑红色的宽刃，
甩手一刀就能直接砍断吴刚的长棍。吴刚手里的棍子并不是普通的铁器，而是张家找人锻造出来的玄铁。玄铁无论是韧度还是其他方面，都远超一般的兵器。打造这样一根棍子，耗费了将近10万。也正是因为如此，吴刚才会如此死心塌地成为自己的走狗。可是，竟然被梁非凡一刀剁碎。想到这里，张震嗤笑一声：“我以为你有多强，原来是淘到一把趁手的兵器啊！”昔日的梁非凡，武科第一，一双拳头打遍天下，现在实力不行，开始借助外物耀武扬威。啧，真不是我说你，梁非凡，这柄刀刃花费不少钱吧？就为了挣个面子，面子能值多少啊？有这么多钱，还不如好好改善下生活，何必呢？张震这么一提醒，周围的众人也都将目光看向梁非凡手中的兵刃。整个宽刃长刀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肃杀，仅仅只是看一眼都能够隐隐约约地感受到兵刃上传递出来的寒意。这绝对是一柄好刀。吴刚的心头也是跟着一沉，旋即释然了不少。自己先前并没有输，只不过是武器不够趁手而已。梁非凡，我只听说过狗仗人势，没听说什么人仗刀势。你要是真的有本事，敢不敢跟我贴身肉搏？吴刚一边说着，一边活动自己的手腕，整个人仿佛像是即将上场的拳击手。吴刚转职成为战士，在力量上有极大的增幅，再加上我们张家的丹药进行培养，如今的实力，只要不是以身体著称的12级武者，那都可以被分分钟放倒。也就是在吴刚放话之后，徐老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解释了一句。听到这么说，张震脸上的笑意更浓了几分，立即扯着嗓子喊道：“吴刚，你要是击败了这小子，我再送你一个武器。那就谢谢张少了。”吴刚伸手朝着张震微微拱手，旋即将目光冷冷地注视着梁非凡。你要是现在跪下来给张少道歉，我还能让你少受点痛苦。吴刚的话让梁非凡嘴角的笑意更甚。吴刚，以前的你虽然实力不怎么样，但好歹是个人，怎么现在变成张震的狗腿子，狗里狗气的？梁非凡呵呵一笑，活动了下拳头。哦，对了，说你狗里狗气，是对狗最大的不尊重。找死！吴刚口中猛然发出一声暴喝，身形快速向前，挥舞出来的拳头绽放出淡淡威压。他已经驱动身体里面的内劲，准备下死手。对方杀意涌动，梁非凡要还留手，那就不是仁慈，而是蠢。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梁非凡脚下微动，疾风不起，速度仿佛在瞬间拉升到了极致。而这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吴刚的拳头清楚地打在梁非凡的身上。好！张震口中的话仅仅只是发出了一个音节，眼前出现的景象却让众人心头跟着狂颤。只见吴刚的拳头仿佛像是打到了水雾上，直接从梁非凡的身体穿了过去，根本就没有击中。一股仿佛像是打到棉花上的无力感迅速涌现，吴刚心头咯噔了一下，嘴角扬起得意的笑容，尚未完全收敛，吴刚只觉得一股大力重重地打在肋骨上。砰！大力袭来，吴刚连叫喊声都没有发出，如同沙袋一般倒飞出去，接连撞倒不少景观植物之后，又直接撞到了学校的围墙上。强大的冲击力袭来，吴刚只觉得五脏六腑仿佛像是移位一般，就连呼吸也疼痛不已。多半刚才的撞击让自己的肋骨断了。梁非凡拳头的威力竟然如此恐怖，将对方打出去之后，就连梁非凡的心头也是一个机灵。他没想到自己的拳头威力竟然如此恐怖，一拳轰出，力道足足比自己先前提升了数倍不止。要知道，吴刚可是觉醒了战士职业，而且也是在张家丹药的帮助下。这个职业在力量上有天生的天赋加成，同时在肉体防御上也有不俗的增益。毕竟战士类的职业，无论是进入秘境还是野外刷怪，都是充当 MT 的角色。可是自己一拳轰击过去，竟然能够将吴刚击飞出数米。不仅是梁非凡，就连一直站在旁边的张震也是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徐老，你刚才不是说只要不是肉体强悍的武者都能分分钟摆平吗？徐老眯着眼睛打量了一眼梁非凡，沉声道：“这小子有点意思，先前身体素质强悍，而且他的步伐好像也有些不太对劲。”徐老摸着自己的胡须，脑海中回想起先前的画面，略微迟疑道：“若是没猜错的话，这小子身上应该有一本不错的步法秘籍。”不错的步法秘籍。张震神色有些狐疑地打量眼前的梁非凡，那柄宽刃看上去就造价不凡，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步法秘籍。这个梁非凡还是当初我认识的那个穷鬼吗？他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徐老，你说梁非凡会不会是投靠了城中其他的家族？张震眼神中有些疑惑。在漠北市内，张家的实力强悍，但绝非独一份，其他不少家族实力与张家不分伯仲，毕竟都是大世家，也不至于为了第一第二的世俗排名争个头破血流。所以
在看到梁非凡手里面这么多宝贝之后，张震第一想到的就是这些。不可能，没有哪个世家会浪费资源培养一个生活类的农夫职业。张震刚刚冒出这样的想法，身后的徐老直接否定掉。听着徐老的话，张震微微错愕之后，猛然抬起手拍在额头上，看我的脑子，是我糊涂了。不过这小子身上有这么多宝贝，造化挺好的呀。张震看向梁非凡的眼神里面，逐渐升腾起一股贪婪。第24章不公。张震眼神中绽放出贪婪。然而这时候，旁边的小弟凑上前来：“张少，吴刚怎么办？没用的废物，抬回去给一笔钱，让他滚蛋。他现在的伤势，在高考秘境里面也帮不上什么忙，白白浪费老子家里这么多丹药。”张震瞥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吴刚，神色有些不耐地说道。眼前的小弟微微颔首，正准备前去抬人，却被张震直接拉了过来。若是他死了，那么这笔补偿款就是你的。张震这么说，眼前的小弟瞬间眼神一亮，干活更加卖力。这句话张震说的声音非常小，小到只有自己和干活的小弟听得到，周围站着的这些人都听不清楚。然而这时候，张震身后的徐老眉梢微动，他实力强悍，听觉自然也不差。张震的声音再小，也只是听起来稍微有些费力，并不是听不见。徐老看了一眼张震，心中对他看法有所改观。原本以为张老爷子安排我来跟着一个废物，现在看来倒是我走眼了。徐老心中暗暗道，他很清楚吴刚是张震的小弟，无论是当初招收的时候，还是现在校门口吴刚出头，都在众目睽睽下坐实这么一点。如今小弟负伤，作为大哥的张震自然要讲义气，搞不好这个吴刚就是一个拖油瓶，只会不断的浪费张家的钱。张家还不能开除，一旦开除了吴刚，会让张震名气下跌，人心惶惶，到时候无人可用。可要是吴刚死了，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张震完全可以说自己奋力抢救，但还是晚了一步，吴刚还是没救回来，而且还能够将残杀同学的名头扣在梁非凡的身上，一举多得，给张家摆脱了拖油瓶，又可以泼脏水。至于他身边的这些狗腿子，都是张家的人，他们只是听从张老爷子的指示，让他们去杀了吴刚，是最为合适的人选。梁非凡站在原地，看着吴刚被人拖下去，没有说话，转身径直回到了林渊的旁边。他就这么站着，静静地等待着下一位挑战者。这时候，不少人都是将目光看向不远处的张震。刚才说要挑战的就是他，如今折损了一个小弟，没有了生意。感受到周围这些人的目光，张震心里也是有些犹豫。刚刚那个吴刚就是一个莽夫，梁非凡手里面的底牌，那是一张都没有试探出来，人就不行了。现在自己上去也没有完全的把握能够击退。也就是在僵持着的时候，徐老往前走了几步，压低了声音道：“张少，不解决掉梁非凡，我们跟校方不好交代，而且家主的命令。”说到这里，徐老稍微顿了顿，其实没必要担心，只要进了学校，没这么多人围着，我稍微释放威压，就能让梁非凡败在你的面前。后面的半句话才是张震想听的。对于法师而言，他们主要修炼的就是精神力。精神力这种东西虚无缥缈，稍微释放些许的威压聚集在梁非凡的身上，就能让对方直接败北。有多大的把握？张震轻轻嘀咕了一句：“8、9成吧。而且您的手里面不是还有一只15级的紫风魔虎幼兽吗？虽然幼兽还没有掌握足够的进攻技巧，可是那强悍的身体足以媲美18、9级的人类武者。这个梁非凡，就算是他有20级，也只是农夫而已，没有天赋的加成，注定不可能获胜。”徐老的话也是让张震心头大定。职业者在前10级基本上跟普通人差不多，尤其是一些远程攻击职业，例如法师之类不靠身体的武者，他们的身体强度甚至比不上一些武科成绩比较好的生活职业者。但是随着等级的提升，这种天赋加成的效应会逐渐增大，最终形成鸿沟。这也是为什么张震会如此忌惮身体素质极佳的梁非凡。那我就试试。张震踏着步子往前走了几步。梁非凡，咱俩比划比划。说吧，怎么比？梁非凡抬了一下眼皮，看着眼前的张震，语气中透着几分不屑。哈哈，这里人这么多，我是御兽师，场地根本就施展不开。要不这样，我们去学校的操场比试比试如何？张震笑呵呵地看着梁非凡。不去。梁非凡轻轻吐出2个字。听着这2个字，张震也是一愣。不去？怎么？你现在连学校都不敢进了？还是说你担心我耍什么花招？漠北一中可是全省最好的高中，里面的老师最公正，有他们做裁判，你不用担心我会耍什么心机。梁非凡如此果断地拒绝自己，张震也有些没想到，下意识张口劝说。漠北一中的老师公正，这或许是最大的谎言。他们哪里来的公正？
梁非凡打量着眼前的张震，嗤笑一声：“漠北一中的老师无故剥夺我高考名额，并且将这个名额转让给张家，这就是你所谓的公正？我梁非凡是寒门子弟，但是我龙国人，光天化日之下，堂堂漠北省重点漠北一中，侵犯我作为龙国公民参加高考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公正？这就是所谓的省重点？依我看，漠北一中根本就不必假惺惺的作态，招收我们这些寒门子弟，你们还是选择直接给这些富商高干子弟做看门狗，赚钱还来得快一些。”梁非凡朗声道，声音透过内镜，仿佛像带了个喇叭一般，传出去数十米的距离。几乎所有路人都是猛地一个机灵，原来是这么回事。漠北一中强行霸占梁非凡的高考指标，怪不得他要直接找上门来。隐匿在人群中的微微也是听到了这句话，心头顿时了然。为什么梁非凡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前往密林腹地，深陷沙漠寻找高等级的怪物？只因为他高考权利被剥夺。面对着这样的不公，他选择的方式极为直接，用自己的实力将资格争回来。想到这里，微微迅速掏出手机，而后拨通了电话：“云姐，我是微微啊，我现在就在漠北一中的门口，你快点带记者过来，明日你们漠北日报的头版头条有着落了。”第25章，我来当公证人。漠北一中校门口外，张震凝视着面前的梁非凡，场中的气氛一时陷入僵局。梁非凡，我是预售师，这里根本施展不开啊！既然你觉得学校不公正，那么你找个人做裁判。张震提出建议，让自己找个人做裁判。梁非凡默然不语，自己在漠北市哪里认识什么高级武者，普通的学生没必要牵扯进来，因为自己而得罪张家。再说，就算是他们牵扯进来了，张家的人做一些猫腻，他们也完全看不出来，他们没有这份实力。正犹豫的时候，张震嗤笑一声：“梁非凡，你说你又不相信学校的老师，让你找个人作为裁判，你又找不到。说实话，你混的真的是够差的。”张震正说着的时候，不远处忽然传来一道清脆的声音：“我来做公证人。”随着这道声音的出现，校门口聚集的众人都是纷纷将目光转头看了过去。只见微微扎着高马尾，迈着雪白的大长腿，就这么慢慢的从后面走了上来。在看见微微的时候，不少人的目光都是有些流连。张震双眼有些放光，打量着眼前的微微。在偌大的漠北，竟然还有如此漂亮的女孩子。漠北是苦寒之地，这里的女孩子体格都略显健硕，而且皮肤有些黝黑。微微并不是漠北人，她来自龙国江南水乡地区，除了皮肤白皙之外，举止投足之间透着几分温婉。而且她的身高在南方地区算是高挑，但是进入到漠北以后就显得中等，不至于很高，也不至于很矮，身材匀称，一切都是刚刚好。你是？张震打量着眼前的微微，一时间拿不定对方的身份。同样都是世家出身，张震仅只是看着微微身上穿着的衣服，就知道对方绝对不是什么寒门子弟。这个身份够不够？微微不多说，从口袋里面似乎掏出了个什么，旋即扔了过去。张震迅速伸手接过，手掌摊开，一块小小的令牌出现在张震的眼中。令牌的正中间刻着一个铜币的符号，这个符号整个龙国都不会陌生，这是商会的符号。每个主要城市的拍卖行都是由商会负责运营。张家或许在漠北有些人脉关系，但是放眼整个龙国，连毛都算不上。而商会背后的家族才是真正的大家。看到这里，张震再度望向微微的时候，眼神中已经没有先前的欲望，他只有谦逊与恭敬。别说是自己了，就连家里面的老爷子见到微微，估计也都得神色恭敬。毕竟那个家族可不是随随便便能够招惹的。当然没问题，您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看着张震转变的语气，梁非凡也是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微微。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梁非凡自然知道微微的背景非同一般，他也没往多想。毕竟在偌大的漠北市，有背景的世家多了去了，自己又不会想着上门投靠，认识这么多也没意义。可是如今看着张震如此谦逊的样子，恐怕微微的背景比张家还要强大几分。张家在漠北市区已经算是顶尖家族，甚至于放眼到省里，那也算得上号的。难道说这个微微是省里的世家？梁非凡摇了摇头，他对这些并不关心。来到这个世界之后，能相信的只有自己。微微听着张震的话，俏脸略微侧目，俏皮的笑了笑：“是吗？那我判定这场比赛梁非凡胜，可以吗？”判定这场比赛梁非凡胜。听到这句话，张震脸色瞬间僵住。最开始微微出来的时候，他只认为是家族大小姐出来玩，随手做好事。毕竟以对方的身份，自己想要巴结都找不到门路。但现在看来，似乎微微在此之前就跟梁非凡认识，现在站出来，貌似是给梁非凡出头。理清楚这么一层关系之后，张震忽然想到梁非凡手里面的武器以及疾风步。
这两个东西，难道说都是拍卖行给的？价值不菲啊！要是这么算的话，那么梁非凡和拍卖行是什么关系？看他们的样子，完全不像是打手啊！难道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梁非凡只不过是一个穷小子，他怎么可能受到拍卖行的青睐？想到这里，张震还是满脸笑意的开口道：“既然您都这么开口了，自然是没问题。”张震顺着送了个人情过去，若是能够借助这次机会跟拍卖行牵上线，那么自己将会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微微，这件事我自己来解决。梁非凡抬眼看了一眼面前的微微，不紧不慢地喊道：“微微！”听到这里两个字的时候，张震的心头不由得咯噔一下。梁非凡叫得这么亲密，难道说他们两个人之间真的有什么？想到这里，张震的心头不由得生出一抹嫉妒。梁非凡他凭什么能够认识微微这样的人？嘻嘻，那好吧，小梁子。微微俏皮的一笑，故意喊了一声：“小梁子！”梁非凡瞬间满头黑线，但是感觉树道看向自己冰冷泛着杀意的目光，梁非凡瞬间明白了微微的意思，对方这是在给自己叠加身份。就算是日后有人想要找自己报复，那么肯定要顾虑到微微的身份，这是在保护自己。但是这样的人情债，梁非凡不想欠下。什么小梁子，我跟你还没这么熟。梁非凡说出来的话让微微不由得一怔，而后俏皮的吐了吐舌头。可是这句话听到张震等人的耳中，却有着别样的意味。怎么个意思啊？怎么好像微微在倒贴？这么好的女孩子，无论是身材还是家境，只要稍微招招手，一大堆的人上赶着倒贴。但是梁非凡这是在干什么玩意？竟然对微微女神这么说话。张震猛然握紧了拳头，若是自己展露实力，在擂台上将梁非凡揍出翔，或许微微会转变态度。毕竟没有人会喜欢废物。再说自己在颜值方面又不差。张震想到这里，不由得看向面前的微微，露出了一个自认为帅气的笑容。那是不是可以开始了？可是眼前的微微却摇了摇头，再等等，还有人没到。第26章战意涌动，还有人没到。张震微微颔首，不敢过多废话，只能默默地站在旁边等待。10分钟左右，微微看着手机里面的消息，踮起脚尖打量着，在看到远处一堆拿着摄像设备的人之后，立即招了招手：“云姐，这里这里。”张震抬头朝着远处看去，只见几个人手里面拿着摄像设备，他们打着漠北日报的旗号。漠北日报，竟然是漠北日报！这可是漠北最大的报社。这个年代虽然很多人不会买报纸，但是依旧还是会看网络新闻。漠北日报的文章公信力自然不用多说。微微招呼了一声之后，转头看向旁边的张震：“其实我对武学也不是很了解，但是请漠北日报来做公证人，你应该不会有什么意见吧？”“没有，肯定没有。”张震连忙摇头。随着漠北日报的出现，校门口聚集的这些人也都是迅速散开，让出了一条路。“云姐！”微微笑呵呵地迎了上去。被称呼为云姐的人身上穿着旗袍，手里面拿着话筒，应该是主持。至于他的身后站着一位5大3粗的汉子，身高将近1.9米，将摄像机扛在肩头，短袖将一身腱子肉完美的展现出来，多半应该也是一个转职体能的舞者。“你这小妮子这么着急找我过来，是什么事？”云姐看着眼前的微微，眼神中透着几分宠溺。“这不是……”微微3言2语就将整个事情大致说了一遍。当听到漠北一中剥夺梁非凡高考指标，梁非凡与班主任方老师打赌，独自一人单挑整个学校，一连串的事情让云姐的眼神也是光芒闪烁。绝佳的新闻素材啊！所有的情报都是头版头条。看着云姐眼神的变化，旁边的微微也是调皮的笑了笑：“云姐，我没骗你吧？”“那现在？”云姐试探性的看向旁边的张震。张震立即会意，连忙在旁边介绍道：“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他说完之后，看向眼前的梁非凡：“现在有漠北日报在这里，可以放心了吗？”“如你所愿。”梁非凡神色笃定地迈着步子走进了校园内。漠北日报的记者立即跟了上去。微微等不少围观的群众在得到校方的同意之后，也都是踏步走了进来。一时间，学校的操场看台人满为患。漠北日报的云姐在进来之后，立即展现出极为认真的工作状态，找准几个机位之后，迅速架设好录像机，准备在他们的在线平台上直播这场战斗。龙国上午，这种龙国后生的打斗场面刚刚在网络上发出预告，直播间立即就涌入了不少人。漠北一中是漠北市的省重点，这天然就是顶尖的招牌。除此之外，更不要说梁非凡还是连续多年的年级第一，寒门子弟。位次排在第2的张震，张家之后富家子弟，几个对立的反差迅速挑动所有人的眼球。梁非凡右手依旧握紧灵渊，闭目养神。张震颇为忌惮地看着对方手里的灵渊，脸上露出几分凝重。
紫风魔虎！张震怒吼一声，在他身体一侧赫然出现一头幼年子虎。子虎的体型并不是很大，大概也就是大型犬的状态。硕大的眸子凝视着眼前的梁非凡，前爪不断地拍打着地面，杀气腾腾。紫风魔虎，竟然是紫风魔虎！不愧是张家，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紫风魔虎是附近山脉密林里面能找得到的实力最强的魔兽了。只可惜还是幼年状态，看这样子似乎已经完成了驯化，就是不知道杀伤力有多少。属实是让人羡慕。当初我转职也是御兽师，只不过没有强力的兽宠，只能够契约我家里面的猫，根本制服不了，所以才做文员工作。武者转职依靠着天赋，但就算是转职成为主力职业，没有殷实的家境，根本培养不起来，最终还是得落败。我怎么听说梁非凡转职的是农夫职业啊？这样的职业有啥杀伤力？不能这么说，至少10级、15级以内吧，还是有极强杀伤力的。毕竟对面是个不成熟的御兽师。看台之上，不少人都是张口议论道。微微站在云姐的身后，透过专业的摄像机，她能够更加清晰直观地看着场中的画面。此刻她的俏脸上写满了担忧。云姐布置好场景之后，她作为主持人，倒也可以暂时先休息下。毕竟打斗的场面是直播，既然是直播，也用不到她过多的介绍。闲下来的云姐仔细看了一眼显示器上面反馈的现场画面。微微，我怎么记得这柄刀好像是你们拍卖行的武器啊？你送给他了？没啊，云姐，这是他自己买的。微微听到云姐这么说，没意识到对方话语里面打趣的意思，自顾自地回复道：是吗？也是，吃软饭的男孩子到哪里都没人喜欢。这个梁非凡，我看着第一眼就觉得不好办啊。云姐若有所指地说道。微微没听到这么多，但是听着不好办，俏脸上担忧更浓了些许，下意识道：啊，什么不好办？她的心中有属于自己的傲气。云姐看了一眼擂台上的梁非凡，又若有所思地看着微微。这大概是第一次在拍卖行小公主微微的脸上看到了担忧。看着这里，云姐不由得苦笑地摇了摇头。无论是傲气的梁非凡，还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差距，云姐作为过来人都不看好这段感情。也就是在这时候，铜锣声响起，比赛正式宣布开始。随着比赛铜锣声的响起，张震整个人的身形迅速飞退，迅速来到赛场边缘。这是远程对抗近战武者常见的策略。御兽师只要修炼的是精神力，身体素质几乎相当于是放弃。跟擅长体术的武者相比较，基本上就可以用奇差无比来形容。最快速度拉开距离才是正道。张震迅速拉开距离之后，整个人盘膝坐在地上，身上绽放出一道道淡蓝色的光幕。看着这情况，梁非凡眼神平添一抹凝重。武技，张震的实力突破了10级，并且学习了武技，配合着实力强大的紫风魔虎，整体实力俨然已经逼近17、18级左右。势均力敌的战斗，梁非凡的心头涌现出一抹兴奋，强烈的战意也是从心口迸发而出。第27章，战紫风魔虎。赛场之上，边缘处盘膝而坐的张震身上道道蓝光闪烁，旋即淡蓝色的光芒化作流光，直接汇入眼前的紫风魔虎身上。看着眼前的这道光，台上的众人不由得微微一怔。要是我刚才没看错的话，这是御兽师的心眼通技能。什么是心眼通啊？有没有懂哥了解这块内容的，给我们大致讲解下。是啊，这个技能看上去不像是有杀伤力的，也不知道有什么作用啊。这你都不知道？心眼通代表着御兽师能够让自己的灵魂进入到兽宠的身体里面，一人一兽的视觉等等是互通共享的。但是这种技能一般都是斥候使用的比较多。斥候？为什么？一人一兽视觉这块是互通共享的，这不是很强吗？御兽师的本体坐在远处，基本上不可能受到伤害，只要找到了强力的兽宠，就能够发挥出秒杀同级的实力。你以为这么简单？首先进入兽宠身体里面的只是御兽师的念力，并不是真正的灵魂。兽宠具有自己的意识，并不会完全听命于御兽师。至于视觉共享这块，其实是很耗费精力的，长时间的视觉共享对于御兽师而言也是折磨。而且若是兽宠受伤的话，那么御兽师的精神力也会受到折损。在御兽师这个职业里面，有个极为强大的技能兽武合一，这个技能就完全没有这样的负担，但据说是2转以后的技能了。周围不少人低声议论着，毕竟梁非凡在校门口闹出这么一回事之后，围观的群众里面也有不少知识丰富的人，毕竟就算是没见过猪跑，也曾经听过猪叫。周围这些人的议论也是涌入梁非凡的耳朵里。大荒吞天诀吞噬气血之后，梁非凡觉得不光是身体强健了，就连五感都有所增强。擂台上的这些人距离自己差不多3、5米左右，再加上说话的人为了让更多人听得清楚，炫耀自己的学识，讲话声音极大。梁非凡自然是听得一清二楚。心眼通的武技吗？
梁非凡口中轻轻呢喃着这句话，而后握紧手中的灵渊，注视着对方。这个武技梁非凡完全不熟悉，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然而此刻，随着光芒消散，眼前的紫风魔虎仿佛像是活过来了一般，眼神里面更是透着一股光亮，仿佛有了人的神采。心眼通，魔虎与张震共享视觉，这样的技能还真的是有些神气。梁非凡正想着的时候，他猛然握紧手中的灵渊，静静地等待着。在不清楚对方实力之前，以不变应万变才是最为正确的选择。好！也就在这时候，面前的紫风魔虎发出一声狂吼，迅速扑杀上来。刚猛霸道的猛虎，虎爪前身夹杂着一道腥风，直接拍了下来。梁非凡举起手中的灵渊抵挡，当！刹那之间，刚猛的虎爪拍在灵渊之上，梁非凡只觉得手臂传来一阵酸麻，整个人的身体迅速飞退，脚下踉跄了几步，这才勉强站稳身形。好刚猛的力道！看着这一幕，台上的不少观众神色狐疑地看向刚才说话的人。你不是说他们之间只共享了视觉，兽宠并不会完全听从御兽者的话吗？但刚才上场的时候，这兽虎还颇为温顺，施展出这个技能之后就如此发狂。妖兽的实力差不多快达到20级了吧？20级的紫风魔虎，这还是幼兽？张家的实力如此雄厚，这得耗费多少的资源进行培养啊？反正不少，而且张家这次也就只有张震参加高考吧，说不定就是冲着状元去的。你要是说为了状元去的，那一切都好说了，这么多资源换个状元的名头，我要是有家境我也用。周围的人议论纷纷，然而这时候一直站在前面观战的张家众人却是轻哼一声，不懂就不要在这里卖弄。张少施展的并不是什么心眼通，而是意念御兽。张家不少手下脸上露出几分不屑，仿佛像是在看一群土包子。意念御兽，先前说话的人彻底哑火，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正在主持的云姐却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微微，要是我没猜错的话，意念御兽的功法好像是你家里商会出的吧？是我们的货。微微脸色有些担忧地看向梁非凡，意念御兽不是单纯依靠着精神力来控制兽宠，而是将自己修为加在兽宠之上。如今的紫风魔虎展现出来的实力应该已经接近20级，甚至于有可能突破了20级。微微心里面很清楚，对于御兽师而言，兽宠的等级不能够超过御兽师太多，这样会导致兽宠认为自己实力强悍，从而对主人的忠诚度下降。但张震具有武技，至少他现在的实力已经超过了10级。凭借着张家的实力，紫风魔虎的实力绝对不会相差太多，多半也是10级左右。这么算下来，两者叠加，实力自然会超过20级。突破20级，这已经不是幼兽了吧？就算是成年野生的紫风魔虎，实力也就如此。估计这下梁非凡要栽跟头了。云姐神色有些惋惜地看着远处的梁非凡，他现在才觉醒职业多久？张震在张家这么多资源的堆砌下，才勉强只能够达到10级左右。梁非凡这个土包子，他能有多强大的实力？武者的修行之路，每10级就是一个坎，只不过前期的坎差距并不是那么明显，但是越到后期，实力差距简直犹如鸿沟。云姐的话，微微并没有回答，只是继续看着场中的变化。小心！眼前出现的场景让微微忍不住喊出一声。飞速倒退的梁非凡身形尚未完全站稳，紫风魔虎却抓住这个机会，直接从后面猛地扑了上来。趁你病，要你命！身形踉跄的梁非凡下盘不稳，几乎很难躲开对方的攻击。面对着紫风魔虎的进攻，梁非凡只能施展出一个滑铲，径直掠过。顷刻间，台上的众人都是睁大了眼睛。第28章防御型法器。擂台上，紫风魔虎腾空而起，虎爪扑杀而下。这时候的梁非凡仿佛像是泥鳅一般，极为顺滑的一套连招：蹲身、滑铲、噗！紫风魔虎从梁非凡的头顶上掠过，落在地上。很显然，张震虽然依靠着念力控制住了紫风魔虎，但是双方的配合并不完美，或者说张震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熟悉紫风魔虎的进攻方式。他目前只会扑杀，不能如同人类一般进攻，这样的破绽才给了梁非凡可乘之机。翻滚过去之后，梁非凡迅速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握住手中的灵渊，迅速朝着擂台边缘处坐着的张震冲了过去。擒贼先擒王，既然紫风魔虎受到张震的念力控制，那么若是能够给张震致命一击，整个难题迎刃而解。看着不断朝着战场边缘处狂奔的梁非凡，台上的不少观众脸上都是露出了笑意。不错，直接进攻御兽师才是最为正确的方法。御兽师这种职业看似很强，但其实强在受宠，一旦脱离了受宠的辅助，御兽师其实各方面素质都远不如正常的武者。那这样岂不是算作弊？御兽师面对上体术厉害的人，绕过对方直接进攻御兽师本体，
这不算是作弊。首先，御兽师随着等级的提升，可以缔约很多兽宠，完全可以放一两只在自己身边保护。而且你说武者进攻御兽师不公，那么问你，御兽师学那个什么意念御兽，兽宠的实力2倍叠加，卧槽，这还打个屁啊！这么说对武者而言也不是很公平。算了算了，原本就没有公平可言。紫风魔虎已经掉头开始狂追了，4条腿的速度要比梁非凡快啊，他能不能抢得到？没想到一场比武，最后竟然变成了竞速模式。众人闲聊着，目光却停留在场地上。梁非凡施展出疾风步，将速度拉到了极限，不断的逼近角落里面的张震。而这时候，紫风魔虎在后面狂追，一人一虎之间的距离以肉眼可辨的速度不断的拉近。眼瞅着就要追上，梁非凡忽然双腿发力，腾身而起。他手里面的凌渊宽刃也是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迅速朝着张震的位置怒砍而下。要知道，凌渊这把武器可是连吴刚手中的钢管都能够直接砍断，若是落在人的身上，那岂不是要尸首分离？就算梁非凡最后时刻收手，依靠重量砸在对方的身上，光这样的力道都可能让张震重伤。要知道，还有3天的时间就要高考了。看着这一幕，张家的不少手下脸上都是划过一抹慌乱。要是张少受伤了，耽误了高考，他们估计全部都得完蛋。莫慌！老徐看着眼前的场景，依旧神态自若，只是轻轻地吐出2个字：莫慌。也就是在他音阶落在的刹那，梁非凡手中的凌渊宽刃也是随之落下。然而这时候，梁非凡的身上却散发出一道淡淡的金光。梁非凡的凌渊宽刃仿佛像是砸在光幕上一般，被金光直接阻挡在外，没有伤及张震分毫。突如其来的变故的确是有些出乎梁非凡的意料。可是台上的观众看着这道金光，立即有人轻声喝道：防御类型的法器，竟然是防御类型的法器，张家好大的手笔。什么意思？防御类的法器难道说很贵重吗？岂止是贵重，防御类的法器不仅价格昂贵，而且少见，而且还需要强者耗费自身的灵力将其充能，这样才能够在关键时刻保命。简单来说，光是有钱的暴发户买来防御性法器，基本上就是废铁，只有有权有势的大家族才能让防御类型的法器发挥最大的作用。卧槽，我以为这些法器只是贵，咱攒钱还能买，没想到竟然还有这样的门道。你们快看，紫风魔虎已经到了。讨论的时间短暂，3言2语，也就是几次呼吸的时间。紫风魔虎口中发出一声咆哮，已经来到梁非凡的身后。硕大的虎爪迅速扬起，再度拍了下来。这时候的梁非凡就力已去，心力未生，根本没有时间招架。更何况自己手中的凌渊砸在光幕上，巨大的反震力道让梁非凡的虎口发麻。毕竟刚刚那一刀，他没想要丝毫的留手。砰！仓促之间，梁非凡只能够提起凌渊抵挡。虎爪直接摁在凌渊之上，将梁非凡迅速压在地上。也就在这时候，占据上风的紫风魔虎发出一声咆哮，虎头迅速探出，直接准备咬向梁非凡的脖颈。这是要置于死地。面对着情况，梁非凡放开凌渊的刀柄，扬起拳头，左勾拳打向紫风魔虎。虎头仿若钢铁一般坚固，梁非凡的一拳根本造不成多大的伤害。紫风魔虎只是晃动了下脑袋，又继续咬了下去。然而这时候，梁非凡拳面之上迸发出一道极为强悍的吸扯力道。好！大黄吞天诀迅速运转，强大刚猛的吸力迸发而出。紫风魔虎发出一声悲鸣，他整个身体仿佛像是遭受到重击一般，晃悠了几下，竟然直接头一歪。梁非凡只觉得整个人的身体上的压力随着一松。面对着这样的情况，梁非凡迅速拍在地上，整个人滑了出去。滑出去的瞬间，梁非凡迅速反转，站了起来。他的目光凝视着倒在地上的紫风魔虎，大口地喘着粗气。面前的紫风魔虎没有再站起来，整个人身上淡蓝色的光芒也是逐渐消散。看来张震施展出来的武技已经失效。梁非凡迅速拉开一小段的距离，凝视着眼前的紫风魔虎，踏步向前，手中的凌渊迅速抽出，准备顺劈而下。若是紫风魔虎苏醒，自己必死无疑。而且刚才争斗时，紫风魔虎对准自己的咽喉，根本没准备给自己留下活路。不杀死紫风魔虎，日后必成大患。然而也就在梁非凡手中的凌渊即将落下的刹那，一声怒喝从远处传来：住手！施加精神威压的一句话，却让梁非凡浑身猛然一个激灵。第29章获得名额。住手！梁非凡顾不得这么多，手中的凌渊迅速落下。也就是这时候，似乎是有什么东西朝着这边急射而来。当！东西狠狠地打在手中的凌渊上，巨大的反震力传来，梁非凡的虎口有些发麻。此刻的他已经如同强弩之末，凌渊顺势脱手倒飞出去。这时候
一道身影也是落了下来。小畜生！张震家族旗下的打手老徐猛然一声暴喝，精神威压随之散开。梁非凡只觉得自己仿佛像是被蟒蛇缠住了一般，强烈的窒息感袭来，身体里面的骨骼肌肉甚至于发出令人感觉到有些牙酸的摩擦声。找死！徐老没有过多的废话，右手掌心上凝聚出一道火焰，顺势准备直接抛出火球术。这是法师最低级的武技，但现在的梁非凡身体已经被对方死死禁锢住，就连低级的火球术都不可能避开。徐老明明有更强大的术法，却使用最为低级的火球术，显然是想要当众羞辱他。梁非凡握紧拳头，挣扎着想要站起来，然而这时候徐老只是轻轻冷哼一声，梁非凡的背部仿佛像是受到重击一般，整个人迅速倒在地上。哇！先前强行吞噬紫风魔虎的气血并没有运转功法消化，如今两股气血在身体里面不断的涌动，又受到外力的压制，梁非凡只觉得喉咙一甜，张口吐出鲜血。看着这情况，微微站在原地，沉声道：这就是漠北一中的做派，放任破坏赌斗规则，任凭对方再次杀人。漠北一中当真是好大的权力，区区一个学校竟然可以直接无视龙国的法律，你们这样的学校能够教出什么好学生？我觉得这样的省重点简直就是我们漠北市的耻辱。微微说到这里，云姐也是抬起摄像机对准擂台来了一个特写。这道声音响起，张震也是睁开眼睛，脸上露出几分疲惫。很显然，刚刚梁非凡突然吞噬紫风魔虎的精血，导致紫风魔虎本能意识觉醒，强行将张震的意念推了出去。这种反噬让张震精神力受损，他现在勉强恢复，看着眼前的法师徐老，缓缓开口道：徐老。简单的2个字，徐老也是迅速明白，点了点头，收回了自己的威压。毕竟这么多人看着，而且还有摄像机架设现场直播，当众羞辱罪不至死，却能够让梁非凡射死。毕竟火球术下去之后，在徐老的控制下，能够让梁非凡迅速浑身赤裸的出现在直播画面中。要知道，龙国最不缺的就是键盘侠，强大的舆论攻势可以迅速毁掉一个人。在他们僵持着的时候，方老师这才慢慢赶到。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方老师也不好直接反悔，顺势开口道：梁非凡，你赢了，按照赌约，你可以参加高考。可是他的话刚刚说完，梁非凡却缓缓从地面上站了起来。方老师，漠北一中今年一共有854人参加高考，只是不知道方老师让我参加高考，又准备让我顶替谁的名额？梁非凡凝视着眼前的方老师，高考对于所有人而言只有一次机会，但如此珍贵的机会却成为学校老师用来牟利的工具。他们随意就能够决定谁能参加高考，谁不能，甚至于会找到被剥夺的学生，告诉他们，你们的实力不够，去参加高考也只是当作炮灰，还不如将名额让出来，让出来之后再给他们一笔钱。当然，这笔钱都已经是被学校层层剥削之后的零头。这就是漠北一中的生财之道。梁非凡以前听说过，但没当真。找死！徐老目光一沉，梁非凡的意思很明显，他想要让张家取得梁非凡高考名额的人滚蛋。这可能吗？绝对不可能。换句话说，张震之所以学习意念预售，就是给对方铺路的。换掉张震，也绝对不可能换掉张家的那位公子。话音落下，徐老精神威压如期而至，而这时候的梁非凡右手握住凌渊，身体猛然颤抖了下，却没有直接跪下。他凝视着眼前的这些人，在如此强大的威压下，慢慢的抬起手，擦拭嘴角的血迹。方老师打量着眼前这么多人，咬紧牙关，开口道：漠北一中所有人都会如期参加高考。方老师说出这句话，围观的群众都是松了口气。所有人如期参加高考，漠北一中报上去就这么多人，这下不会再出现什么顶替的事情。张震眯着眼睛，在手下的搀扶下，慢慢的站起身子。他缓步走到梁非凡的面前，用缓慢的语气轻轻开口道：别以为你赢了，得罪了张家，你会死得很惨。留下这么一句话，张震迅速带着人离开。梁非凡右手握住凌渊支撑着身体，目光冰冷地看着张家众人离开。等到所有人都走了之后，梁非凡哇的一声再度吐出一口鲜血，整个人晃动了下，险些摔倒在地。感觉到身体里面传来的空虚感，梁非凡迅速拿出一枚丹药送入口中，药力在身体里面化开，配合着大荒吞天诀的功法，逐渐压制住翻涌上来的气血。你没事吧？微微快步来到梁非凡的面前，脸色有些关切地问道。我没事。梁非凡摇了摇头，然后看向眼前的微微，刚刚多谢了，他们实在是太欺负人了。微微也是皱了皱眉，旋即转头看向旁边站着的云姐，云姐，刚刚那个画面拍下来，到时候我们上传到网上，直接曝光漠北一中。
他们这还能算是得上是省重点？真的不配。云姐听着微微的话，只是神色有些愕然地点了点头，并没有过多的解释。梁非凡却非常清楚，云姐就算是曝光了，也会被漠北一中的公关人员直接压下，最终倒霉的，甚至于被开除的，只有云姐自己。这就是社会。寒门无话语权。梁非凡只是淡淡一笑，打着圆场道：好了，反正名额已经拿到了。正说着的时候，梁非凡忽然感觉到一道目光落在自己身上，他下意识地抬头看去，瞳孔不由得猛然一缩。眼前不远处，一个身披黑色斗篷的人似乎正看向自己这边。第30章，实力不行，那就嗑药。黑色斗篷。梁非凡猛地咬紧牙关，抬腿朝着前方走去。前世身为特战队员，他对人物特征的观察有属于自己的方法。虽然不知道对方的长相，但是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气息，与当初在沙漠里面救下自己的人非常相似，甚至于很有可能就是对方。但是梁非凡刚刚迈出去几步，只觉得脑袋一阵眩晕，先前战斗的后遗症涌起，他身体稍微倾斜些许，踉跄了下。微微从身后赶来，直接扶住了梁非凡，同时嗔怪道：你身体这么虚弱，还说自己没事。微微，你看他那边是不是有个黑色斗篷，帮我拦住他。梁非凡扬起右手，指着前方黑色斗篷出现的位置。但是这时候，微微顺着梁非凡手指的方向望去，一脸困惑不解道：我没看到有黑色斗篷啊。云姐，你看到了吗？我也没有看到黑色斗篷，大家的衣服都是正常的呀。云姐也是满脸疑惑。梁非凡皱着眉头，凝神细看，发现人群中的确没有黑色斗篷，大家都是正常的穿着。消失了。梁非凡的心头有些疑惑，看着这样子，旁边的微微也是叹了口气：你肯定是太累了，才会看走眼。梁非凡不好过多解释，只能够顺着话茬道：也许吧，这几天的时间的确是太累了。梁非凡也没有继续降下去。能够在沙漠里面来去自由的人，若真的来到了漠北市，应该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他。稍微休息一阵子之后，梁非凡回到了自己租住的小屋。离开了学校之后，他也不可能住在宿舍，幸亏拍卖丹药赚取了不少钱，否则还真的要直接流浪街头了。回到家里，梁非凡迅速服用几枚气血丹，然后开始消化紫风魔虎的气血。纵使原先吞噬过成年紫风魔虎的气血，可紫风魔虎的气血之力终究对于这具身体而言是外来物。运转了几个周天之后，梁非凡这才将其彻底炼化。实力没有提升，还是 LV13。梁非凡皱着眉头，他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自己每提升一级，难度都呈现出几何倍速增长。可是按照自己所学的知识，20级以内升级需要的经验量并不大。这也是为什么只要修炼的资源足够，就可以在觉醒职业之后短短1个月内迅速达到10几级。难道说是功法的问题？梁非凡心头困惑，自己修炼也没有人能够指点，这才是他非常渴望能够进入到高等武校的缘故。自己去推敲属实是太慢了，就好像张震什么时候该学习什么，什么时候该饲养受宠，都有专门的人指点。比起自己而言，他修炼要快得多。先将风灵果炼制的丹药服下。梁非凡在消化紫风魔虎的气血之后，实力并没有提升，他将目光看向前不久刚从拍卖行拿到的丹药。在高考前，哪怕能多增加些许实力，都会有莫大的助力。毕竟没有人会嫌弃自己手中的底牌过多。事不宜迟，梁非凡迅速将风灵果炼制的丹药服用。丹药进入身体里，瞬间一股极为磅礴的冰凉气息涌入，仿佛像是直接吃了不少薄荷糖。梁非凡不敢大意，迅速开始运转功法，最大限度的直接吸收丹药的药效。足足半小时后，梁非凡这才将丹药的药效全部吸收干净。他猛然睁开眼睛，环顾着周围，我好像对周围风元素的感知力变强了。梁非凡略微迟疑，而后缓缓站起身，脚下迅速踏出一步，疾风步。简单踏出一步，梁非凡只觉得自己脚下仿佛升起一道劲风，此刻的他就仿佛像是在风中飘落的树叶，极力控制住自己的身形。这才是疾风步。梁非凡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变化，眼神中流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原先梁非凡学到了这本功法，以为只是让自己移动速度变快，就仿佛像是自由搏击里面的步伐，能够在躲避对方攻击的同时迅速掌握主动。可是现在看来，这本疾风步绝非自己先前理解的那么简单。梁非凡迅速翻开疾风步的功法，此刻疾风步的后面出现了后续的步法修炼方法。嘎！梁非凡看着多出来的这些内容，他可以用自己的性命担保，先前看的时候绝对没有。难道说随着我境界的提升，系统奖励的武技也会继续提升？想到这里，梁非凡只觉得眼前绽放出一道光彩。只要自己实力不断变强，那么系统就能够匹配给自己相同的武技。强行按压住心头涌起的激动，
梁非凡仔细阅读疾风步后续的法门，疾风飘落叶，整个步法施展出来，仿佛像是狂风中的落叶，能够随风摇摆。这已经不是赶路用的步法了，而是一种战斗法门。试想一下，对方刚猛的拳头落下，而你却如同落叶一般飘忽而下，甚至于对方出拳所产生的罡风都会将你的身体迅速推开。那估计谁遇到了这样的人，必然要被气死。每一拳都仿佛像是打在棉花上，完全吃不住力。梁非凡阅读完了之后，没有遗漏任何一句话，甚至于还特意朝着后面翻看了几下，生怕是不是还有什么隐藏章节。确认没有之后，梁非凡这才将注意力停留在最后一句话上。本武技修炼的难度随风属性元素的强弱而降低，风属性武者天赋增强越高，步法修炼速度越快。看着这一幕，梁非凡不由得咽了咽口水。自己是什么属性？转职农夫，属性自然是无，也可以称之为全属性。毕竟自己所有属性都非常的平庸，平庸的一模一样。看来想要修炼疾风飘落叶，达到步法小成境界，还得需要购买大量的风属性丹药啊。梁非凡不由得满脸苦笑，属性不足，那就只有嗑药了。就像自己服用了风灵果炼制的丹药，就对周围风属性感知增强，那只要继续嗑药，风属性就会进一步提升。梁非凡颇为坚信地说道。只不过他这样的说法，要是被其他武者知道，估计得直接震惊掉下巴。第31章先锋路。嗑药的确是可以增加属性，但随着实力的增加，嗑药的效果就会呈现出指数型下降。否则的话，觉醒普通天赋的人，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就能够持续嗑下去，成为强力武者。梁非凡能够凭借一枚丹药就得到如此大的提升，并不是因为药效有多么的厉害，而是因为他的基础实在是太低了。不仅如此，自身的身体素质也是决定性因素。毕竟丹药的炼制只能说是综合了药性，并不是完全消除。是药三分毒，长期服用的话还是会出现问题。不过梁非凡目前暂时没考虑这么多，他急需大量风属性的丹药，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疾风步尽快的达到小成。进入到高考秘境之后，他才能有更多的底牌。想到这里，他也没有过多的犹豫，迅速朝着拍卖行的位置赶去。拍卖行是城中货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地方，毕竟他们走南闯北，实现全渠道的货物运输。很快，梁非凡站在拍卖行的门口，望着里面古朴大气的装饰，就连梁非凡也是不禁莞尔。以前的自己吃着国家低保，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进入这种地方，但是现在似乎好像经常来。梁非凡刚在拍卖行里面露头，导购的服务人员没有主动迎上来，这倒是让他有些错愕。难道说是因为晚上的原因，所以这些导购的服务态度都变差了？梁非凡正疑惑的时候，旁边的服务员笑盈盈道：“梁先生，您稍等，微微小姐马上就下来。”“不是，我不是来找她的，我是买东西。”梁非凡刚准备解释一句，微微就从楼梯上走了下来。今天的她打扮得颇为灵动，马尾辫高高盘起，上身穿着白色的 T 恤，下半身穿着牛仔短裤，白皙修长的双腿就这么踩着小白鞋走了下来。在看到下面站着的梁非凡之后，他步伐速度加快了几分。怎么突然就来了？微微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眼前的梁非凡，俏皮道：“我想采购一些风属性的丹药，大批量采购。”梁非凡没有闲聊的意思，直接进入正题。“这样啊，好吧。”微微的眼神中划过一抹失落，但是很快就迈着大长腿：“那你跟我来吧。”两人经过大厅，绕到了侧面。侧面是一个类似于偏厅的地方，偏厅的面积并不大，约莫只有100来平左右。相比于外面的拍卖大厅，属实是小了不少。但是偏厅里面摆放着不少草药以及丹药，有些草药甚至经过特殊的方式进行存储。在漠北这个地方，最不缺的就是冰寒属性的草药，所以无论是这类属性的药材还是丹药，都要便宜不少。而风属性的药材基本上都在西北部，所以在漠北地区购买风属性丹药，价格会略微贵一些。似乎是担心梁非凡无解，微微在进来之后就直接解释了下原因。买卖，无非就是将东西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赚取差价。没事，不过我要品阶稍微好一些的丹药，这次准备将剩下的钱全部用来买药。梁非凡说着，将银行卡直接递了过去。这张卡就是当初拍卖时候赚钱的卡。微微嫣然一笑，朝着旁边的服务员招了招手，示意他们去查看下卡里面的金额。安排妥当之后，微微转身带着梁非凡继续向前。外面这些都是一些成品的草药，里面才是炼制好的丹药。下面这一排的话，要是比较好的丹药的话，那就是这个中品清风散了。微微说着，拉开眼前的柜子，取出略显古朴的木盒。盒盖打开，梁非凡能够感觉到一股较为强烈的风属性元素扑面而来。梁非凡皱了皱眉头，
暗自记录下这一枚丹药，价格在10万。丹药的分类，在高中的理论课程上，梁非凡也学过，主要是分为上中下3品。至于上品丹药之上的内容，教科书上只是说有，并没有详细的介绍。毕竟能够炼制出那种丹药的人，都不是一般武者所能够接触到的。梁非凡目光扫过，眼神忽然停留在柜台最上层，一枚蓝色相间的瓷瓶摆放在那，下面的价格更是直接标注了100万。梁非凡不认识丹药，自然也品鉴不出好坏，唯独能看的就是价格。至于拍卖行会不会胡乱标价，小店或许会，但是拍卖行绝对不会，没必要因为这点事情就直接降低拍卖行的信誉。这个瓶子里面，梁非凡指了指最上面的瓶子，转头看向旁边的微微。我这个瓶子啊，是我师，是龙国药王孙先生随手凝练出来的仙风露，原本是用于炼丹的时候，万一炼丹失风属性衰弱，影响到丹药的成品率，所以就凝练出这样的辅助药液，能够迅速提升数倍风属性感知。但是后面流传到外界，有人发现这样的仙风露能够让风系法师迅速觉醒，提升资质，也就拥有了市场。微微讲得非常的隐晦，其实就是家境比较好的子弟可以通过辅助药液提升自己风属性的感知能力。梁非凡打量了一眼，正准备说话，旁边的微微却开口道：不过你应该用不上，我倒是准备研究一下，这是你们最好的风属性丹药吗？梁非凡看向眼前的微微，随口询问道：就目前这家店而言，的确是。微微点了点头，然后看向梁非凡，这丹药能短时间内提供风属性感知，在刚转职或者突破时候稍微有些作用，而且这丹药的水准也仅仅只是下品而已。没事，全部都给我包上吧，将卡里钱刷光。梁非凡仿佛像是没有听到一般，颇为豪气的开口道。看着梁非凡这样，微微的眸子里面也是闪过一抹错愕。这个梁非凡怎么觉得有点像是地主家的傻儿子呢？但是梁非凡是客人，来拍卖行就是买东西的，自己说啥也不能拒绝。安排人包装好了之后，微微看了一眼梁非凡，按照拍卖行的规定，一次性采购超过1000万的会打8折，同时办理会员卡，可以在龙国任何一家拍卖行里面购买。说着，微微将货物和贵宾卡一并交给梁非凡。好。梁非凡没有迟疑，右手微微一动，将这些货物全部都收入农场空间。眼前的场景却让微微眼皮不由得一跳，能这么做到的只有空间法器。梁非凡到底是什么身份？第32章一下子没忍住，梁非凡到底是什么身份？能够拥有空间类法器，这种东西价格不菲，一般人别说是购买，估计连见都没有见到过，只有一些帝都的大家族或许手里面才有。可是梁非凡真要是帝都大家族，怎么可能拿着低保，同时还被漠北一中欺负，被抢夺高考指标？难道说梁非凡是落魄的贵族？这也不对啊，只要是龙国境内的贵族，在拍卖行的名单里面都有记载，甚至于还会摸清楚他们的底细。毕竟这些贵族世家对于拍卖行而言，那都是绝对的大客户。可是自己记忆中的那些贵族根本就没有姓梁的，莫非梁非凡改姓了？想到这里，微微对梁非凡越发的好奇。此刻的梁非凡不会想这么多，他所有的知识全部都来自高中课堂上老师所讲述的，自然也不知道空间法器的存在。别说是他，估计连学校的老师都未必知道。梁非凡刚刚那么做，完全是无意为之。他现在整个人的注意力全部都放在系统给自己的农场空间。请问是否种植仙风露？梁非凡原本只是想试试，结果没想到这个农场啥都可以种。仙风露说白了也只是淬炼出来的药液，可能也跟药材挨点边，所以药田也可以种植。只不过这个时间属实是让人有些头疼，种植时间高达7天，这是梁非凡种的最久的药材了。看来得想办法祭息猎杀妖兽，妖兽的尸体可以作为最好的肥料。梁非凡摸着自己的下巴，如今农场里面的田地已经成为中等，基本上种下去一个能够收成2个。要是按照市场价格100万来算的话，7天的时间就能够直接净赚400万。若是田地里面出现了暴击，那么自己能够赚的就更多。只不过若是真的出现了中品，梁非凡会果断的卖掉下品，直接开始种植中品的仙风露。毕竟达到中等级别之后，农田产物等级只会比种植下去的高，不会降低。心头打定主意之后，梁非凡迅速取出一瓶，咕咚咕咚就直接灌了下去，完全当饮料在喝。刹那之间，梁非凡整个人就是一个机灵，凉，实在是太凉了，简直就是透心凉。心什么来着？喝下仙风露，仿佛像是嘴里面含着薄荷糖，然后再猛猛灌入凉水。梁非凡顾不得这么多，迅速开始修炼疾风步。风属性增强或许是暂时的，但是对于疾风步的理解，这可是脑子里面的经验。飘落叶，梁非凡施展出自己所学的步伐，整个人仿佛像是落叶一般在空中飞舞。
他脚下每踏出一步，脚底仿佛像是有风拖着一般。只不过如今的梁非凡就仿佛像是前世学旱冰一样，控制不好，重重的摔在地上。拍卖行贵宾室这里大部分都是木质地板，而且还铺着地毯。梁非凡迅速站起身子，继续修炼步伐。微微站在梁非凡的旁边，目光很快就被梁非凡脚下的步伐所吸引。他美眸流转，慢慢的闭上了眼睛，深吸一口气，微微能够清楚的感觉到周围的空气流动，所有的空气仿佛受到梁非凡动作的牵引，汇聚在他的脚下。御风借力，微微眸子猛然睁开，他看着眼前的梁非凡。梁非凡现在仿佛像是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一样，动作极为的生疏僵硬。但可以肯定的是，周围的空气已经受到梁非凡步伐的牵引。御风借力，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这种步伐武技基本上都是等职业者进入到30级一转之后，对周围元素感知力已经近乎达到实质化，才有可能实现。可是面前的梁非凡才什么实力？最多也就是10几级而已，他怎么可能达到御风借力？不对，应该是武技很强，能够帮助职业者迅速达到御风借力的层次。可是我感悟过，他的风属性元素并不浓郁啊。微微打量着眼前的梁非凡，美眸之中的好奇更甚。眼前的梁非凡每次都能够给他不一样的惊讶。然而此时此刻，拍卖行内，雷姐作为店内的负责人，听着贵宾室传来砰砰的声音，有些错愕的看向旁边的服务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贵宾室周围的墙壁材料都是特制的，隔音效果非常好，但是隔音一般都是用来阻拦说话这种分贝的声音，没有什么隔音材料能够阻拦砸墙啊。更不要说梁非凡是整个身体摔在地上，以他身高体重，不弱于直接一块石头砸在地上。地板这么久还没有砸穿，质量已经算是上乘了。店长，是微微小姐带着梁先生在楼上。店员不敢迟疑，如实禀告。他们2个人？雷姐皱了皱眉头，然后快步朝着2楼贵宾室走去，同时厉声道：都挺闲的是吗？没事做。听到这么一声训斥，周围的服务员都是迅速散开，但是他们的眼神却透着不一样的意味。孤男寡女独处一室，然后还是不是传来咚咚咚的撞击声？只能说现在的年轻人啊，大力出奇迹。雷姐踩着白色的高跟鞋，慢慢的走上了2楼，来到梁非凡的贵宾室门口，她屏息凝神，整理了下脑袋里面冒出来的想法，而后敲了敲门。来了。听到梁非凡回应的声音，雷姐也是不由得眼皮一跳，不会真的是自己想的那样吧？等待了一会儿，梁非凡这才姗姗来迟的开门，此刻他的额头上满是汗珠，仿佛像是刚刚进行了强烈的运动。梁先生，您……雷姐有些拿捏不定，看着面前的梁非凡，试探性的问道。没什么，就是刚才一下子没忍住。梁非凡说出来的话，雷姐只听到了前半截，只觉得整个人的心越来越沉。难道说真的如同自己所想的那样，现在的小年轻血气方刚，干柴烈火，一下子没忍住，而且还是在公共场合，难不成这偌大的拍卖行也是他们 play 中的一环吗？第33章黑夜偷袭。没忍住。雷姐看着面前的梁非凡，右手插在那盈盈一握的细腰上，正准备教训梁非凡这样的年轻人，却看到微微衣衫整洁的从房间里面走了过来。等等，衣衫整洁？不太对劲啊，自己敲门到现在也才1-2分钟的时间，这到底是怎么做到衣衫整洁的？微微，你没事吧？雷姐打量着眼前的微微，满脸错愕地问道。我当然没事啊。微微似乎不知道雷姐在说些什么，一脸呆萌地回答。那你们刚才在干什么？搞这么大的阵仗？楼下的服务员都听得很清楚。你们看着这一幕，梁非凡回过味来，解释道：其实在服用了先锋露之后，我想要稍微运动下，就没想到搞出这么大的动静。稍微运动下，为啥会觉得这么怪异？但是梁非凡毕竟是大客户，雷姐也不好说些什么，只是顺口道：梁先生，我们这里有专门的练功房，你要是有需求的话，可以去那边解决。雷姐说到这里，发现自己好像说的也不对，脸颊瞬间升腾起一抹红霞。听着对方这么说，梁非凡往前踏出一步，靠近了几分。解决什么？感受到梁非凡身上特有的荷尔蒙气息，雷姐呼吸忽然变得有些急促，心跳更是加快了不少。雷姐不知道怎么的，笔直修长的双腿不自觉地合拢了些。她的年纪也才27、8，进入到拍卖行以后，周围都是女人居多。身为拍卖行的管事，周围不少富家公子，最多也就是用眼神打量几下，不敢有过多的冒犯。更不要说像梁非凡这样靠得如此近。不必了，我还有事。梁非凡戏谑地笑了笑，然后慢慢往身后侧了侧，迈步走了出去。看着梁非凡离开的背影，雷姐不知道怎么地，心头忽然涌现出一抹失落。雷姐，微微从后面走了出来，看着发愣的雷姐，
轻轻喊了一声：“哦，时间也不早了，忙了一天了。”雷姐慵懒地伸了伸懒腰，仿佛像是小猫一般轻轻呢喃了下，而后快步上楼。走在楼梯上，借助着转弯的空隙，眼角的余光刚好看到走到大门的梁非凡。雷姐不由轻轻呢喃了一句：“小坏蛋。”拍卖场门口，梁非凡揉了揉自己的屁股，刚刚也是一时兴起修炼疾风步，可是摔得也很惨。不过好在自己对疾风步的理解也是加深了不少。飘落叶步伐其实就是将自己想象成为风筝，随风而起，只要随着风速流动的方向控制身体，飘落叶的步伐就会丝滑很多，至少能够保证不摔。若是想要达到小成，估计还得服用不少先锋露。高考前估计是来不及了，不过进入到高考秘境之后，还有时间能够继续提升。梁非凡心中打定主意，修炼这种事情不能求快，只能慢慢来。走着走着，梁非凡脚步忽然停了下来，眼前的是一条小路，小路上没有任何人，只有两侧的路灯散发着昏黄的灯光。这条路虽然算不上是主干道，但平时也有不少人会从这里抄近道，绝对不可能像现在这般空无一人。梁非凡心头仿佛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住，一股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这种一种危机的潜意识，几乎是同时，梁非凡脚步一动，身体飞快地靠近旁边的围墙贴了上去。咻！一柄飞刀泛着寒光，直接从前方呼啸而过。若是梁非凡慢上半分，这柄飞刃说不定已经刺入他的身体，刀刃直直地插入被水泥硬化过的地面。武者，竟然有武者要暗杀自己，能做到远距离投掷飞刃，还能让飞刃直接穿透水泥地面，恐怕对方的实力远在20级之上。难道说是自己在拍卖行购买太多东西露富了？梁非凡倏然冒出这么个想法，但是很快就被他直接否掉。如今的自己卡里面已经没多少钱，而且拍卖行也没有必要这么做，让自己活着能够持续跟他们交易，岂不是源源不断的收入？那要不是拍卖行的话，会是谁？也就是梁非凡脑袋里面刚刚冒出这个想法的刹那，一道喋喋的怪笑从黑暗中传来。喋喋，怪笑声传来，一位身披黑色斗篷的武者不紧不慢地走了出来。昏黄的灯光根本看不清楚对方的样貌。什么人？梁非凡扯着嗓子喊了一句，他想用声音来吸引附近主干道人的注意力，毕竟这里是龙国。可是这样的叫喊声却让面前的黑斗篷再度发出一声冷笑。喋喋，没用的，你就算是喊破了喉咙，也没有人会来救你。这密闭的空间法器就是给你准备的最好的棺材。黑斗篷没有过多的废话，迅速往前踏出一步。梁非凡只觉得眼前猛然一晃，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对方已经来到了自己的面前。一双枯槁的不带有任何血色的右手飞快地探出，面对着对方凌厉的攻击，梁非凡迅速咬破舌尖，钻心的疼痛瞬间袭来，几乎是同时，他感觉自己好像恢复了几分对身体的控制权。刹那之间，并不是很熟练的飘落叶步伐武技施展而出。枯槁的右手看似抓住了梁非凡的胸口，但却仅仅只是擦了过去。如此诡异的情况，着实是让前来刺杀的黑袍武者脸上露出了几分错愕，但错愕的神色也只是在脸上停留瞬间。他探出的右手迅速改为拍，重重地打在梁非凡的心口处。梁非凡只觉得一阵大力袭来，张口哇地吐出鲜血，身形更是倒飞而出，重重地摔在身后的墙壁上。强烈的撞击感袭来，梁非凡只觉得五脏六腑仿佛要移位，就连呼吸都感觉到疼痛，一种无力感油然而生。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的武技的只是花架子，没有作用。喋喋，黑袍武者再度发出阴恻恻的怪笑，慢慢的走了过来，交出你刚刚修炼的步伐，给你个痛快。第34章，不拿状元，没必要见面。交出步伐武技，给自己一个痛快。呸！梁非凡轻啐一口，横竖都是一死，脑残才会交出武技。呵呵，嘴还挺硬的。黑袍武者打量着眼前的梁非凡，迈步走了过来。只可惜我得用你的人头回去复命，否则的话，真的想好好拷打你。黑袍武者看似非常无奈地叹了口气，而后取出匕首，用自己身上的黑袍擦拭了下匕首，旋即目光一寒，凶光乍现。死！一个字脱口而出。梁非凡挣扎着想要反抗，但浑身上下的酸痛仿佛像是在告诉他认命吧。动弹不得，身体仿佛像是被锁死了一般，根本无法动弹。该死！为什么要让自己重生，又让自己这么快死去？就连系统金手指才刚刚拿到，自己不应该是手握主角模板吗？脑袋里面飞快地闪过这些念头，但是紧接着想象中匕首划过肌肤的触感并没有出现。吼吼吼！面前的黑袍刺客此时正伸手捂住自己的脖子，仿佛像是被什么东西禁锢住一般。此时的他
双眸之中已经没有了先前的杀意，有的只是惶恐，仿佛像是看到了什么极为可怕的事情一般。梁非凡咽了咽口水，身体迅速挣扎了下，想要移动。刚刚冒出这个想法，他的耳畔就陡然响起一道声音：“别动！”声音虽然低沉，但却极为的洪亮，仿佛就像是有人拿着喇叭在自己的耳畔呐喊一般。可是自己的周围空无一人，绝对不可能有人在这里说话。不可能！准备前来刺杀自己的黑袍武者似乎也听到了这一声话语，身体如同筛糠般颤抖，眼神中写满了不可思议。龙国法令有言，凡龙国境内禁止杀戮，违者杀无赦。又是一道低沉的声音传来。随着这道声音的响起，眼前的黑袍武者四肢不断的挣扎。片刻的光景，一道清脆的骨裂声传来，眼前的黑袍武者脑袋就这么朝着旁边歪着，已然没有了生机。他被人直接掰断了脖子。梁非凡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对方到底在什么地方。随着黑袍武者身死，梁非凡身后靠着的墙壁仿佛像是墨水一般逐渐散开，周围传来了脚步声，眼前的场景回到了那熟悉的现实。在自己的面前躺着一个已经断气的黑袍武者，似乎在说明刚才的一切并非幻境，真的有人要刺杀自己。梁非凡大口的喘息着，然而这时候几个人快步朝着这边赶来，他们身上穿着龙国制服，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梁非凡，而后迅速将眼前的黑袍武者装车带走。从头到尾他们都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向梁非凡询问任何事情，他们仿佛像是接到某个命令一般，处理得非常迅速。短短几分钟后，除了依旧瘫软在地的梁非凡之外，根本看不出任何痕迹。这一次眼前的景象让梁非凡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自己还是用前世的想法来看待问题。在这个世界里面，武者可以凌空远距离杀人，甚至于连面都不用出现，却能够将意念直接传到自己的耳边。不仅如此，就连刚才的帽子叔叔，他们只是负责打扫现场，一句话都不会多问，也没有做笔录。梁非凡坐在地上看着眼前的场景，久久不语。然而这时候身后出现的脚步声让梁非凡浑身猛地一震。不要转身！又是那道声音响起，这道声音跟当初喊自己不要动弹的声音一模一样。前辈！梁非凡没有转身，这样级别的高手能够杀人于无形，若是自己回头看到对方的样貌，多半自己是活不成。你不错。身后的声音只是慢慢的说出这句话。不错。梁非凡稍微犹豫了片刻，还是问出了自己内心最大的疑惑。前辈，当初在沙漠里面，是不是您？话音落下，对方似乎并没有回答，周围陷入到一片沉默。要不是感受到身后还站着人，估计梁非凡都会认为对方是不是已经走了。是我。许久，对方这才慢慢的说出两个字：是他。竟然真的是他！前辈救命之恩。梁非凡还想要说些什么，但是对方却出言打断道：举手之劳而已，就算不是你，我也依旧会出手。举手之劳，在沙漠里面能够穿行自如，同时将人安然无恙的送出来，竟然只是举手之劳。那么面前的这位前辈，他的实力……梁非凡不敢多想，只是双手凌空，虚握抱拳道：前辈多次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对方在沙漠里面救下自己，同时又在这里救下自己，已经出手2次了，不用计较这么多。身后低沉的声音再度响起，而后似乎想到了什么，稍微顿了下：你是今年的考生吧？若是能够在这次高考秘境中拿到漠北状元，或许你还能见得到我，但要是你没这个实力，也没必要见我了。话音落下，梁非凡只觉得身后的人似乎动了下，刮起一道劲风，这还是他服用了仙灵露之后风属性感知加强，否则换作是平常，他根本不可能感觉到。前辈！感知到身后没人之后，梁非凡试探性的喊了一句，依旧没有任何人回答。梁非凡又等待了1-2分钟，然后慢慢的转头，他的动作非常的缓慢，若是前辈还在身后，定然会出手阻止，但是显然没有。梁非凡转过身来，身后早已是空无一人，只剩下寂静的街道，唯独在地上放着一个淡蓝色的瓷瓶，瓷瓶的下面压着一张纸条，这是上品灵药增元丹，可以修复你身体里面的伤势，字迹苍劲有力，笔锋之间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一股凌厉的气势，字如其人。能够写出这样字迹的人，性格也可管中窥豹。梁非凡没有直接服用，而是将其放到了系统农田里。请问是否种植上品增元丹？梁非凡确认了下，发现的确是增元丹之后，这才放心的直接服用。丹药入体，一股强大磅礴的药力迅速涌入。这倒不是梁非凡托大，而是他现在的伤势根本无法动弹，哪怕是叫人将自己抬回去，都有可能在路上造成2次伤害。正因如此，原地服用增元丹才是最佳办法。
第35章，价格不重要。增元丹猛烈的药效在身体里面化开，原本沉寂在丹田的内力也是受到增元丹的牵引，迅速游走在四肢百骸。旋即，骨骼肌肉传来的强烈酸疼感，让梁非凡不由得发出一声闷哼。这是即将突破的预兆。在大街上突破吗？梁非凡如今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突破绝对不能停止，否则很有可能遭到功法的反噬。梁非凡屏息凝神，目前已经顾不得些许。大荒吞天诀功法运转，身体内积攒的气血之力仿佛像是沸腾了一般，迅速冲击着梁非凡身体每一寸的肌肤与骨骼，浑身上下瞬间阵阵剧痛的撕裂感。不远处，刚才离开的前辈感受到身后传来的变化，嘴角也是忍不住撇了撇。这小子这么莽的吗？竟然在大街上就直接开始服用丹药。话音落下，他找个房顶站着，就这么静静地注视着下方，俨然是在帮助梁非凡护法。整整一个晚上，梁非凡都在痛苦中煎熬，直到清晨时分，旭日东升，天空逐渐开始泛着鱼肚白，暖洋洋的太阳照耀着大地，透着清晨的凉爽。梁非凡猛然睁开眼睛，鹰隼般的眸子里面闪过一道厉芒。一个晚上的恢复，梁非凡只觉得精力充沛。上品增元丹果然是好东西，不光是让我的实力突破到 LV14， 更是消弭了功法淬炼筋骨所产生的副作用。唯独可惜的是自己来不及进行种植，要是以后在拍卖行遇到了，一定要花钱买下来，保证后续的突破。梁非凡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服用了增元丹之后，整个人身体突破已经没有先前气血亏空的感觉，就仿佛像是劳累许久的身体得到了极好的补充。梁非凡甚至于都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先前留下的暗伤，增元丹也修复了不少。活动了下筋骨，梁非凡转头看向身后的小平房，在突破的时候，他能够感觉到有人一直站在那，但那个时候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身体的功法上，根本分不出任何的精力来关注身后的情况。现在再度回头看，身后的平房已经是空无一人。梁非凡倒也没过多注意，将林渊擦拭干净，背在身后。林渊原本就是重刀，日常背着也能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很快，梁非凡来到了拍卖行内。进来之后，凭借着贵宾卡的身份，直接前往2楼要了一间包厢。拍卖行的服务生也是迅速端着甜点送了进来。梁非凡刚好没有吃饭，索性就稍微垫吧了下肚子。大约20分钟左右，梁非凡吃的差不多了，微微这才轻轻敲了敲门，走了进来。怎么，大清早的就来找我？难不成是昨天的先锋路有什么问题？微微笑盈盈的走进来，梁非凡却是一脸凝重。先锋路没有什么问题，这次来找你，主要是有其他的事情。不知道你们拍卖行的情报网怎么样？梁非凡非常认真的说道。看着是谈正事，微微收起了玩笑的想法，略微思忖片刻道：我们的情报网还算可以，只要不是太绝密的情报，我们都能够找得到。我想让你帮我查个人。梁非凡对绝密的情报并不感兴趣，自己又不是做间谍的，完全没必要。查个人？微微听到是这件事，松了口气。查个人好办，你将他的一些身份信息告诉我，查起来很快。可是提到身份信息这几个字的时候，梁非凡却是苦笑一声，就是没有身份信息，只是知道昨天晚上他在东二街的巷子，身上携带着能够封锁空间的法器，实力至少在20级往上，身材瘦弱，尤其是那一双手颇为枯槁的，仿佛只剩下皮包骨头一般。至于他的目标是追杀我，梁非凡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全部如实告知微微。对方戴着面具和黑色斗篷，根本看不见对方的样貌，能够提供的信息就只有这么多。微微看着面前的梁非凡，皱着眉头道：有人追杀？微微神色错愕地看了一眼梁非凡，被20级以上的武者追杀都能够安然无恙地回来，而且看样子好像杀手还跑路了。梁非凡到底有什么底牌？他现在的实力已经可以吓退20级以上的武者。梁非凡没有回应，但是这样的沉默却让微微更加笃定了心中的想法。我只能尽力，不知道你有没有怀疑的对象？微微看着眼前的梁非凡，下意识问道。有可能是张家的人。梁非凡皱着眉头，我最近得罪的人也就只有张家了。不过不着急，接下来我要去参加高考，他们应该没有时间对我下手。高考是国家最为正规的大型考试，秘境里面有专门的人负责监控，就算是给张家天大的胆子，他们也不敢在秘境内动手。好，那我尽快安排人帮你调查。微微答应了下来。对了，你们这里有没有增元丹？拜托调查的事情告一段落，梁非凡开始关心丹药的事情。搞定了增元丹，后面突破境界就有了保障。增元丹？你要这个东西干嘛？微微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脸上露出了一抹狐疑。增元丹这种东西价格非常昂贵，一般来说都是在突破30级的时候增加1转的成功率。漠北市的话，我们暂时是没有的，若是真的有需求的话，
要从北莽境中心城市附近调货过来，估计得等一段时间。而且这种类型的丹药售价基本上在500万往上，你确定？微微看着眼前的梁非凡，对方的确是赚了不少钱，但是现在也花的差不多了。再说，就算是1000万，也仅仅只能够买2克，500万倒不是问题。你们的增元丹是什么等级的？500万对于现在的自己而言，的确是有些贵了，但只要买1克，那就可以无限复制。抛开突破时候服用的不管，多了丹药，依旧可以扔到拍卖行里面的售卖。总之肯定是能够回本，绝对不亏。价格不重要，重要的是品阶。第36章，高考开始。什么品阶？微微没好气的直接白了一眼，嘀咕道：“肯定是下品啊，要是上品的话，估计得将近2000万了。”嘎！听着微微的话，梁非凡又是一怔，上品的增元丹竟然要将近2000万了，那么自己昨天晚上直接干掉了2000万，修炼果然是个非常烧钱的活啊。不过梁非凡的心头也是猛然跟着一沉，自己跟那个前辈非亲非故，对方为什么要给自己增元丹，而且还是价值2000万的上品增元丹？对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梁非凡不由得开始细细思索。无功不受禄。梁非凡沉默思索的神色被微微看在眼里，不由得出言安慰道：“增元丹这种丹药，下品就差不多了，而且只能够作为辅助药物使用。若是前期的功底扎实，增元丹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你要是真的需要，下品丹药就足够了。”对于微微的话，梁非凡却摇了摇头道：“若是有上品增元丹，帮我留意一下。”微微张了张口，没有再继续多说。梁非凡毕竟是客人，好，微微答应了下来，然后将梁非凡送了出去。2天后，漠北一中校内操场，原先的训练场上摆放着一个硕大的法阵，法阵上面雕刻着古朴纹路，沟壑之间透着一股极为浑厚的自然之力。不少同学穿着练功服，斜挎着统一制式的背包，里面放着1周的口粮。梁非凡身背重刀凌渊，负手而立，在他的周围，不少学生都是下意识的避让，生怕因为跟梁非凡走得过近而被张家的人盯上。在梁非凡不远处，张震此刻周围聚集了不少人，这些人都是张家豢养的打手。此刻有不少人看向梁非凡的眼神里透着挑衅的意味，这些人的目光，梁非凡统统选择无视。他闭目养神，静静地等待着高考秘境的开始。在操场外围的看台上，不少考生家长以及其余年纪的学生驻足观看。高考无论放到什么地方，都是一件大事。你们说这次漠北的省状元会是谁啊？那还用说，肯定是张家的张震啊。这段时间张家又大肆采购了不少洗金法水丹。是啊，也不知道怎么地，这1个月内拍卖行的洗金法水丹多了不少。肯定的啊，100万1颗的洗金法水丹，也就只有在高考前才会有这么大的市场，换作是平时根本不可能有人买。我觉得这次的状元多半应该是梁非凡吧，上次比武你们又不是没看到，要不是张震手里面的防御类法器护主，现在能不能正常前来参加都不知道。上次的赌斗原本就不公平，武者对上身体孱弱的御兽师，而且还是在20级之前，那妥妥御兽师被吊打呀。但是高考秘境里面就完全不一样了，毕竟考试的内容可是……周围不少家长都是议论纷纷，毕竟对于他们而言，最关注的就是孩子的成绩。为了能够让孩子考上好学校，他们倾注太多的心血。没多久的时间，校长王永斌带着几个身穿华服的人走了过来，站在主席台前。各位高三学子，我知道你们为了高考这一天奋斗了太久的时间，而今天就是检验各位修行成果的时候。王永斌简短的做着开场白，然后朝着旁边挪动了几下，旋即开口道：“这几位是来自龙国裁决司的监察官，负责整个高考的考场秩序，同时也为了保证高考的顺利进行。其中负责我们漠北一中考场的冯晨监察，大家肯定不会感觉到陌生，是我们漠北一中的校友，更是10年前漠北市状元。”说到这里，冯晨朝着前方踏出一步，身上穿着的法袍无风自动。各位，很荣幸这次能够回到母校进行监考，不过各位学弟，你们可不要想多了，高考秘境内部所有的内容和情况都会通过屏幕投放，并且保存整个考试过程，以便后续复审查验。至于高考的规则与主体形式，大家心里面都比较清楚。那么我说说本次的细节。说到这里，冯晨从口袋里面取出一块淡蓝色的令牌，这块令牌代表着你们每个人的身份，也是你们的性命。维持7天的考试结束后，谁手里面的令牌多，谁的积分就高。除了令牌之外，还有就是猎杀秘境之中的魔兽获得的金和数量也作为加分项。同时我再重申一遍，高考秘境有一定的危险系数，每年国家也给我们下达了死亡指标，但无论是作为你们的学长还是监考官，我都不希望使用这个指标。冯晨说到这里稍微顿了顿，所以希望接下来的话你们所有人给我牢牢记在心里，一旦你们遇到了任何危险，
只需要将心念注入令牌内，里面铭刻的传送法阵会直接将你们传送出来。记住，高考只是你们人生中的一场旅途，性命才是最重要的。最后，祝福你们所有人考试顺利。冯晨的话音落下，台下不少学生都是热烈的鼓掌。梁非凡也是微微抬头，目光锁定在对方手中的蓝色令牌。这就是整个高考的考分，拿得越多越好。看来高考是鼓励战斗，同时又有传送阵托底，保证不会出现生命危险。而且若是有人故意杀戮，多半也会被监控录像记录下来，提交给上方审核。梁非凡心头有了主意，也就是迟疑的这段时间，入场检录已经开始。梁非凡深吸一口气，正准备踏步进去，斜前方却看到了一伙人乌乌泱泱的踏步走来。张震为首，朝着众多人群拱了拱手：“抱歉，我这个人没有等着的习惯，先进去了。”话音落下，他带着人迅速来到队伍的最前面，踏步进入到传送阵内。面对着张震如此嚣张的神色，周围不少学生心头虽然不满，但碍于张家的实力，心头敢怒不敢言。第37章戏耍雷电豹。张震带着手下的人迅速消失在传送阵中。等到他们所有人都走了，不少先前被插队的同学这才颇为不满地抱怨道：“着什么急啊？不都能进高考秘境吗？有什么好着急的？你还不知道吧？高考秘境其实划分了很多个考场区域，一起进去的话，有极大的概率会分到附近。还有这回事？我怎么不知道？那一起进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抢？每个考场区域容量是不固定的，但是大家开始考试的时间差不多，提前进去，基本上考场都是空闲，有最大的概率能分到同一个考场。原来还有这样的讲究，反正我也没这么大的能量，分到哪里都差不多，指不定分到一个比较菜的考场，或许还能考出个好成绩。”周围的众人议论纷纷，梁非凡听到耳朵里。对于自己而言，分到什么地方都相差不多。排了一阵子，终于轮到自己。没有携带什么违禁品吧？背包打开来检查下。好，可以进去了。常规的检查结束之后，梁非凡迈步进入传送阵内部。一阵柔和的光芒闪烁，眼前瞬间一花，梁非凡迅速消失在原地。也就是在他刚刚离开不久，队伍中有几个人小心嘀咕道：“待会进入到考场之后，我们先集合，然后再去找梁非凡。这份仇我们必须报，梁非凡必须得死。”嘀咕了几句，就听到传送阵那边负责检录的老师立即催促道：“后面的同学别聊了，抓紧时间。”紧接着，先前嘀咕的那几个人纷纷起身，朝着传送阵走去。光华流转，几个人跟着梁非凡的身后进入考场。传送阵的光芒逐渐消散，梁非凡踩在坚实的土地上，眼睛稍微适应了下光亮，眼前的景象逐渐开始变得清晰了不少。自己身处的地方是一片密林，密林里面的树木郁郁葱葱，杂草差不多将近有半米高。梁非凡没有着急，手脚并用，以最快的速度爬上眼前一棵差不多2人合抱般粗细的古树。站在老树顶端，周围入目之处是一片晃动的林海，没有任何洞穴岩壁之类的遮蔽物。看来这次的运气并不是很好啊。梁非凡摸着自己的下巴，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这种没有遮蔽的环境，生存才是最困难的。暂且不说天气恶劣的时候生存环境有多差，光是夜间的时候，没有遮蔽的掩体意味着要防范所有可能存在的危险。更何况梁非凡还是一个人，没有人帮着守夜。先去周围看看吧。梁非凡查探完周围的地形，迅速做出判断。整个高考秘境里面划分为多个考场区域，自己这个区域周围是密林，那么别的区域可能会出现岩壁山脉等等情况。只要能够找到一个洞穴，都比现在好过不少。往前一路疾驰，梁非凡脚下却没有闲着，不断的施展疾风步。若是仔细看梁非凡现在的身影，他就仿佛像是落叶一般，随风舞动，脚下步伐接连变化，迅速朝着前方逼近。倏然，一股极强的危机感油然而生。梁非凡停下脚步，打量着前方半人高的草丛。吼！一阵狂吼传来，夹杂着腥风的黑影迅速呼啸而至。梁非凡脚步一动，整个人的身体仿佛像是被风卷起来的落叶，迅速飘了起来。飘起来的瞬间，梁非凡顺势抬起右手，握住背在身后的凌渊重刀，凝视前方的黑影。一头蓝色的豹子落在梁非凡先前站立的位置，豹子四肢上闪烁着道道电弧，露出赤红色的獠牙，转头凝视着眼前的梁非凡。13级的雷电豹。梁非凡打量了一眼，脑海里迅速反馈出雷电豹的资料。雷电豹以速度见长，而且13级的雷电豹跟我的实力相差不多，刚好能够用来练习步伐。梁非凡坚定心头的想法，当下也不着急进攻，握住凌渊刀柄的右手也是跟着松开。换做其他人知道梁非凡心中的想法，估计会羡慕的直接吐血。觉醒到高考的时间仅仅只有1个月，1个月的时间
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能够突破到10级，更不用说13级的雷电爆，实力差不多相当于人类15级的武者。梁非凡遇到了这样的雷电爆，竟然想着用来磨练步伐。然而此时此刻，漠北一中操场上树立起来的大屏幕上，正在投放着考场的画面片段。此时画面刚好切在梁非凡这里，原因无他，只因为梁非凡的运气属实是太差了，刚进来没多久就遇到了13级的雷电爆。这小子的运气属实是太差了，竟然遇到了雷电爆，估计很快就要传送出来了。梁非凡争夺高考指标到底有啥用？开考10几分钟就要被直接传出来，搞这么大的阵仗。方老师，这个梁非凡好像是你们班上的吧？先前在校门口单挑的就是他吧？因为梁非凡的事情，学校可以说是颜面尽失，不少老师的脸上都是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神色。梁非凡属实是让漠北一中丢尽了面子，他一个人单挑整个学校的新闻直接在北莽境传开，有不少同行还特意打电话过来询问。其实说是询问，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嘲讽。然而这时候，冯晨凝视着画面，眉头深深皱起，轻轻地吐出2个字：有意思。听到冯晨这么说，校长王永斌也是将目光看了过来，无奈地叹了口气道：这个梁非凡其实平时也非常努力，就是天赋属实太差了，转职的职业是农夫。天赋差吗？冯晨狐疑地问了一句。是啊，不仅天赋差，甚至于连运气也太差了。刚进去就遇到13级的雷电爆，真不知道他还在努力什么，抓紧时间传送出来才是正道。王永斌话音落下，不少来自裁决司的监考官都是下意识地朝着他这边看了过来。冯晨的嘴角更是泛着一抹冷笑，缓缓开口道：王校长，要是光凭借步伐就能戏耍雷电爆都能算是天赋差，那么这偌大的漠北市估计没有天赋好的人了。第38章偶遇，初次团战。没有天赋好的人？王永斌不太明白冯晨这句话的意思，脸上研究透着狐疑。此时裁决司另外一位监考官缓缓开口解释：雷电爆在20级的魔兽中，速度仅次于风属性魔兽，速度上虽然有劣势，但是雷电爆自身散发出来的雷电威压具有一定的麻痹能力，同时魔兽自身的力量等等都要远强于武者，所以综合实力而言，雷属性的魔兽实力在20级以下绝对能够称之为 T0 级别。才绝世的监考官盯着眼前的屏幕，高考一开始就遇到雷属性魔兽，这个梁非凡运气的确太差了。但是你看他最先开始好几次都是勉强避开雷电爆的进攻，但是现在他每一次的躲避都极为丝滑，现在这头雷电爆已经成为梁非凡的玩具。高考之中能将13级雷电爆当作玩具，近10年来估计也就是那些天才妖孽。监考官的话让王永斌浑身猛然一个激灵，近10年来天才妖孽，梁非凡实力竟然如此强，但是不对劲啊，他哪里来的修炼资源？只可惜啊，他转职的职业竟然是农夫，但凡只要是战斗类的职业，哪怕是最普通的战士都值得大力培养。冯晨看着手里面梁非凡的资料，无奈地叹了口气，依靠着身体素质或许还能够在20级前拔得头筹，但是20级之后与职业者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这个梁非凡注定不会走太远。冯晨说到这里，拿出旁边的打分表，在天赋考核这块直接给了0分，通知下去不用继续监视梁非凡，他没什么大用。迅速将梁非凡的资料放到一边，冯晨继续看着眼前的小屏幕。身为监考官，有一条规则他没有明说，除了令牌以及金盒之外，天赋考察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毕竟高考是给龙国选拔人才，天赋也非常重要。是，眼前负责巡查考场的精神力职业者迅速将注意力切换到其他人，操场上的大屏幕也是迅速切换成为别的考生。梁非凡被彻底放弃。此时此刻，考场内，梁非凡继续随风飘飞，不断的戏耍雷电爆。雷电爆的每一次攻击都直接落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雷电爆的体力也是急剧消耗。此刻的雷电爆不断的哈气，眼神中流露出一抹疲惫。差不多了，飘落叶已经初步掌握，你没用了。梁非凡右手往后迅速探出，直接握在刀柄之上，而后迅速将凌渊宽刀抽出，死，身形仿佛闪电一般飘然而至。这时候的雷电爆身体飞速攻着，想要依靠着弹射力量，想要避开梁非凡的凌渊。可是雷电爆弹射卷起的劲风让梁非凡迅速捕捉到周围风向的移动，砰！凌渊怒斩而下，重重地砸在雷电爆的脑袋上。不，准确来说，若是有人视力极佳，就能清楚地看到，雷电爆完全是直接迎上梁非凡手中的凌渊，仿佛像是将自己的脑袋递到凌渊的刀刃之下。轰！凌渊那强大的下坠力道直接将雷电爆砸入地面。梁非凡没有迟疑，身体旋转，飞快抽刀。
刀刃划过雷电豹脖颈，鲜血如同一道血线急射而出。梁非凡闪身避开，身上血腥气太浓的话，容易吸引周围更多的魔兽。紧接着，梁非凡迅速探出右手，摁在面前的雷电豹身上，大荒吞天诀悄然运转。梁非凡掌心之内迸发出一股极为强大的牵扯力，雷电豹身上的气血喷涌而出。几次呼吸的时间之后，眼前的雷电豹迅速坍缩，已经成为一具风干的木乃伊。然而，如此磅礴的气血之力进入到梁非凡的丹田处，却仿佛像是泥牛入海一般，迅速消失不见，没有任何的响动。感受到身体的变化，梁非凡不由得皱起眉头。我已经吞噬了不少气血，按照道理而言，境界应该能够稳固在 LV14， 但为什么一点提升的感觉都没有？梁非凡心头纳闷。按照先前的推算，每级所需要吞噬的气血之力会有所增加，但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差不多都快要成倍数增长。在10级之前，就算是吞噬比自己级别略低的魔兽，丹田之处也能够传来饱腹感。可是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别说是饱腹感了，就连填充进去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梁非凡仿佛像是饥肠辘辘的人，疯狂地大吃一顿之后，就像狂喝西北风一样，没有任何感觉，依旧感觉饥肠辘辘。他是真的饿了？难道说要猎杀更加强大的魔兽才行？梁非凡嘀咕了一句，将目光看向更深处的密林。然而这时候，身后的杂草堆传来了细微的轻响。有人！梁非凡浑身猛然一个激灵，刚才修炼飘落叶确实是太专注了，甚至于忘记感知周围的情况。梁非凡将凌渊刀尖处点地，看向先前轻响传来的地方。既然来了，就不要藏着，出来吧。梁非凡话音落下，眼前的杂草动了动，几个身穿漠北一中校服的人走了出来。他们身上的气息并不强大，梁非凡估摸着最多也就7、8级的样子。这些人来找自己是为了什么？有事？梁非凡看着对方身上穿着校服，多半也是穷苦人，但凡家境稍微好一些，都会准备体束服。那种衣服穿起来舒服，还能够保持身体干燥，防水性能不错。既然大家都是穷苦人，梁非凡也没有太多的戒心，随口道：“拿命来！”可是就在梁非凡刚刚问完的刹那，这几个人仿佛像是发疯了一般，迅速冲了上来。看着这情况，梁非凡皱了皱眉，脚步迅速飞退。对方抱起发难，梁非凡没有准备，只能闪身躲避。也就是在他将注意力放到眼前冲上来这人的时候，一道灼热的感觉迅速从后背袭来。火球术！短暂的时间，草丛里面的另外一人已经完成了术法吟唱，一个火球迅速朝着梁非凡的身后急射。小小的火球封住了梁非凡的撤退路线。第39章，吴刚死了。灼热的火球夹杂着热浪袭来，梁非凡此时施展出飘落叶的步伐，滞空的刹那无法借力。对方这一套组合招式显然经过稠密的计算，将自己的位置全部卡死。梁非凡心头打定主意，既然躲不掉，索性就不躲了，身体迅速按照原定的轨迹倒了过去。但就在火球即将攻击到身后的瞬间，他猛然提气，腰腹力量扭动，险之又险地避开火球的攻击。然而就算如此，火球释放出火焰的外围也是粘在梁非凡的衣服上。顷刻间，一股钻心的疼痛迅速从后背袭来。奈斯！就在这时，释放出火球术的法师忍不住喊出一句。梁非凡顾不得这么多，牙关紧咬，火焰灼烧的疼痛让他身体不自觉的哆嗦。砰！身体迅速落地，梁非凡二话不说，顺势开始翻滚。这么做不光是为了扑灭身上的火焰，同样也是为了尽可能抵消落地时的冲击力。王后，往死里揍！刘玉，继续吟唱，补上一个火球。听着这样的喊声，最先抱起发难的武者王浩笑盈盈的应了一声：“好嘞，远哥。”话音落下，王浩捏紧拳头，整个人的身体在空中旋转，慢慢的变成一个圆形的球体。在他的身上道道光晕流转，最下面的四肢部分出现了如同岩石般的块状物。看着这样的技能，梁非凡心头倒吸一口凉气。石化表皮，这是最为廉价的技能，但能够学习这个技能，足以说明对方的实力已经接近10级。对，没错，接近10级。王浩所施展出来的石化能力并不完整，要是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10级，那么空中落下的就是一个重量差不多70、80公斤的石球。梁非凡顾不得这么多，挣扎着想要起来，也就是这么一动，后背疼痛袭来，让他整个人的身体不自觉地跟着一抽，浪费了最好的逃离时间。王浩凝视着地上的梁非凡，眼神中划过一抹杀意。千斤坠，轻轻一声暴喝，王浩身体迅速下坠，哪怕仅仅只是下肢石化，这硬度砸在人体上，非死即残。
找死！梁非凡心中也是油然而生一股杀意，抱起发难就算了，自己跟对方素昧平生，他们出手就想要自己的性命。若是梁非凡现在心头还抱有任何仁慈，那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此时此刻，梁非凡咬紧牙关，双拳紧握，浑身的气血之力迅速澎湃，以一双肉拳对抗王浩的石化。砰！碰撞在一起的刹那，梁非凡只觉得整个手臂传来一阵酸麻感。然而这时候他没有选择继续硬抗，而是双膝弯曲，整个人的身体顺势往下一沉。王浩一屁股迅速坐在地上，石化之后，下肢虽然不会受伤，但是强大的反震力道袭来。王浩口中发出一声闷哼，整个人的身体竟然被直接拽了起来。梁非凡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然绕到了王浩的身后，他的双臂撑住王浩的腋下，口中一声暴喝：切！怒吼一声，王浩身体不受控制的抬起。也就是这时候，一声娇呼传来：小心！2个字喊出来，王浩浑身一个激灵，一股热浪迎面袭来，火球重重击在他心口处。几乎是刹那，王浩只觉得心窝仿佛被什么东西狠狠捶了一拳，刚猛的撞击力让他的呼吸都随之抑制。梁非凡低头看了一眼，预想中熊熊燃烧的火焰并没有出现。在火球术击中王浩的瞬间，他将心窝处整块进行了石化，否则光是附着燃烧的火焰就让他吃不消。梁非凡让王浩抵挡住一次攻击之后，直接将其推到一旁。砰！受到重伤的王浩直接推到一旁。梁非凡凝视着面前的众人，站在远处吟唱的刘玉看着已经挣脱出来的梁非凡，无奈地叹了口气。至于先前指挥喊话的远哥，则是快步向前拦在了刘玉的面前。没用的，远哥，我们失败了，落在这个恶魔的手里，我们必死无疑。在这里死了，我们也可以去见刚子，在黄泉路上他就不会感觉到寂寞了。他娘的，刘玉，老子跟他拼了！远哥口中猛然发出一声呐喊，身形还没有冲到梁非凡的面前，就被后者飞起一脚直接踹倒在地。看着他们近乎玩命的模样，梁非凡神色淡漠地看着唯一还在场的刘玉：我们有仇吗？没有。刘玉冷冷地注视着眼前的梁非凡：那你们这是？梁非凡眼神在几个人身上扫过，神色冷漠地询问：哼，梁非凡，你认识吴刚吗？刘玉看着面前的梁非凡，提起了一个人的名字：吴刚。梁非凡略微皱眉，要是他没记错的话，这个吴刚好像就是当初张震来找自己麻烦的时候站出来挑衅自己的打手。莫非眼前的这些人都是张震找来的？你们是张震的人？梁非凡打量着对方，伸手握紧了手中的凌渊。如果是张震的人，那么就没必要任何的手软。呸！别跟我提这个人渣。出乎意料的是，在听到张震这2个字的时候，刘玉脸上涌现出一抹厌恶。他神色变化，骗不了梁非凡。既然你们不是张震的人，那与我有什么关系？梁非凡声音一沉，这里面有蹊跷，但绝对不是对方下杀手猎杀自己的理由。怎么跟你没关系？要不是你的话，吴刚会死吗？刘玉看着眼前的梁非凡，眼眶不禁有些泛红。吴刚死了，是他主动跳出来找我挑战，而且我也没下死手。梁非凡淡淡的解释了一句，可是这句话却仿佛像是踩住了刘玉的尾巴一般，让他歇斯底里的咆哮道：你跟张震有什么摩擦？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是为了给你这个高考名额，吴刚死了。我真的不知道，你跟我们一样都是平民，而且你的职业也只是一个农夫，没什么大用的垃圾职业。张家的人拿走你的高考名额就给他们，最多要点钱就算了。你为什么要争？争了又有什么用？一个农夫能有多大的出息？你现在依靠着身体素质强悍，但是以后呢？30级以后呢？你依旧是废物。就是因为你争夺指标，导致吴刚死了，一个前途远大的战士，因为你这个垃圾职业农夫死了。刘玉双眸猩红，歇斯底里地冲着梁非凡咆哮道：第40章，高考也能作弊？一个前途远大的战士，因为自己死了，多么荒谬的言论！梁非凡看着面前的刘玉，眼神逐渐变得冰冷。你们之所以敢来找我，就因为我没权没势。杀吴刚的人是张家，你们不敢找张家人报仇，就全部都算在我的头上。难道说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就不配参加高考，就活该给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打工，给他们当狗？你是不是跪久了都忘记怎么站起来了？还是说在你眼里吴刚的性命值钱，别人的性命就分毫不值？梁非凡看着眼前的刘玉，沉声喝问。也就是在这时候，先前被梁非凡直接踹飞出去的远哥慢慢的爬了起来，踉踉跄跄的朝着他这边走来。没用的，我们都是穷人，穷人是永远比不上富家子弟的。就算是你再努力，又有什么用呢？规则都是他们制定的，你能打得过张震，但是你注定不可能成为状元。远哥看着面前的梁非凡，擦拭了下嘴角溢出的鲜血。
在整个小队中，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规则是他们定的。梁非凡轻咦了一声，或许这里面还有自己所不知道的一些情报。没错，考试最后的排名是根据手里面令牌数量以及魔兽晶核决定的，这简直就是给这些富家子弟制定的规则。刚开始考试的时候，你也看到了，张震带着一伙人进入了考场。你知道张家为什么要这么做吗？远哥轻笑一声，然后看着眼前的梁非凡，这些人都是张家精心挑选的考生，他们会组队猎杀魔兽，以及掠夺考生手里面的令牌。你一个人猎杀的数量，如何能够比得过他们团队的作战？而且在第7天的时候，这些张家挑选的考生都会将手里面的令牌交到张震的手中。简单来说，张震从进入到高考秘境那一刻开始，他的令牌数量就是在20块往上。20块，这可是20块，暂且不说这么大的考场，7天的时间内，我们能不能遇到20个考生？就算是遇到了，你能保证全部击退吗？远哥脸上流露出落寞的神色。穷人就是穷人，别人进入高考的起点，就是他们的终点，这还玩个鸟！梁非凡听着远哥的话，眼神微微眯起。由于他是半路才来到这个世界，并没有受到太多思维的局限。你的意思是，张震他们会抱团搜集令牌？梁非凡嘀咕了一句，有这么好的事情？这么好的事情？梁非凡，你是不是脑子坏了？你实力的确还可以，但就算是遇到了我们，你也不是没有招架之力，更不要说遇到了张震他们队伍。而且要是我没有估计错误的话，他们随身都携带着法器。远哥看着面前的梁非凡，仿佛像是在看蠢货一般。随身携带法器？梁非凡咂巴了下嘴，品味出对方话语里面的意思。张震他们进来就是准备抱团抢劫的，无论是令牌还是这些高考生手里面的干粮，所以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往背包里面放干粮。那么空着的背包只有可能存放一些保命的法器，毕竟高考的规则里面只是对背包有限制，并没有限制背包里面放着的是什么。梁非凡的眼神随之一亮，要是将张震他们强了，这些法器不都是爆出来的金币吗？现在自己属实是太缺保命的底牌，但是梁非凡心里面也非常清楚，光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想要伏击整个队伍，简直是痴人说梦。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将目光停留在刘云这些人的身上。旋即，梁非凡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他的确需要有人合作，但是跟刘云等人合作，无异于随身携带随时会爆炸的地雷。想到这里，他凝视着眼前的刘云等人，将背包里面的干粮留下，然后用念力催动传送阵离开这个地方。梁非凡声音冰冷，不带有任何感情。刘云没说话，迅速将自己的背包扔到地上，然后迅速将念力注入令牌内。传送法阵启动，柔和的光华亮起，眼前的刘云消失在原地。空中一块令牌应声落下。梁非凡并没有着急，只是将目光转向了旁边的远哥和王浩，二人也没有任何反抗，迅速催动传送阵。梁非凡将3个背包直接拿起，收入农场空间内。农场空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空间类法器。梁非凡没有迟疑，脚下迅速催动起疾风步，朝着密林更深处奔去。漠北一中，传送法阵接连亮起，不少人被传了出来。刘云和远哥搀扶着王浩，一瘸一拐地走下传送台，交出了令牌，意味着他们的高考已经结束。这边刚下来，就有几个学生将目光看了过来。刘云，你们也是被张震那帮孙子打出来的？这群人简直欺人太甚，20个人直接围着你，看着你催动传送阵，但凡只要是敢反抗，就直接被痛揍。这帮该死的狗腿子，真的给龙国丢人！传送阵外有不少都是被张震赶出来的武者，他们愤愤不满地抱怨道。刘云大致扫了一眼，差不多将近30人，再加上张震带进去的20人，估计张震手里应该已经差不多有50块令牌了。现在才开考多久？3个小时都不到，他就已经搜集到50块令牌了，效率属实太高。这还没算他们猎杀魔兽获得的金核数量，看来这一次漠北市的状元铁定是张震了。这还用肯定？张家为了自己的颜面，也会想办法搞一个状元。高考对于他们这些世家而言，就是走个过场而已，但是对于我们而言，却是……算了，别想这么多了。习武这种事情原本就非常讲究天赋，我们这些人天赋不行，没什么好惋惜的。说到这里，周围的人忽然之间沉默了。都说读书能够改变命运，但是真的改变了吗？最多只能说稍微过得好一些罢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刘云等人的心头忽然浮现出梁非凡的身影，或许也只有他能够代替所有寒门子弟发出一声不公的怒吼。第41章，秘境的夜晚更危险。高考秘境，密林深处，轰！一声巨大的闷响传来，野猪重重倒在地上，失去了生机。今天的晚餐有着落了。梁非凡拍了拍双手，盯着面前的野猪，
肚子不自觉地发出阵阵咕咕声。他已经将近1天没怎么吃饭，干粮虽然带了一些，但是没有水源，吃着难以下咽。原本以为秘境之中应该不缺饮用水，但现在似乎自己的运气太差了，分到的密林竟然没有任何溪流，属实是有些点背。不仅如此，一路上过来都没有遇到别的考生，甚至于连搜集令牌的机会都没有。梁非凡猎杀完魔兽野猪之后，迅速将其收入农场空间，正准备离开的时候，梁非凡忽然觉察到似乎有一道视线远远地落在了他的身上。什么人？梁非凡右手猛地一翻，迅速摸出一枚补气丹送入口中，吞服咽下以后，药效在腹中化开，先前消耗的内力也是逐渐的恢复了不少。朋友，随着梁非凡的声音落下，一道低沉浑厚的声音从草丛里面传来。循声望去，只见一位身穿练功服的少年笑盈盈的朝着梁非凡这边走了过来。梁非凡手中握紧了凌渊重刀，小心谨慎的盯着面前的来人。别紧张，你应该是漠北一中的学生吧？对方打量了一眼梁非凡身上穿着的校服，同时又亮了下自己练功服绣上去的校徽。我是隔壁辽省一中的，我叫刘征。刘征？梁非凡眯着眼睛，自己并不认识对方。有什么事吗？梁非凡指了指前方，就在那说吧，要是再往前，可就没有任何诚意了。好。刘征止步站在原地，看着眼前的梁非凡，又打量了一眼后者手里面握住的凌渊。这柄刀不错，看样子你应该是战士类职业。我的队伍里面刚好缺少一名战士，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刘征看着眼前的梁非凡，开口招揽。我为什么要跟你组队？梁非凡打量了一眼对方。而且你的队伍不会只有你一个人吧？自然不是，只是我的职业是牧师，威胁度最小，所以就安排我来当做说客。刘征淡淡一笑，而后转身看向身后的密林，都出来吧。不多时，有3个人从后面慢慢探出头来。简单介绍下，我是牧师，这2位分别是法师，还有1位的职业是刺客。刘征继续介绍整个队伍的组成。刺客是一名瘦高的少年，似乎是因为职业的关系，整个人脸上透着阴飒的气息。在介绍到他的时候，对方并没有说话，只是朝着梁非凡这边微微颔首。至于2位法师，则是2个面容姣好的少女，其中1位穿着体操服，略显紧致的体操服将其身材完美的凸显出来。能够参加高考的年纪都在18岁左右，再加上武者的修炼营养等等还不错，所以身材已经初具规模。至于剩下的1位，则是有些柔弱，扎着马尾辫，完全就是一位萝莉。不仅如此，她的身上穿着洛丽塔的裙子，让梁非凡不禁微微皱眉。在高考秘境里面，穿着这样的衣服并不适合移动。他们的站位靠得比较近，看来多半应该是在进入秘境之前就相互认识。你们原先的战士呢？梁非凡问出来的话让刘征微微一愣，而后无奈地叹了口气。集合之前被别人偷袭，直接传送退出了秘境。梁非凡点了点头。他们原先的队伍的配置非常不错，牧师可以负责后场治疗，战士负责前场输出，至于刺客能够在旁边偷袭进行收割，还有2位法师在阵型的中间极为安全的环境下打出不菲的伤害。但现如今失去了战士，无异于将法师顶到最前面，否则就是以速度见长的刺客。要是刺客在前面拉怪的话，无异于将自己的优势全部放弃。只不过在刘征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身后的众人神色不经意间有些奇怪，这样的细节自然是不可能逃出梁非凡的观察，多半这里面有些故事。你们组建这样的队伍，肯定是冲着最好的名次去的，我就不掺和了。我只是想摆烂，你们还是去找别人吧。梁非凡摇了摇头，转身就准备离开。别！刘征连忙喊了一句，而后沉声道：这位朋友，马上就要天黑了，你要还是一个人的话，不安全。天黑了，一个人不安全？换作是前世，或许这么说还有点道理，但现在都是武者，一个人有什么不安全？梁非凡眯着眼睛看向身后的刘征，你倒是说说，怎么不安全？朋友，你难道不知道，高考秘境中的黑夜比白天更加危险，一旦进入晚上，整个秘境里面会叠加昏睡等等减役 debuff， 你整个移动速度会变慢，就连力量也会变小。而在夜晚状态下，饥肠辘辘的野兽则完全不受到此类 debuff 的影响。每次高考的考核都有伤亡指标，这些指标中将近90%都是死于深夜。梁非凡打量着眼前的刘征，思索对方话语里面的意思。高考夜晚会怎么样，自己的确没经历过，但进入到秘境之后，无论是最先遇到了刘玉还是张震等人，他们都是组队行动。难道说这里面有些东西是本地人知道而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这倒也完全有可能。要这都是常识的话，高中的课堂上会自动忽略这部分的内容，导致自己并不知道。想到这里，梁非凡看着眼前的刘征，
你对秘境很了解？也不是很了解，但这些是听家里长辈说起。刘征嘀咕了一句，又看了看梁非凡，没有继续说下去。要是加入你们，收益如何计算？梁非凡来了兴趣，自己对高考秘境知道的着实是太少了，要是能从刘征这里挖出一些有用资料的话，会对自己有很大的助力。更何况就算啥也没有，跟着他们度过一个晚上，验证刘征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若是假的，自己明天再直接拍屁股走人就是。看着梁非凡改变了想法，刘征的心头也是跟着松了口气。第42章水火两重天。看着梁非凡改变了想法，刘征微微松口气。若是我们战胜了别的队伍，获得的令牌我们所有人平分，要是令牌数量不超过5个的话，你必定会有1个。不得不说，刘征脑子思路的确是灵活。他整个队伍强悍是强悍，可是缺少了战士抗伤害的话，整个队伍几乎没有战斗力。这不是说他们的职业太差，而是根本没有发挥战斗力的空间。对于法师而言，没有很好的输出空间，基本上就是弱鸡职业。更不要说才10级的法师，吟唱的时间就不短，没有人在旁边保护，必死无疑。除非等级上去了，吟唱的时间缩短，很多武技都能够直接瞬发。简单来说，他们只是用了1块令牌，就雇佣了梁非凡作为自己的保镖。不仅如此，要是没有梁非凡的加入，他们1块令牌都拿不到。梁非凡打量着眼前的刘征，不咸不淡道：“这只能算是互惠互利。你们队伍要是少了战士职业，估计连1块令牌都很难拿得到。”刘征面色不由得有些发苦，他很清楚梁非凡说的的确是对的。那你想要什么？刘征看着面前的梁非凡，沉声询问。再加上一个重要情报，我可以选择加入你们。梁非凡略微沉吟，开出了自己的筹码。重要的情报。刘征略微沉吟片刻，似乎是想到了什么，旋即开口道：“秘境的范围是在逐渐缩小，最终所有的考场考生都会集中在一块地方。”说到这里的时候，刘征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梁非凡。梁非凡的眼神里面闪烁着几分茫然，显然他是不知道这份情报。刘征不禁有些错愕，又看了一眼梁非凡，接着道：“7天的时间，秘境不断的收缩，其实也是变相的在驱赶考生朝着更深处前进。到时候我们遇到的怪物等级实力会持续上涨，但那个时候更加应该注意的是周围赶来的考生。能活到那个时候，多半已经没有什么单打独斗的考生，除非你的实力极为的强悍。”说到这里，刘征没有继续说下去。梁非凡也没有反对。高考秘境主要的作用是选拔，既然是选拔，就会人为制造不少困难。否则按照秘境的大小以及考生密度来看，大部分的人在里面摆烂混过7天就成。毕竟只要不催动令牌传送阵退出，他们的排名至少在已经退出的人之上。这种混子肯定不是秘境考核的初衷。你对深处的秘境有多少了解？你说的秘境范围在收缩，这种收缩是全国范围内的考生，还是北莽境？梁非凡问出这个问题之后，刘征脸上的凝重之色更甚。高考的秘境考核是针对北莽境范围内所有的考生，其余地方的考生在别的秘境里面，这应该是基础常识。梁非凡瞬间明白，估计跟前世的高考差不多，每个省份都是独立排名，所谓的省状元，只要在你所在地拔得头筹即可。我对这些并不是很了解。梁非凡大大方方的承认，旋即打量着周围，这附近都是密林，没有遮蔽物。今天晚上准备在什么地方休息？我们盘算了下，按照我们的步行速度，差不多等到第3天，我们就可以进入山脉，晚上就会好过一些。现在只能够轮流守夜了。刘征没有在常识上继续纠缠，心里面已经将梁非凡视为那种苦修武者。虽然说常识大家都知道，但是总有极少数人并不关心这些知识。守夜而言的话，你和冷风2个人分别是上半场和下半场，并且配备1名法师。至于我的话，只能偷个懒。牧师这个职业非常消耗精神力，就算是我守夜，起不到多大作用。哪怕是遇到了一些魔兽，也得喊你们起来。刘征说到这里瘪了瘪嘴，脸上透着无奈。冷风。梁非凡回头看了一眼，先前介绍的时候，刺客职业的那位就叫做冷风。冷风抬头看着眼前的梁非凡，微微点头示意。那我守上半夜吧。梁非凡提出要求，刘征立即答应了下来，转头看向冷风，那下半夜就拜托你了。好，那我下半夜。冷风没有过多的废话，往旁边走。2个法师中长得颇为御姐的人看着冷风离开，也是开口道：“我和冷风一起下半夜吧。”好，小雅。刘征应了一声，而后转头看向旁边的萝莉少女：“妮妮，你和这位。”梁非凡。好，那你和梁同学一起守上半夜吧。刘征淡淡一笑，安排好所有的事情。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刘征找了个相对干净的高处，看向旁边的妮妮：“妮妮，拜托了。”没事。妮妮淡淡一笑，旋即轻声吟唱，一团炽热的火球迅速扔了出去。
周围的密林瞬间熊熊燃烧。不多时的功夫，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周围的树木成片的开始燃烧。放火烧山，牢底坐穿。梁非凡看着刘铮的操作，脑袋里不知道怎么地，忽然冒出了这么个想法。梁同学，你说啥？刘铮没听到梁非凡说的是什么，下意识地问道。梁非凡摇了摇头，示意没事。烧得差不多的时候，小雅迅速出手，只见一道淡蓝色的细带出现在他的手中，也就是一次呼吸的光景，细带立即绷直，化为修长的鞭子，狠狠地抽了下去。啪！鞭子声响起，与此同时，地面之上熊熊燃烧的火焰被抽出一道印记。没错，就是一道印记。印记之下是焦黑的泥土，而这条印记仿佛像是阻燃带一般，湿润的土地不断升腾着白烟。渐渐的，火势小了不少，裸露出来一片空地。看着他们的配合，梁非凡不由得眼皮一跳，这分明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啊！火元素萝莉法师加上水元素的御姐法师，两个人简直就是杀人掠货的必备组合。不仅如此，在野外求生的过程中，这两种元素也是稀缺资源。火元素就不必多说，烤肉啥的自然少不了。至于水元素，那可是生命之源啊！第43章，守夜。火焰逐渐熄灭，茂密的树林空出一块差不多10平米的空地。这么做能够最大程度的避免夜间野兽的突袭，也给战斗留了足够施展的空间。处理完之后，各自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干粮吃了起来。刘铮也拿出自己的干粮分享，但是被梁非凡拒绝了。对方只是看了一眼，点了点头，并没有多说。在双方都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随意吃别人的东西才是最不明智的选择。大家吃完之后，梁非凡手上半夜，妮妮坐在旁边百无聊赖地拨弄着篝火。梁非凡抱着自己手里面的灵渊，找了个大树靠着，两个人就这么相隔一段距离。你平时也是这么不说话吗？待了一阵子之后，妮妮抬头看向眼前的梁非凡，率先开口道：梁非凡声音冰冷地吐出一个音节，而后靠着旁边的大树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喂喂，要是不说话的话，守夜整个晚上会非常无聊的。妮妮朝着梁非凡这边喊了一句，但是后者依旧没搭理他。刑武出身的梁非凡习惯自己一个人，而且就算是守夜，其实也是可以休息。嘿，你这人！妮妮嘀咕了一句，但似乎梁非凡没有搭理他，索性也就不继续说下去了。时间慢慢的过去，已经来到了晚上11点左右，一股莫名的疲倦袭上心头。梁非凡揉了揉眼睛，看向篝火的方向。眼前的篝火已经逐渐熄灭，妮妮也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看着这情况，梁非凡摇了摇头，站起身子，添加了一些干柴。他下意识地看向旁边，地上铺着的干草垫上空无一人。他们先走了。梁非凡心头微微蹙眉，朝着周围打量了一圈，连忙喊道：刘铮。回答他的是一片寂静。看样子这些人应该都已经走了，但不知道怎么地，梁非凡心头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刘铮现在带队独自离开，非常不明智，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咻！就在梁非凡刚刚冒出这个想法的刹那，耳畔忽然响起一道破空声，似乎是有一道黑影朝着他这边飘忽而至。谁？梁非凡口中发出一声冷哼，伸手握住灵渊。也就是在握住灵渊的瞬间，梁非凡眼神微变，原先抱在怀中的灵渊重刀不知道怎么地，似乎像是有千斤重一般，凭借着梁非凡现在的力道，竟然无法挥舞，重重的砸在地上。怎么会这样？梁非凡望着手里面的灵渊重刀，神色疑惑，难不成是因为进入到夜晚受到秘境 debuff 的影响？不对，要是我的力量下降，刚才一直抱在怀里，怎么会？梁非凡迅速反驳了自己的想法，可是无论他怎么思索，脑袋都仿佛像是一团浆糊。他似乎抓到了什么，但又觉得少了什么。总之自己的思路完全无法串起来。然而这时候已经顾不得多想，先前的黑影仿佛像是鬼魅一般直接飘了过来，在他的衣袖之中泛着蓝色荧光的袖剑朝着梁非凡脖颈处刺来。梁非凡轻哼一声，右手本能的想要抬起灵渊抵挡，可是他猛然发力，砸在地上的灵渊竟然没有任何动静，自己竟然连灵渊都拿不起来了吗？顾不得这么多，感觉到迎面来的杀气，梁非凡脚下轻点地面，整个人迅速朝着后方飞退。疾风步，飘落叶。此刻的梁非凡仿佛像是落叶一般随风起舞，迅速朝着旁边闪躲。黑影一击落空，身体继续保持前冲的姿势。趁着对方在空中无法借力，梁非凡迅速探出右手，朝着对方的脖颈抓去。趁你病，要你命。但不知道怎么的，探出在空中的右手忽然之间升腾起一团炽热的火焰。火焰的灼烧让梁非凡吃痛，抬起的右手顺势落下。
借助着火光，梁非凡能够清楚地看到黑影的样貌。冷风，前来刺杀自己的竟然是冷风。黑影虽然穿着帽衫遮住了自己大半张脸，可是对方那一双眸子，梁非凡绝对不会看错。更何况在刚遇到冷风的时候，梁非凡就有留意过对方的武器，他的武器正是袖剑。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先前的火球就是妮妮队伍里面那个萝莉法师。梁非凡下意识地往火球袭来的方向望去，只见在冷风的身后，妮妮正看着自己，冰冷的眸子里涌动着杀意。死吧！也就是在梁非凡失神的刹那，黑影脚下踏着地面，整个人的身体飞跃而起，继续从梁非凡的侧面袭杀。梁非凡顾不得思忖这么多，脚下踩着地面，想要避开。而这时候，他整个人的速度竟然凭空慢了几分，就仿佛像是进入到水池中，受到极大的阻力。怎么会？梁非凡身体迟疑的刹那，冷风夹杂着一道劲风呼啸而至，砰！后背处顿时感觉到一股大力，仿佛像是有什么东西狠狠地捶在自己的后背。而这时候的梁非凡忽然倒吸凉气，拳头刚猛，梁非凡甚至于都能够听到自己的胸腔内传来一阵闷响。被击中一拳，梁非凡再想有所动作，却赫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就像是醉酒一般，无法灵活使用。梁非凡！也就在这时候，一声厉喝传来，他能够清楚地听到这个声音的主人似乎是刘铮。梁非凡整个人浑身猛然一个机灵，眼前倏然落下一道金色的光芒，这道光芒洒在身上暖洋洋，就像是浑身湿漉漉的人躺在石头上被太阳晒着。原先所有的冰冷阴暗的负面情绪逐渐的消弭，就连脑袋晕乎乎的感觉也是消退了不少。他就像是宿醉之后渐渐清醒，光芒逐渐的散开，梁非凡眼前的景象逐渐发生变化，面前依旧是石头堆砌而成的篝火，但烧得很旺，旁边干柴也消耗不少。刘铮等人的面孔出现在梁非凡的视野范围内，尤其是刘铮的额头上更是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汗珠，小雅搀扶着他，正在大口的喘息着。这些人的身上俨然已经没有了先前的杀意。梁非凡看向面前的众人，迟疑道：“我刚才是怎么回事？”第44章隐秘的组织。梁非凡皱着眉头看向周围，林渊不知道什么时候重重的插在地上。若是没记错的话，林渊落地的位置就是刚才自己举不动林渊的位置。难道说刚才的那一切并不是幻境，而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那么说明刘铮等人的确跟自己打了一架。也就是在梁非凡满头疑问的时候，冷风却用略显低沉沙哑的声音开口道：“你刚才受到黑夜的侵袭，神智有些模糊，仿佛像是发狂了一般朝着我们进攻。我们费了不少功夫才将你摁住，否则的话，妮妮她……”冷风的话让梁非凡深深地皱起眉头，自己刚刚出手了，可是自己怎么记得好像是冷风率先偷袭自己的？不过转念一想，好像也不对。刘铮等人真要是想对自己动手，根本不用这样。刚刚的进攻，对方完全占据主动权，随时都能够将自己击杀。可是他们没有。那刚才的那道光……梁非凡看向远处额头上布满密密麻麻汗珠的刘铮，似乎是明白什么，多半应该是身为牧师的刘铮出手了。听到这么说，小雅也是没好气的哼道：“你这个人的防备心属实是太强了，在发现你不对劲的第一时刻，刘铮就出手想要用圣光术治疗你，可是却发现无法破开你的心理防线，在想要出手的时候，你就像发疯一般疯狂进攻我们。要不是联手将你制服，而后施加圣光术，还不知道要闹出多大的乱子。”小雅语气中颇为不满，似乎是因为没有休息好，再加上白天失去了一个队友，他们的火气都有些冲。梁非凡微微点头，挣扎着将右手伸入自己的背包中，而后翻出一枚补气丹，直接放入口中吞服，同时又拿出2颗培元丹递给面前的冷风：“我这里有2颗培元丹，有助于恢复精神力的，也不知道对刘铮有没有帮助。”梁非凡其实直接可以从农场空间里面取出丹药，但要真的这么做了，这些人认为自己有空间类的法器，起了歹心就不好了。出门在外，该防备的还是要防备。多谢了。看着梁非凡竟然拿出了培元丹，冷风眼睛也是跟着一亮，谢过之后迅速将丹药递给刘铮。刘铮直接吞服，而后坐到旁边的地上开始运转功法。功法口诀运转，刘铮的神色好了些许。梁非凡走到林渊的近前，伸手飞快地探出，握住刀柄，这次只是稍微用力就将林渊拔了出来。小雅和妮妮2个人与梁非凡拉开了些许距离，生怕梁非凡再度发狂。他们是法师，身体素质原本就不行。冷风打量了一眼梁非凡，皱着眉头道：“你是第一次在野外露营？”“算是吧。”转职之后，梁非凡也不是没去过野外，漠北市郊外的密林，他也在里面待了一段时间。
看着梁非凡这么说，冷风淡淡一笑，不出意外的话，你应该只去过城市附近的密林吧？没错，怎么了？梁非凡看着面前的冷风，从对方的笑容里品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味道。很正常，郊外的密林，那是每座城池的武者经过特殊处理的，你可以理解为给刚转职的高中生作为新手练习的新手区。在整个密林的外围，有大量的法阵加持，足以抵消黑夜的侵袭，所以你感觉不到任何的负面影响。冷风三言两语就让梁非凡明白过来，当初自己离开密林之后，进入到沙漠地带，晚上就能够清楚地感觉到阵阵疲惫上涌。这种疲惫感并不是能够通过意志力抵挡的，而是一种来自心理深处的疲惫，根本无法抵挡。这一切都是因为深渊的关系吗？梁非凡提出深渊两个字的时候，冷风目光微微一凝，没想到你还知道深渊，并不是很了解，只是听别人说起过。梁非凡如实的说道，而后看向冷风，看你的样子似乎非常了解。我？冷风指了指自己，而后轻笑道，我不了解，甚至于整个大陆上绝大部分人对深渊的了解都是来自于道听途说，没有人清楚深渊到底是怎么回事，除了那一批人。冷风在提起那一批人的时候，眼神有了变化。梁非凡能够读出来，冷风眼神里所流露出来的是敬畏，对那一批人的敬畏。那一批？梁非凡看着冷风，试探性的问道。冷风瞥了一眼梁非凡，而后叹了口气，你来自漠北一中吧？你参加这次高考是准备进入4大学院学习？不出意外的话，是这样的。梁非凡心里很清楚，自己现在不缺修炼资源，但也不能像地主家的傻儿子一样直接应对，缺乏人指点才是最大的问题。尤其是自己在经历过沙漠以及那天的小象，他的心里面积压着许多疑惑，必须找对方问清楚。而打开这一切的秘密，就在于自己拿到高考状元这头衔。其实4大学院只是面向普罗大众，或者说面向全国范围内绝大部分天赋较好的武者，而在4大学院之上，还存在着一个极为强大而且隐秘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名字叫做守夜人。冷风说起守夜人3个字的时候，神色不自觉地变得严肃，看得出来这3个字对他而言极为重要。守夜人，这又是一个全新的名词。梁非凡脸上依旧带着茫然，他下意识地打量了一眼冷风，又用眼角的余光看向坐在旁边正在疗伤的刘铮。这些人似乎知道很多东西。要说晚上发生的情况，这或许可能是可以从长辈那里得来的知识，但是这个守夜人，他们是怎么知道的？隐秘和强大的组织，连一个高中生都知道的组织会隐秘而强大，而且这样的组织自己怎么一点都没有听说过？梁非凡下意识地抬头看向冷风，这个组织怎么招人呢？他们从来不招人，只进行选拔考核。冷风不紧不慢地说道，说这句话的时候特意将选拔2个字加重了几分。第45章，没遇到什么人，不招人，只考核选拔，这倒是跟前世的特种兵选拔有些类似。看着面前的冷风，梁非凡似乎想到了什么，随口接着问，那你想进去？我当然想，成为守夜人是我的梦想。冷风说到这里略微顿了顿，而后接着道，但我现在还不够资格，守夜人直面深渊参与选拔的最低门槛也要到1转30级。1转30级，这个梁非凡并不陌生。整个蓝星大陆上，对于职业者而言，每10级作为一个小阶段，而30级作为一个大阶段，同时也会再次进行转职，称为一次转职。这次转职跟先前的觉醒不一样，觉醒的时候，无论是法师、御兽师还是战士，都只是一个混乱的大类划分。可是，一次转职之后，就会根据自己所擅长的以及各自的天赋进行更加细化的分类。例如，法师分为火法师、水法、雷法等等；御兽师里面会逐步划分出来召唤师、人偶师、兽战士等等。至于生活类职业，完全没有一转的可能。毕竟，农夫就算是转职了，也依旧只是农夫而已。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看到梁非凡凭借着农夫的职业战胜了身为御兽师的张震，也依旧不看好他的原因。30级一次转职之前，农夫可以依靠着身体力量优势击溃御兽师，可是一转之后，御兽师将会再次进行职业划分，那时候天赋的加成会更多，实力也是呈现出几何倍数的增长，这根本就不是依靠着锻炼身体所能够弥补的。需要1转以后吗？梁非凡皱了皱眉头，口中轻轻呢喃，暗自记录下这个事情。他现在的等级才只有 LV14， 距离30级还有很远的距离，而且不知道怎么的，似乎是遇到了极大的瓶颈，很难再进一步。闲聊的时候，旁边正在恢复的刘铮也是缓缓睁开眼睛。我恢复的差不多，天色应该还有1-2个小时就放亮，收拾下准备出发吧。要不再休息下吧，夜晚出去属实是太危险了。
而且一个晚上都没有好好休息，大家都有些疲惫。小雅看着旁边的刘征，眼神中充斥着一抹深深的担忧。那就稍微休整1-2个小时吧。刘征迟疑了下，还是做出了决定。他快步来到梁非凡的身边，拱手抱拳道：“刚才多谢了，刘队。其实我有个问题，昨天晚上守夜的时候，为什么我会中招？”梁非凡看了一眼刘征，问出了心中的疑惑。不搞清楚这个，以后夜晚自己就不要想着休息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直接带走，因为你的身上有深渊的气息。刘征抬头看着眼前的梁非凡，不紧不慢道：“在我给你施加圣光术的时候，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你身上散发出来深渊的气息。”在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在场的众人都是下意识朝着梁非凡这边投来了疑惑的目光。深渊的气息？梁非凡皱了皱眉头，看着眼前的刘征，深渊的气息是不是因为侵袭过，所以？不是，夜晚的情况只能够说是深渊的辐射影响，会影响人的心智，导致彻底陷入到癫狂的境界。这样的辐射影响并不会在身上留下气息，只会造成短暂的癫狂。但你身上并不是这种气息，而是真的被深渊侵袭过。刘征的解释让梁非凡微微蹙眉，下意识地看向自己的胳膊。就在高考前不久，自己的肩膀被狼抓了，不过自己用了草药，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没事了，但为什么还有？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梁非凡总觉得先前的伤口处似乎隐隐约约的开始有些酸胀。刘征缓缓地闭上了眼睛，伸出自己的右手，一道柔和的光芒亮起，圣光术技能再度施展。1-2次呼吸之后，刘征收回了右手，看向眼前的梁非凡，这的确是深渊的气息，有办法消除吗？梁非凡看着眼前的刘征，对方能够识别出来，或许听说过有办法，暂时是没办法的，或许守夜人里面应该有办法能够压制住。刘征摇了摇头，示意自己并不知道。又是守夜人？梁非凡皱了下眉头，看来自己想要解除身体上的问题，必须得找到守夜人。那守夜人的话，有没有办法能够穿越沙漠？梁非凡忽然想到了什么，对方能够在深渊魔狼的手中救下自己，多半应该也是守夜人。穿越沙漠？刘征摇了摇头，示意自己并不清楚。冷风也是满脸疑惑道：“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什么人能够穿越沙漠这样的境地吧？”听着这样的回答，梁非凡也没有多说，恐怕前辈的实力不是他们这个层次所能够接触到的，自己能遇到也只是机缘巧合罢了。接下来就是短暂的沉默，大家都在调整自己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疲惫感等不少负面情绪逐渐的消失，天色也是渐渐亮堂，清晨的阳光洒向大地，仿佛像是披上了一层红纱。大家慵懒地伸了伸懒腰，全部开始收拾东西。刘征大致辨认了下方向，而后沉声道：“继续赶路吧。”众人继续往前。大半天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赶路。等到中午时分，日照当空，整个林子里面也逐渐开始变得闷热了不少。妮妮和小雅2个人更是香汗淋漓，额头上的秀发被汗水打湿，粘在头发上。小雅倒还好，顺势将头发直接扎起。妮妮就显得有些狼狈，穿着洛丽塔的裙子，行走起来还是有些不太方便。太麻烦了，妮妮嘀咕了一句，而后直接伸出双手，将裙子直接扯开，露出了里面打底穿的练功服。嘎！看着这一幕，梁非凡瞬间有些愕然，这小妮子脑子有毛病？谁没事在裙子里面套这么严严实实的练功服啊？妮妮将裙子扯下来之后，升腾起一团火焰，迅速将其燃烧殆尽。她似乎是觉察到梁非凡异样的目光，随口解释道：“老实说，打扮的人畜无害，可以降低别人的防备心理，但是我们进来这么久，也没遇到人啊。”听着这话，梁非凡不由得面色一黑，没遇到人，那自己是啥？妮妮也似乎意识到自己说错话，旋即补充了一句：“你不算。”第46章赤色古猿。妮妮看着梁非凡一脸无语的神色，知道自己好像表达的也有问题，索性瘪了瘪嘴：“我的意思是，你不是人。”这一下不光是梁非凡，在场的人都是一脸无语，仿佛有一只乌鸦在头顶飞过。冷风撇了撇嘴没说话，旁边的小雅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妮妮，有空别一天到晚宅在家里了，还是多出来社交社交。”小雅嘀咕了一句，妮妮瘪了瘪嘴，正准备反驳，却听到梁非凡沉声道：“都别出声，有些不对劲。”听到这句话，冷风手里面的袖剑迅速探出，手中更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摸出来一柄匕首，匕首横在身前，冷风小心翼翼地戒备着周围的情况。妮妮和小雅也是迅速靠近，将刘征围在中央，整个团队迅速形成防御阵型。刘征压低了几分声音：“梁同学，你是不是觉察到了什么？我们走了大半天了，一只魔兽都没有遇到，甚至于连林子中的鸟都没有，你难道不觉得有些反常吗？”梁非凡仔细地打量着周围，不知怎么的，
一股莫名的危机感始终笼罩在他的心头。这种感觉说不准，但是在前世执行任务的时候，这种危机感救了他好几次。他还是相信自己的第六感。啊，你只是觉得反常。妮妮听到竟然是这么回事，也是下意识的抬头看向梁非凡。众人神色都是跟着放松了些许。然而也就是这时候，一阵愤怒的吼声传来。吼！听见这道声音，刘征等人浑身猛然一个机灵。不好，赤色古猿被人抢先了！听到这句话，几乎除了梁非凡之外，在场的众人神色都是微微一变。抓紧时间！冷风也是在旁边催促着，唯独梁非凡依旧是一脸茫然。听见这道声音，众人脚下的步伐加快了几分，迅速开始往前奔袭。趁着赶路的间隙，梁非凡随口问道：赤色古猿被人抢先了是什么意思？在考试之前，监考官应该说过这次考试的评分标准。刘征也没有藏着掖着，立即开口道：除了我们手里面的令牌之外，最关键的加分项就是魔兽的金盒了。而你一路上也猎杀了魔兽，有获取金盒吗？刘征不紧不慢地解释着，神色却有些凝重。你的意思是赤色古猿里面必定有金盒？梁非凡眼神跟着一亮，明白了对方的意思。高考秘境完全是人类强者制造出来的异空间，他们控制魔兽的等级，这样方便进行考核。但是在这偌大的空间内，只有几只魔兽的实力达到了20级，赤色古猿就是一个20级的魔兽，必定会有金盒。冷风接着刘征的话继续说道。不仅如此，这种20级魔兽的位置一定会是监考官重点关注的地方，我们的战斗表现也会纳入他们的考核指标，这才是最为重要的。简单来说，高考秘境并不是单纯依靠你猎杀了多少怪物，你的战斗天赋以及团队之间的配合能力也会有相应的评分。这个评分会跟随你的档案进入到4大学院的招生资料里，也是他们选拔学生的依据。冷风解释到这里，梁非凡也是不由得眉头紧锁。他的确不知道这些，他所有的知识只是来自老师上课所传授的，现在来看还是欠缺了不少啊。梁非凡没有继续询问，脚下跟着加快了几分。一行人很快冲出了密林，眼前的景象总算是发生了变化，映入眼帘的就是一片绵延的山峰。刘征没有过多的废话，示意队伍休息，稍微喘口气。接下来我们要翻过眼前的山头，弹药这些都准备好。翻过眼前的山脉之后，就是整个高考秘境的中央核心区域。这里面魔兽很多，而且都是群居性魔兽，处理起来要极为小心。刘征说这些其实都是在解释给梁非凡听，毕竟妮妮、冷风的等人对这里应该算是比较熟悉。当然，更加应该小心的是参加考试的武者。在高考秘境中没有限制战斗，这意味着很有可能我们被人车轮战，毕竟这样的规则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模拟实战。刘征不紧不慢地提醒了一句，赤色古猿出现势必会吸引周围有实力的考生朝着这边聚集。简单的一句话，队伍所有人脸上都露出了凝重。这才是真正的考核。休整了半小时，妮妮换上了短袖，在她随身携带的背包里面放了一些回复类的弹药。冷风也是深呼吸几次，将自己的气息隐匿。梁非凡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冷风的气质仿佛像是跟周围融合在一块，就连脚步声都变轻了不少。这估计跟他单独修炼的某种功法有关。做完之后，冷风朝着刘征等人点了点头，率先离开。刘征站在梁非凡的旁边解释道，冷风是刺客，只有出其不意才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接下来估计得靠你来照顾了。我擅长的是圣光术，主要是消除一些负面影响，能够提升体力以及短暂的兴奋。刘征也没有藏着掖着，他将自己擅长的内容说了出来。妮妮和小雅也都是看向梁非凡，经过先前的搏斗，彼此的实力也是有所了解。梁非凡微微颔首，示意没问题。好，那我们就出发吧。刘征说完，开始朝着山脉处狂奔。梁非凡等人也是迅速跟上。赤色古猿的实力应该被压制在20级，他身体极为强硬，弱点在头部，力量方面占据极大的优势，千万不能够跟他硬抗。除此之外，他主要的技能就是践踏，踩踏地面释放能量。在赶路奔袭的途中，刘征顺便开始介绍赤色古猿的实力。梁非凡将其暗暗记在心中。将近1小时左右，整个小队已经来到了山脉的顶端。极目远眺，一头将近3米的红色古猿正在疯狂地咆哮着。第47章，别当牧师了，当演员吧。愤怒咆哮的赤色古猿正凝视着远处的小队。梁非凡凝视前方，小队里面出现的身影让他心头微微一沉。正在进攻赤色古猿的小队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老对手张震的队伍。整个队伍将近20人，手里面的技能疯狂乱丢，什么火球术、雷光术等不少远程技能直接朝着赤色古猿的身上招呼。然而这些技能除了能够激怒赤色古猿之外，没有任何的意义。
火焰附着在赤色古猿的毛发上，被他简单的拍了拍，就直接灭掉，仿佛像是蚊虫叮咬一般。梁非凡仔细打量着战场的情况，有人在前面进攻赤色古猿，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刚好帮助自己掌握古猿的进攻方式。来了！正看着的时候，刘铮忽然张口喊道。梁非凡也是仔细地盯着赤色古猿，赤色古猿仿佛像是被彻底激怒了一般，口中发出阵阵咆哮，而后整个人身体迅速腾空而起，仿佛像是跳远一般，凭借着坚实厚重的身体，犹如秤砣一般砸向地面。张震迅速飞退，依靠着紫风魔虎的速度与古猿拉开距离。可是小队阻挡在前面的不少战士武者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赤色古猿一脚踩下，发动技能践踏。隔着远处，梁非凡能够清楚地看到，在赤色古猿双脚落点处，道道烟雾弥漫，掀起的气浪吹飞了不少躲避不及的武者。顷刻间，以古猿的落点为中心，直接清理出一片空地。好！赤色古猿口中发出一声怒喝，硕大的手掌顺势往地面上抄起，有几个武者在他的手中挣扎着，但是很快鲜血飞溅，死的不能够再死了。梁非凡的眼皮不由得微微一跳，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漠北一中的学生，或许有些人跟自己还有一面之缘，不过他也仅仅只是微微蹙眉，并没有太过于惋惜。他们若不是选择加入张震，不贪图利益，或许就不会死。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刘铮看着眼前的场景，面无表情道：原以为赤色古猿会被袭杀，但现在看来这个队伍没实力，我们过去吧，靠近一些，看看再说。刘铮提出建议，整个队伍再度疾驰赶去。在距离赤色古猿差不多100米远的距离，刘铮等人停下了脚步。离得近处，梁非凡这才看到战斗的惨烈。张震带来的20人队伍，目前只剩下5、6个人，其余大部分的人连用念力催动传送阵的时间都没有，就直接死于赤色古猿的践踏技能之下。瞥了一眼地上躺着的武者，很多人脑浆四溢，身体更是被直接踩碎。看着这情况，张震也不含糊，冲着周围拱手抱拳道：诸位不要再作壁上观了，与我一起击杀赤色古猿。若是有愿意出手的队伍，我漠北市张家定然有所重谢。张震抬出张家的名头，能够进入到这个秘境里面的考生，都是北莽境内的考生。在这个世界，北莽境就相当于前世的省，一个省内一共就那么几个市，能够叫得上名号的大家氏族也就那么几个，漠北张家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果然，在提出漠北张家之后，有些队伍有所异动。若是联手击杀了赤色古猿之后，金河如何分配？原本在远处观看的队伍，有人喊道：给你们，我张家不需要。简单的一句话，让周围的队伍都是轻声耳语。片刻之后，其中一个队伍喊道：这次出手，我要你10颗补气丹。没问题，10颗补气丹，我现在就能给你。张震见到有人响应，立即从背包里面取出一个小袋子，沉声道：这里面有20枚补气丹。接着爽快，顺着话音的方向，密林间走出来一支队伍。有了出头鸟，自然就会有人跟着。短短几次呼吸的时间，张震的手中又聚集了不少武者。放眼望去，差不多将近30人。梁非凡皱了皱眉，沉声道：这么多队伍，就算是侥幸击杀了赤色古猿，也只有1颗金核，到时候想必又是一场恶战。1枚金核对于现在的张震而言，完全就是烫手山芋。梁非凡的评价也是让小队的众人微微颔首。若是张震说金核归张家所有，周围这么多队伍，绝对不会有人出手协助。所幸张震将其直接抛出来，有金核这么大一块饼的诱惑，这些未经世面的高中生定然会趋之若鹜。要是张震从一开始就没想要金核呢？刘铮眯着眼睛，眼神却看向密林的另外一处，略微沉吟片刻，似乎在感受着什么，而后缓缓开口道：在前方不远处的密林，我能感受到还有一道不弱的气息。听着刘铮的话，梁非凡再度多看了几眼。刘铮的话提醒自己了，吴刚的高考指标被张家替换来的那个应该是张家新生一代的顶尖高手。这么说来的话，眼前的这些人恐怕都是炮灰，让他们不断的进攻，消耗赤色古猿的体力，然后隐匿在暗处的张家高手再果断出手进行收割。所有的这些人都给张家隐匿的那位白做嫁衣。不仅如此，更是让赤色古猿对整个北莽境的考生进行一定数量的消耗。毕竟能够在第2天就走到这里的人，自身实力不俗，至少可以算是第1梯队。消耗他们，相当于直接削减竞争者。12秒，梁非凡心中了然，打量着密林深处，似乎在思索着什么。然而这时候，赤色古猿再度腾身而起，释放出他的技能践踏。赤色古猿硕大的身形猛然从空中坠下，刹那之间地动山摇。轰！
梁非凡只觉得整个地面都在跟着晃动，疾风步顺势施展，在空中仿佛像是一片摇摆着的落叶，慢慢的稳定身形。在躲避的时候，梁非凡眼角的余光一直都在关注着旁边的刘铮。刘铮脚步接连踏出，整个人的身体仿佛像是悬浮起来一般，简单的踩了几步就将身形稳定。看来对方也是修炼极为玄妙的步法类武技。几次呼吸之后，大地的颤抖逐渐平缓，践踏技能产生的余波已经逐渐消失。偏偏这时候，刘铮忽然一个趔趄，整个人抱住旁边的大树，满脸慌张。但凡要不是刚才梁非凡看见过对方镇定自若的模样，他都要准备给刘铮颁发一个小金人了。别转职什么牧师了，直接去当演员吧。第48章拿钱砸。短暂的慌乱之后，所有人恢复镇定，众人的目光再度聚集在赤色古猿的身上。使用了2次践踏技能，古猿的动作明显迟缓了不少，体力跟着下降。再加上这么多火球术，古猿身体虽然强悍，但也耐不住这么多技能伤害，慢慢的磨。每个人技能伤害都在刮痧，可30人累积在一起，这股伤害还是颇为可观。这头赤色古猿最多还能够释放1次践踏，估计就要精疲力竭了。刘铮打量着眼前的赤色古猿，简单的判断道：最多再释放1次践踏。梁非凡眯着眼睛，要是自己没算错的话，最多20分钟就会释放出第3次践踏，这时候才是真正出手的时候。正考虑着，耳畔响起了一阵嘈杂的议论声。卧槽，又差不多被团灭了，这么算下来，差不多已经折损了30来个了。这个大猩猩这么强，这还怎么打？刚才我要是没记错的话，15级法师的火球术打在这头猩猩的身上，只是留下一道黑色的焦黑印记。慢慢磨吧，这应该是第1阶段的 BOSS， 我们这么多人连这个都磨不死，估计也进不了第2阶段。磨不死就不打呗，周围还有这么多魔兽，难道不够杀？只要大家都不卷，那么我们每个人都能取得好成绩。议论的时候，有个小胖子哼哼道，但他的话刚说出来，周围的众人立即向他投来了看白痴的眼神。不卷，那我们所有人都没有金盒。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想要在高考取得成绩，就只有手里面的令牌了。只有让第1梯队的人继续攻略后面的 BOSS， 你现在才能够在这里安然无恙的吃着东西，否则你这样的肥猪早就被干死了。周围的不少人神色鄙夷地看着小胖，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活下来的，一点脑子都没有。梁同学，有没有什么想法？刘铮收回目光，看着面前的梁非凡。我记得你的法术是圣光术吧？不知道有没有治疗的效果？梁非凡略微沉吟，抛出来这么个问题。有倒是有，只不过治疗的效果并不是很好。圣光术的主要作用是用来抵抗黑夜侵袭的，所以治疗方面的效果并不是。刘铮还想要解释1、2句，梁非凡却出言打断道：能有多少？也不是很多，最多3%。刘铮大致估计了下，说出了一个数字：3%，基本上没啥作用啊。梁非凡又将目光投到眼前的赤色古猿身上，3%差不多了，等到施展出第3次践踏技能，我们就准备动手。不过待会我可能需要你的协助。梁非凡凑近在刘铮的耳畔，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刘铮瞪大了眼睛，片刻后也是露出了一抹兴奋。战场之上，先前招呼过来的这批人基本上全部折损，就算没有折损的人也都负了不小的伤。在秘境里面负伤并不像外面有充足的药物进行治疗，在秘境里面药物也是极为珍贵的资源。各位，这是我的欠条，诸位离开秘境之后可以直接找我兑换酬劳，我张家说话算话。张震话音落下，身后的马仔立即小跑出来，将手中的纸条递给周围这些武者。接到纸条之后，这些武者没有迟疑，迅速进入传送阵。传送阵光芒亮起，不少考生直接传了出去。等到这些人离开之后，张震看着眼前的赤色古猿，同时沉声喊道：诸位，这头赤色古猿最多还只能够释放出1次践踏技能，前面的2次诸位应该已经找到了规律，几乎每20分钟释放出1次技能。若是我们把握好时间，及时散开，定然不会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张震这么说，让不少想要放弃的考生又看到了希望。只有1次，而且张震说的对，只要能够及时避开，践踏并不会造成多大的杀伤力。想到这里，他们再度停下离开的脚步。张震打量了一眼周围，看着他们没走，脸上也是流露出一抹浅笑。诸位，这次若是能够再协助我们，我张家愿意出双倍的价格，并且一旦遇到了危险，你们觉得不敌，可以直接催动传送阵离开，我张家依旧说到做到。张震开出来的筹码确实让不少人眼热，能够随时离开。谁都知道20分钟之后，赤色古猿才会释放出范围性杀伤的践踏技能，只要在18分钟左右离开，就能够安然无恙，还能够从张震的手中赚取一笔。中途离开了，你如何兑现？
有人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想法，高声问道：“所有人，先从我这里领取报仇的欠条，然后再加入战斗。”张震说着，亮出一沓纸，上面已经签好名字。看着这样的骚操作，就连梁非凡也是不禁皱眉，多半应该是张震早就准备好的东西。果然，在看到纸条之后，立即有人奔来。先前那么多高手都拿着纸条走了，自己不拿白不拿。更何况，只要控制好时间，完全没有危险。不得不说，在张震的诱惑下，来的人更多了，足足有50多人。一时间，梁非凡周围原本还熙熙攘攘的围观人群，迅速朝着张震那边聚集。好！短短3分钟后，赤色古猿再度发出一声怒吼，刚刚消耗的体力也是逐渐恢复了不少，唯独一双眸子变得赤红。张震望着眼前的古猿，朝着面前的众人呐喊道：“快拖住古猿，不要让他彻底恢复了！”话音落下，拿着张家好处的考生纷纷飞速向前，开始卖力的进攻。毕竟现在距离第3次践踏还有很久，只要将技能全部都释放出去，然后装作体力不支传送离开，这是最保险的方法。也就是在众人冲上去的时候，张震却是带着手下迅速往后飞退，尤其是他脸上挂着那一抹得逞的笑容，更是让梁非凡心中一沉。好！又是一道愤怒的嘶吼声传来，这道声音中，梁非凡能够感觉到一股极为不同寻常的气息。不等他细细观察，旁边的刘铮却直接暴喝：“快退！赤色古猿要狂化了！”第49章，坟场要狂化了。梁非凡身形没有停顿，跟着刘铮与赤色古猿拉开距离。刚刚那个人在招募的时候只说释放3次践踏技能，但是他没说践踏技能释放前后有概率进入到狂化状态。估计周围进攻的这些人只想着躲避践踏技能，根本就没有注意赤色古猿的狂化。刘铮的解释也是让梁非凡心头微微一凛，怪不得张震说会开出2倍的价格，同时允许他们在中途离开。中途离开这几个字足以吸引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动最猛烈的进攻，或许这就是触发狂化的条件。还好，这些人只要不贪的话，现在直接触发传送阵就可以离开。梁非凡回头望了一眼开启狂化模式的赤色古猿，仿佛像是陷入短暂的霸体状态，免疫一切进攻伤害，但硕大的身体呈现出僵直，没有对周围的高考生发起进攻。趁着僵直这段间隙，还是有机会逃跑的。没用的。倪妮这时候也是追了上来，淡淡开口道：“你自己看看你手里面的令牌，传送阵还有用吗？”梁非凡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整个传送阵的能量中心呈现出灰暗色。赤色古猿狂化的时候会搅动周围的能量，导致传送阵不稳定，为了安全考虑，传送阵会暂时关闭。估计也正因为这一点，所以张震才会拿出双倍的价格，并且在战斗前就打了欠条。可是这笔钱他们终究是拿不到了。小雅在旁边解释了几句，梁非凡也是微微蹙眉。果然，无论在什么地方，人还是拿不到认知之外的钱。赤色古猿会狂化，这种事情就是认知差异，自己不知道，周围这些前去送死的考生也不知道，但是张震知道，凭借着几张空头支票就可以让这么多人为他卖命。估计狂化的赤色古猿会将他们彻底踩死，只有死人才不会泄露任何消息。差不多了。刘铮脚步顿了顿，拿出手里面的令牌，传送阵的能量核心再度亮起。手里的令牌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探测装置，能量核心保持亮起，足以说明我们已经离开了赤色古猿的干扰区域。刘铮说出这番话，大部分还是解释给梁非凡听。就在刘铮停下脚步的时候，妮妮他们眼角的余光都是下意识地看向了令牌，显然也是在确认这件事。唯独只有梁非凡对这件事不清楚。不过刘铮说的也对，传送阵能量核心亮起来的时候，相当于随时可以启动传送阵逃命。在秘境里面，能激活传送阵，能救自己一命。等到赤色古猿狂化之后，会陷入短暂的虚弱。刘铮又不紧不慢地说出这句话，而后看向眼前的梁非凡，或许这是我们的机会。狂化之后会陷入到虚弱，估计张震等着的就是这个时候。想到这里，梁非凡将目光投向前方。刘铮停下来的地方是个高处，刚好可以看到赤色古猿那边的情况。狂化之后的赤色古猿接连释放几个践踏技能，践踏技能砸在地上迸发出来的能量不亚于一场小型地震。围攻上去的50多人无法催动传送法阵，只能够选择硬抗。可是他们终究也只是10级左右的实力，战士仿佛像是踩在蹦床上，无法借力。至于法师，践踏技能掀起的余波扩散，他们吟唱多次被打断。更何况进入到狂化状态之后，赤色古猿的防御力与攻击力迅速提升，就算是这些法师吟唱完成，对赤色古猿也造不成多大的伤害。
这些人就是被张震拿来献祭的。等待了差不多20分钟左右，赤色古猿身上绽放出来的红光暗淡了些许。刘铮迅速取出一枚气血丹，含在嘴里，待会按照计划行动。妮妮和小雅都是微微颔首，所有人脸上都露出几分凝重。交代完之后，刘铮小队出发。他们迅速拉近与赤色古猿的距离，等到距离差不多50米左右的时候，赤色古猿身上因为狂化绽放出来的红光已经彻底暗淡。看着这一幕，刘铮抬起右手，比划了一个准备的手势。梁非凡看了一眼战场的方向，先前的50多人基本上已经被彻底震碎，脑浆混杂着血液流淌了一地。不仅如此，更是有不少残肢就这么随处散落。赤色古猿怪物的周围俨然已经成为这些高考生的坟场。大致估算了下，至少有将近70人死在这里。咻！就在刘铮右手即将落下的时候，一道破空声响起，伴随着这道声音的出现，让他准备落下的右手又慢慢抬起，显然放弃了进攻。破空声落下不久，一道身影迅速出现在战场中央。随着这道身影的出现，张震站在远处，微微躬身，脸上露出了极为谦逊的神色。这个人多半应该就是张家极力培养出来的天才。身影落下，看着眼前尚未完全进入虚弱状态的赤色古猿，他神色淡然地瞥了一眼张震：“你做的不错，林少爷，这些都是我们该做的。”张震谦逊地说着。林少爷，听到这个称呼，刘铮目光也是有所变化。妮妮更是轻哼一声，竟然是张家张玲。张家张玲，他不是明年才会参加高考吗？小雅也是皱了下眉头，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后面的半截话没有继续说下去。世家之间让后生子弟提前参加高考，已经基本上成了潜规则。他们有自己的手段。我没记错的话，张玲将近1年前就进行了觉醒，他现在的实力搞不好已经突破了20级。梁非凡综合张震给自己的情报，适当分享。20级的实力不容小觑，梁非凡现在的实力也仅仅只是 LV14， 双方之间的差距足足有6级。不仅如此，进入到20级之后，对方很有可能掌握了比自己更高级的技能。听到20级这个等级，整个小队都陷入到了沉默。然而这时候，一直都紧闭双眸的刘铮却缓缓开口道：“没有，他的实力只有19级，而且现在的状态极度不稳定。”第50章斩杀赤色古猿。现在状态极度不稳定。梁非凡有些疑惑地望向刘铮，状态不稳定是即将突破了吗？有这样的可能？刘铮点了点头，而后又补充道：“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突破失败了。”突破失败？凭借着张家的实力，怎么可能会突破失败？梁非凡微微颔首，将目光锁定在赤色的古猿的身上。赤色古猿红光越发的暗淡，即将进入虚弱状态。张玲同样也是抬头看着赤色古猿，不紧不慢道：“张震，有些垃圾杂碎，抓紧时间清理下，我不想有人破坏即将开始的猎杀盛宴。”张玲话音落下，手中多出来一柄长剑。看着这柄长剑，张震的眼眸中露出了一抹羡慕。身为御兽师，他并不是羡慕长剑，而是羡慕张玲手中竟然有空间储物类的法器。就拿这次高考而言，自己的空间防御法器只能够放到背包里面带入考场，而空间储物类法器外在体积只是一个小小的戒指，并不占据背包的空间。戒指蕴含的空间大小没有限制，所以基本上大家族子弟都会佩戴储物戒指，里面全部都是准备好的灵丹妙药。也正因为实用性考虑，储物戒指类的空间法器价格基本上是防御类法器的数倍，乃至于数十倍。带着空间储物戒指进入考场，足以说明张玲才是张家的底牌，才是张家最为重视的人，其余人只不过是给他做嫁衣的棋子罢了。遵命！张震迅速收敛起眼眸中的嫉妒，转头看向刘铮的方向，去几个人将他们全杀了。阵法师布置隔绝阵法，让他们的传送阵无法启动，这些人绝对不能活着出去。张震迅速下达命令，他手下的这些狗腿迅速朝着梁非凡这边奔来。我们拖住他，梁非凡你按照计划行事。刘铮望向朝着自己这边奔来的武者，手里赫然多出一柄权杖。小雅和妮妮2个人同时开始吟唱，瞬息之间，一滩蓝色的水渍出现在张震这群爪牙的脚下。哎呦，卧槽！小心，这一滩水太滑了。不是，为啥我的脚粘住了，抬不起来啊？小心小心，法师快点释放远程攻击。牧师吟唱，将战士身上的 debuff 消除。有几个冲在前面的战士直接被禁锢在原地。趁着这些人动弹不得的时候，妮妮脸上也是流露出几分杀意。刹那之间，一团炽热的火焰出现在他的头顶上方。怒火焚天！话音落下，妮妮头顶上方的硕大火球绽放出极为炫目的光华，仿佛像是太阳一般耀眼。
整个火球直接砸向地面，一股极为灼热的气息扑面而来。刹那之间，惨叫声阵阵，妮妮释放出来的火焰仿佛像是枯骨之躯一般，沾染在被禁锢住的舞者。他们口中不断的呐喊着，同时伸出右手，飞快地拍打着自己的身体。不要拍，拍不掉，这不是寻常火焰。大意了，有没有水系法师抓紧时间灭火呀？烧起来了，周围的树木都烧起来了。嗨嗨，呛死老子了！火球释放，周围的树木也是迅速熊熊燃烧，升腾起来的浓烟遮蔽了众人的视线，火焰形成的火墙成为阻拦他们最好的围墙。除此之外，滚滚升腾起来的浓烟更是让他们看不清楚这边的情况。望着远处升起来的浓烟，张灵手持长剑，轻声冷哼：“一群废物！”话音落下，手中长剑扬起，一道匹练的剑气迅速展出，剑气纵横，将烟雾并退。也就是在这道剑气穿透烟雾的刹那，刘铮已经有所觉察，连忙喊道：“小心！”牧师以精神力见长，同时对周围的能量波动极为敏感。随着“小心”两个字出现，妮妮也没有含糊，迅速匍匐在地。咻！剑气从他们的头顶拂过，身后10米左右的密林，树木被从中间直接斩断。咔嚓！剑气斩断身后的树木，是不是传来树木倒塌的声音？看着这招剑术的威能，刘铮连忙喊道：“20级的技能，张灵突破过20级。”听到这句话，已经拉开距离的梁非凡微微撇嘴。突破过20级，这句话最重要的在于突破过，代表着张灵曾经达到过20级，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境界滑落。他现在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应该是20级的尾劲。既然没有突破20级，说明跟自己的差距还没有形成鸿沟。找死！张灵同样也听到这句话，怒斥一声，顺势又准备砍出一道剑气。然而这时候，张震站在旁边，缓缓开口道：“林少爷，赤色古猿的虚弱状态维持的时间不多了，现在不是对付这些垃圾的时候，一旦虚弱状态消失，后面可没有人命来给你填了。”张震的话让已经扬起长剑的张灵身躯微微一颤，冷声道：“我自然知道，几个垃圾都处理这么长时间，你真的是够废物的。”张灵怒骂一声，脚下轻点地面，整个人朝着赤色古猿冲去。站在原地的张震牙关紧咬，猛地握紧了拳头。自己找了这么多人来填坑，他们的死势必都会算在自己的头上。所有烂皮燕子的事情都是自己做，你完全捡现成的，竟然还说自己废物！张震眼神闪烁一抹愠怒，但是很快就被他压制下去，脸上依旧是谦逊的神色。好！望着朝着自己这边疾驰而来的张灵，赤色古猿发出一声怒吼，硕大的巴掌扬起，飞快朝着他这边拍来。可是虚弱状态的赤色古猿速度上迟缓了不少。张灵望着眼前的赤色古猿，嘴角露出一抹不屑的笑容：“受死吧！凌空十字斩！”随着“斩”这个字的音节落下，张灵周围剑气纵横，两道剑气交汇成为十字，朝着眼前的赤色古猿怒斩而下。凌空十字斩！好！赤色古猿的口中发出一声悲鸣，硕大的身体晃动了几下，栽倒在地。看着这一幕，梁非凡知道机会来了。第51章8秒，赤色古猿轰然倒地，溅起不少烟尘。张灵右手持剑，大口的喘息着。他现在的境界应该只是20级尾劲，强行释放出十字斩，也是让他消耗不少。看着倒在地上的赤色古猿，张灵顺势取出一枚补气丹，扔入嘴中咀嚼，脚步却没有停下，朝着赤色古猿的位置前进。然而也就在这时候，一道黑影掠过，迅速冲入烟尘。张灵心头暗叫一声不好，脚下加快步伐。砰！也就在此时，一道清脆的爆炸声响起，刺鼻的烟雾瞬间弥漫。这是梁非凡特制的烟雾弹。张灵脚下步伐改变，身形迅速暴退，整个人却缓缓闭上了眼睛。他在感受周围环境的变化。找死！张灵的感知范围内，原先倒在地上的赤色古猿气息完全消失，一道武者的身影清晰地出现在他的感知范围。口中轻轻怒喝一声，张灵扬起手中的长剑，内力涌动，又是一道剑气破空而起。剑气迅速切割眼前的烟雾，直逼刚刚才将赤色古猿收入农场空间的梁非凡而来。感受到剑气的杀意，梁非凡不敢大意，迅速扣住林渊的剑柄。当！剑气撞击在林渊之上，发出一声清脆的金属交鸣。而张灵所释放剑气带来的撞击力，仿佛像是有人一拳直接打在梁非凡的心头。噗！胸口血气接连翻涌，梁非凡喷出一口鲜血，身形直接被卷飞出去。疾风飘落叶，梁非凡心念一动，整个人的身体仿佛像是落叶一般飘忽，慢慢的抵消掉力道。不仅如此，
在飞出去的瞬间，又是一枚自制的烟雾弹扔了过去。武者能够依靠着精神力感知周围的情况，这是梁非凡所没有预料到的。但每个人的感知范围应该并不大，否则在猎杀赤色古猿的时候，张灵就应该已经感知到隐匿在不远处的自己。正因如此，烟雾弹能够很好隔绝对方追杀上来。张震，还愣着干什么？让你的御兽探查，一定要将其给我抓住，我要把他碎尸万段！张灵口中怒吼一声，站在远处的张震也是迅速盘膝而坐。心眼通，张震之所以选择这个技能，目的就是为了给张灵做眼睛。好，心眼通控制了旁边的紫风魔虎，发出一声怒吼，飞快朝着前方追杀。这时候，张灵将目光落在了密林不远处的另外战场。刘征这边火墙逐渐的消散，周围的可燃物已经基本跟不上。张震这些手下也是迅速冲了上来。刘征只不过是牧师，身体并不是强项。妮妮和小雅两个人也是远程攻击角色，光是论身体素质也不强。此时，张震手下的爪牙已经距离刘征越来越近。小雅，有没有机会再度拖延下？不行，我没有吟唱的机会。若是给我5秒，不，3秒，我还是能做到的。小雅一路奔跑，早已是香汗淋漓，这时候喘着粗气道：“3秒的时间吗？”刘征暗暗记下了这个时间，转头看向旁边的妮妮：“你呢？释放一个火球术要多久？要是像刚才那种，差不多要8秒的时间。”妮妮也是盘算了下，而后觉得自己时间过长，接着补充道：“但要是小火球的话，只需要5秒的时间就够了。”5秒？小火球？刘征摇了摇头，沉声道：“给你8秒，前面的山坡你们就开始吟唱。”可是，小雅还想要说些什么，刘征却摆了摆手：“机会只有一次。刚刚我能够感知到赤色古猿那边迸发出极为强烈的战斗波动，多半应该是梁非凡得手了。别忘记了我们这次的任务，就算是失败，在这个地方也足以可以催动令牌。”刘征补充了一句，特意将任务2个字加重了几分语气。任务。听到这2个字，小雅等人也都是微微一怔，而后众人的目光中没有了先前的犹豫，只剩下笃定。刘征迅速落地，口中法杖挥舞，看着他不跑了，身上竟然绽放出淡淡柔和的光芒。张震手下的爪牙也是下意识地停下，毕竟刚刚的火球术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阴影，他们不想平白挨了这么一下，不得已只能够将自己传送出去。都走到这里了，只要留下来，就能够在高考上取得不错的成绩。刚刚赤色古猿的战斗让他们意识到，在整个考场范围，实力顶尖的一波人已经退出了不少，他们这些中等武者就有了机会。正是因为心中有了想法，看着刘征停下来，他们也是跟着停下。刘征顾不得这么多，嘴角轻蔑一笑，完成吟唱。3秒之后，一道柔和的光芒冲天起，但并不是冲着眼前的这些人去的，而是前往密林的另外一侧的深处。啥玩意？他是个牧师，吓老子一跳！干死他！他娘的，老子最烦的就是这种呜呜喳喳没本事的牧师也敢嚣张，你配吗？这些人颇为错愕地望着眼前那道并没有什么威胁的光幕，不由得骂骂咧咧。在他们冲上来的刹那，刘征也没有过多的废话，他只是在默默的倒数5、6。第6秒的时候，一道黑影从右侧的密林迅速冲出，身为此刻的冷风抓住了他们前冲的时机。前冲的这些张家爪牙再被刘征这个牧师羞辱了，不禁有些上头，所有的注意力也全部都停留在刘征的身上，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旁边飞来的冷风。身为刺客，冷风将自己的气息隐匿得非常好，直到来到近前，他才完全释放。可是现如今终究是来不及了。咻！刀刃绽放出一道寒芒，袖剑配合着匕首，直接重伤冲刺在最前面的这几个人。冷风终究还是留手，毕竟这只是高考考核，重伤他们，让他们有催动传送阵的机会，否则刀刃接触的位置就不是胸口小腹等等位置了，而是颈部大动脉。8秒。刘征慢慢地说出了一个数字，整个人跟着松了口气。这时候，在他身后吟唱的小雅和妮妮狂暴的气息喷涌而出。第52章，张家和你有啥关系？8秒的时间，足够妮妮和小雅2个人完成吟唱。吟唱结束，一道蓝色的水渍迅速落下，直接砸在这些武者的面前。与此同时，噩梦般的火球又是急射而来。密林之间最不缺的就是可燃物，大火瞬间蔓延。刘征也没有迟疑，身形迅速飞退。冷风的速度不慢，在刘征圣光术的辅助技能加持下，他整个人的速度提升了将近 1.5 倍，这才有了刚才战斗的画面。依靠着身体速度优势砍伤最前排的战士。撤！刘征非常果断地下达作战命令，整个小队迅速转身准备继续狂奔。可这时候，刘征的心头忽然猛地一紧，一股极为强烈的危机感
迅速涌上心头。几乎是下意识的，他缓缓转头，一道剑气切割眼前的火球，朝着自己这边落了下来。小心！冷风脚下点地，整个人迅速冲了上去。刺！噗！剑气直接砍在冷风的背后。冷风只来得及发出一声闷哼，大口的鲜血喷出，在天空中绽放，近乎是雾化的鲜血缓缓落下，淋在刘铮的身上。整个小队全部愣在原地，仿佛整个人的脖子被人掐住了一般，强烈的窒息感让他们无法动弹。直到一声沉闷的声响传来，冷风重重的摔在地上，大口的喷着鲜血。这些人仿佛像是回过神来，妮妮在身后大喊道：“刘铮，快释放圣光术！”好！刘铮不敢大意，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口中吟唱。就在不久前，他刚刚释放一道圣光术，如今接连的释放，对精神力消耗极大。3秒吟唱时间，妮妮和小雅也是迅速赶到，将刘铮护在身后。目前能够战斗的，也就是他们这些法师了。圣光术亮起，但是圣光术只是叠加 buff 的法术，治疗效果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现在施加圣光术，只不过是让冷风能够保持些许的意志力。来不及了！冷风吐出一句话，又是喷出一口鲜血。他看向面前的刘铮，缓缓比出一个手势。这个手势正是他们这次的任务编号。手势落下，冷风很快催动起传送法阵，想要直接离开。可是这时候，一道凌厉的剑气再度呼啸而至。剑气纵横之间，卷起周围的空间，令牌之上的能量传输装置倏然暗淡，传送阵被打断。对方显然是不想让冷风离开。可是此时，冷风背后早已被鲜血浸染，刘铮释放的圣光术持续的时间也即将完结。一旦圣光术消失，那么冷风很有可能会直接昏厥。昏厥过去，将无法催动令牌。混蛋！刘铮饶是脾气再好，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也都是怒骂一句：“哟，蝼蚁终于开始愤怒了！你们这群贱民就不应该活着！真不知道国家养着你们这群只会浪费粮食的穷人有什么意义。要是按照我的想法，你们这些人都该死，或者直接成为两脚羊吧，成为我们的食物。活得不如狗，就不如直接被圈养起来，成为猪狗。”张琳的脸上露出了一抹阴狠。话音落下，他再度扬起右手，又是2道剑气。啊！剑气直接将躺在地上的张震爪牙砍成2段，残肢到处乱飞，不少躺在地上的爪牙脸上都是露出了惊恐。看到没有，猪狗就是猪狗，明知道自己活不下去，连反抗的想法都没有。你们这些穷人啊，就是贱民，还以为自己有尊严。呵呵，说什么无论什么职业都有意义，在我眼里，你们创造不了任何价值，任何国家的兴起靠的都是士族，不是你们这些如同猪狗的贱民。话音落下，张琳又是2道剑气划过，再度斩杀了3、5人。他的剑气控制的节奏非常好，将周围的环境彻底搅乱。躺在地上的爪牙根本连催动传送阵的机会都没有。他们这些人切实的感受到了当初不少武者面对狂化之后的赤色古猿到底是多么的绝望，没有任何离开的希望，只能够继续待在这里等死。然而此刻，刘铮拼命使用圣光术，想要保持冷风的清醒。失血过多的冷风嘴唇开始泛白，身体更是不自觉地打着寒战。再不走，冷风估计流血都会活活流死。可是想走，走得了吗？每次想要催动传送阵的时候，张琳就会在他们的头顶上划过一道剑气，剑气刚好破坏了周围的空间，让传送阵无法启动。刘铮，你撑不了多久的。小雅回头看着身后的刘铮，持续使用圣光术会消耗他大量的精神力，一旦过度透支，很有可能会造成大脑不必要的损伤，甚至于整个人将会直接进入痴傻。不，我可以，我一定能够救回他的。刘铮怒吼一声，继续施加圣光术。这样的怒吼声也是清晰地传入张琳的耳中。啧，果然是蝼蚁的声音。你们知道为什么在高考秘境里面杀了这么多人，依旧没有监考官前来阻止吗？因为高考也是一种选拔，所有没通过选拔的人都是废物，都该死，就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高考都考不过，活着也就是人渣，成为我们手下的猪狗，没有人会在乎猪狗的性命。张琳冷冷一笑，手中的长剑再度扬起，一道剑气再度纵横而起。是吗？也就是在张琳释放出这道剑气之后，一道身影从密林处飞掠而出，黑色的凌渊重刀绽放出一股寒气，落在了张琳的身前。真不知道你的优越感从哪里来的？张家只不过是区一个小小漠北市的世家，放眼全国，你们张家不也是蝼蚁？更何况张家再强大，那也是你们张家先被打下来的，和你有半毛钱关系吗？哦，我忘记了，强大的张家也会让你冲击20级境界失败，跌落尾境。
梁非凡透着贱笑的声音响起，说出来的话却仿佛像是一根钢针，狠狠地扎在张玲的心里。第53章，你算个屁的强者，跌落尾境。张玲猛然握紧拳头，脸上露出一抹阴狠，这是自己心中的一根刺，嘴巴倒是挺厉害的，只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份实力。张玲口中轻哼一声，长剑猛然握紧，迅速朝着梁非凡这边掠来。来得正好，梁非凡脚尖迅速点地，整个人仿佛像是落叶般飘起。这次来的目的主要是将张玲引走，只有这样才能够给冷风留下足够的时间将自己传送出去。找死！张玲几次冲锋上挑都直接落空，眉头也是划过一抹愠怒。呵呵，你的本事也不过如此。梁非凡嗤笑一声，脚下在地面上轻点数次，仿若蜻蜓点水一般，迅速朝着这边逼近。望着冲上来的梁非凡，张玲轻哼，迅速运转功法，浑身的内力注入双臂。当！梁非凡没有迟疑，手中的凌渊重刀劈砍而下。这么短的时间，梁非凡完全来不及修炼武技，只能够使用最为基础的刀法。毕竟基础刀法对于前世的梁非凡，在搏击训练的时候也接触了不少。愚昧！张玲嘴角冷哼一声，望着梁非凡如此频繁的一刀，眼眸中透着深深的不屑。当！刀剑碰撞到一处，迸发金属交鸣。梁非凡感受到凌渊上传来的力道，嘴角微微上扬，手中再度加重了几分。剑是君子之气，在于刺，而刀乃是霸王之气，在于劈。更何况梁非凡手中的凌渊乃是重刀，怒砍而下。张玲浑身内力汹涌，隐隐约约竟然有几分不敌。给我破！梁非凡口中发出一声暴喝，丹田之处气血之力狂涌，强大的内力加持在刀刃之上，顿时让漆黑如墨的凌渊绽放出一道冰冷的红光。张玲猛然提气，整个人迅速倒退，手中的长剑贴着刀刃直接抽出，发出刺耳尖锐的摩擦声。轰！梁非凡凌渊砸在地上，目光冰冷地凝视着眼前的张玲。刚才的交手只能算作试探，不过这次交手，梁非凡也算是了解到张玲的实力。从力量上来看，张玲竟然跟自己相差无几。当然，这里面少不了凌渊的加持，还有就是因为自己的炼体功法大荒吞天诀，自己的实力虽然只有 LV14， 但是每次提升，自己都仿佛像是失去半条命一般，接受功法疯狂的淬炼，这份苦绝对不是白吃的。张玲感受到梁非凡那柄黑色重刀上方传来的压迫感，也是迅速倒吸一口凉气，再度望向梁非凡的神色里已经没有了先前的蔑视。身为20级违禁武者，他能够感受到梁非凡的实力比自己弱小不少，然而这样的废物都能够跟自己战平，若是放任他成长起来，必然成为大患。梁非凡必须死！想到这里，张玲也不着急继续进攻，整个人深吸一口气，开始调整自己的状态。他眼神逐渐开始变得认真，浑身的气势也是慢慢攀升。趁着这段时间，刘铮眼神注视着地上躺着的冷风，放着他身上的令牌，原本暗淡的能量法阵逐渐亮起。可以传送了！小雅轻声喊了一句。躺在地上的冷风也是深吸一口气，迅速催动法阵。只要能够出去，就会有专门的救护人员。然而这时候，一道寒芒也是迅速落向这边。站在远处蓄势待发的张玲瞥了一眼，嗤笑道：“你终究还是有弱点。”简单的一句话落下，张玲再度扬起右手，凌厉的剑气再度凝聚，朝着冷风的方向砍去。他的目标是再度破坏传送阵周围的空间能量，让传送阵失效。找死！梁非凡怒喝一声，脚步轻点地面，疾风步迅速开启，整个人的身形直接拦在剑气的必经之路上。在身体落下的刹那，他迅速抽出自己的凌渊，横在身前。俨然，梁非凡是准备用这一招硬抗下对方的剑气。轰！刹那之间，匹练近乎凝视的剑气狠狠地撞在凌渊之上。梁非凡只觉得握住刀柄的右手虎口发麻，鲜血正顺着手握滴下。能引动周围能量发生变化的剑气，张玲一剑之威不容小觑。成功了！就在梁非凡身后差不多50米开外，妮妮颇为兴奋地喊道。眼看着冷风消失在自己的眼前，被安全地传送出去，刘铮也是松了口气，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他已经完全没有力气，持续的圣光术将他的身体完全掏空，如今只觉得眼皮特别重，整个人的身体不受控制的晕了过去。也就是这时候，一袋东西从远处直接扔了过来。照看好刘铮！妮妮伸手接过袋子，拉开上面的绳索，药箱瞬间扑面而来。看着里面的药丸，竟然全部都是恢复精神类的药物。顾不得感谢，妮妮直接取出2枚丹药，放入刘铮的口中。精神力亏损属实是太严重。梁非凡扔出去一袋丹药之后，
抬头看着眼前的张灵。张灵施展出剑气之后，整个人也是微微喘气，取出一枚丹送入口中，服下丹药，他的脚步却没有任何停歇，已经来到了梁非凡的身前。有必要装吗？用自己的身体硬抗下这么一道剑气，你以为你是谁？说实话，现在不好受吧？果然，感情才是强者路上的绊脚石，只有弱者才会想着抱团，而强者永远都是独行。张灵脸上露出戏谑的笑容，听着他这番话，梁非凡张口猛地喷出一口鲜血，噗！暗黑色的鲜血直接喷在凌渊之上，却让这柄乌黑的重刀血腥气更重了几分。滴滴血液顺着凌渊的纹路不断的蔓延，似乎正在逐渐的融为一体。梁非凡伸出左手擦拭掉嘴角的血迹，又直接反手拿出一枚补血丹送入口中，药力逐渐化开。梁非凡只觉得身体稍微轻快了些许，但他的心里却非常清楚，补血丹只能压制，并不能直接治疗身体的伤势，但对于正在战斗的梁非凡而言已经足够。强者独行，而你却运用张家的能力，让这么多考生为你白做嫁衣，你算个屁的强者！说白了，没有张家，你顶多就是路边随处可见的蝼蚁，嘎嘣脆。